下出大事啦！陛下，范闲死了！这是无数粉丝苦等了5年的结果。庆余年第1部的结尾里，严冰云刺向范闲的这一剑，终于有了后续。当范闲出使北齐，大功归来时，却在四方城遇上了二皇子的手下，号称京城第1快剑的谢必安。只因为范闲从沈仲的口中得到了二皇子和长公主的绝密，他们利用内库的财权，与北齐锦衣卫进行长期走私，私下大获其利。而这些财富足够武装一支军队，所以二皇子让谢必安带上3件物品，这3样东西分别来自范闲老师费老、范闲弟弟范思哲以及滕子京的妻小。显然按照二皇子的意思，他们用3人做人质，要挟范闲入伙，同时给范闲和严冰云各去1封信。对范闲自然是各种威逼利诱，而对严冰云，二皇子则是以家国大义来警告，一旦他的秘密被公开，必将奋起反抗，届时整个庆国乃至天下都将陷入战乱之中。这一夜，范闲和严冰云商谈许久。第2天一早，谢必安来找范闲要答案，范闲态度依旧强硬，正要鱼死网破时，严冰云突然从背后出剑，刺穿了范闲的身体，后者倒在血泊中，这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而消息很快传至京都，反应最大的当属范闲的3个爹。生父庆帝是从未有过的慌乱，他衣衫不整地往外狂奔。范闲身染疾病回京都途中身亡，尸体已经被烧掉了。传陈平平。而教父陈平平这边几乎是同步接到了密信，他连车带人栽倒在地。院长，快别管我，召集检察院所有的人集合，快！是。显然这一切都是因为他手里的这份密报。院长这个状态，严若海执掌4处多年来也是头一回见，这可是令北齐人闻风丧胆的暗夜之王，却也有这般慌张的时候。等众人聚齐后，他还不能立刻开会，必须先去见庆帝。发生什么了？范闲死了，可能要天下大乱，你们在这候着，等我休息。看来真是要大乱了。陈萍萍脸都不擦就走了。入宫后，侯公公把他接到了庆帝办公室。陈萍萍谨慎得很，手部和轮椅按钮的特写，似乎在演练着什么突发情况。还不等他入内，范闲的另一个爹也赶到了。这可是最疼范闲的养父，为了范闲，他是谁都不怕的。是你们让他接受监察院，是你们逼他出使北齐，也是你们撤走黑旗，让他以命犯险。你们不要他，我要。这些护卫能拦得住陈萍萍，可拦不住范建。他冲着殿内大喊带范闲回家，直言自己藏了10多年的儿子，最终还是毁在了庆帝的手中，被当成棋子来对待。对于陈萍萍来说，范建的话是字字诛心，愧疚是难免的。我把命赔给上，你现在就死吧！不行，怎么怕死啊？一个人的命太少，我死之前总要求一个善恶全消，欠他性命的人我都应该带走。这倒像是暗夜之王的作风，只是不知道他想拉哪些人垫背。这时候劝架的来了，侯公公慌张的跑来，称皇帝不知去向，这倒是有意思了。喊陈萍萍来又不见。按照侯公公的说法，庆帝本来是悲痛至极的，结果看了第2份飞鸽传书后，就不再说话了，谁也不想见了。接着递上了那张第2份密信，上面写着严冰云背后出剑，刺中范闲要害，范闲当场毙命。这就有意思了。虽然3爹会审没有成型，可这3个老狐狸都是绝顶聪明之人，马上就有了答案。怎么会是严冰云动手的？你也觉得不对？以他们对严冰云的了解，是一定会先带回京都受审，而不是擅自对自家提司动手。除此之外，这俩爹发现另一个疑点，护卫传讯也不合理。没错，护卫守护范闲是陛下的旨意，若严冰云真下杀手，高达一定会将其拿下，怎么可能送回这样的消息？想到这里，范建突然停住了，他有了个大胆的推测。难道消息有问题？难道是假死？有可能。这养父真是个大聪明，不过心情瞬间好多了。但另一个问题又来，如果是假死，还这么大的动静，那就涉及到欺君了。此刻的范闲万劫。如果我是范闲，我会怎么做？假死脱身，能去哪儿呢？自然是京都。他这个人太重人情，他想瞒天过海，潜藏踪迹，只可惜，就算他化成灰，我也能认出来。什么？范闲的灰？范闲恐怕自己都想不到，自己假死脱身的计划会被京城这些大聪明们一秒识破。相对于京城的这群大聪明，远在四方城的谢必安智商可就没那么高了。他号称京城第1快剑，可脑子转的却并不快。严冰云当着他的面刺杀了范闲，又当着他的面将范闲烧成了灰烬，理由是为了庆国不受动荡，同时又为了防止废界验尸，一旦被查出剑伤，便无法隐瞒谎言。所以传到京都的那第1条消息，就是范闲水土不服，身染重病而亡。谢必安还真就信了，他甚至等火烧完后，还蹲在地上扒拉灰烬，试图寻找尸骨残骸，结果就是什么都没有。确实少。怎么，信不过我？没有，我就是想着装点留个记。所以二皇子收到的这一袋骨灰，也许就是随便抓的一把而已。只不过他明知道范闲是假死，
却猜不透到底是如何脱身的。可是当面杀的人，当面焚的尸，这人怎么逃了？不知道，看不穿，这才叫惊喜，这才是范闲。谜题还得范闲自己来解开。等到严冰云回到车队后，高达放哨，范闲亲自解密自己是如何死的。早在离开京都的时候，三处的师兄就给他准备了不少好东西。这个头啊，有点剑，有点粗，这里面装了血囊了，出血量自己控制，有点意思啊。哎呀，敌国办差啊，危急重重，实在不行也可以死一死啊。谁知还真就派上了用场，软剑从腰带身前入口刺入，刺破血囊后拐了个弯，从身后带着血液一起刺出。就这造假水平，谢必安哪里能看得出？接下来就是怎么逃的问题了。毕竟架在火上烤也是真的。亏你想得出，还准备了一把火，不烧不行。谢必安定会仔细检查。也是辛苦老王啊，还得在下边挖个坑道，在下边等我。哎呀，接应大人嘛，何其荣光！光这些还不够，毕竟事后谢必安还蹲在地上扒拉骨灰，所以得做万全的准备。王启年就从使团的货物里找了半扇风干的猪，把这猪烧完之后吧，那个头大小跟大人差不多。哎，大人，我错了啊，我不能拿您跟猪比啊！不，反正不管怎么贫嘴，谢必安起码是相信了，否则也不会把猪的骨灰送给二皇子看。但事情也并不是没有破绽，还是有破绽。什么破绽？这种温度的火，要想把人烧成灰，这么会儿时间可做不到。不过我想了想，谢必安一个使剑的，烧人未必拿手，他想不到。假死脱身这关算是完成了，接下来范闲就要去救人了。毕竟若不是二皇子拿了藤子京妻儿以及范思哲和费介来威胁，他哪里需要费这么大力气假死？所以他当务之急便是回京都救人，可又不能提前暴露。车队慢慢走，我先回趟京都。车队慢慢走，我先回趟京都。然而范闲这趟回家可不容易，本以为自己假死是绝命，可京都的那两位爹已经做好了闹大的准备，把死讯压下来。把死讯压下来，别闹大了。正相反，要闹大。范闲的死要有价值。陈萍萍为了把范闲的死价值最大化，已经让整个京都都热闹起来，丧事俨然当成了喜事来办。范建回到家的第一件事就是让柳如玉配合演戏。我已经训过他们了，消息未递，居然想着准备白事，这不荒唐吗？白事不要听，什么？该怎么准备就怎么准备，就当人真死了。千万不能当真啊！孩子这么年轻，我不信他说走就走啊！政务吩咐行事。死讯有蹊跷。悲痛做作。明白。范建还担心若若，毕竟他对哥哥的感情是最深的，一旦知道消息很容易走不出来。结果当柳如玉来到若若院子时，对方好像跟没事人一样，专心的晒着书籍，嘴里还抱怨着范思哲的不管不问。书局里的书都开始发臭了，整个人没有一点伤心的样子，好像跟什么都不知道一样。你是不是没听到消息啊？我哥的死讯听说了，姨娘别担心，也不必悲痛，切记莫要返还伤神。这怎么变成你劝我了？因为我哥没，你爹方才找过你？没有啊。那你为什么就肯定你哥没死呢？因为我哥就不会死。这是人就会死啊？没错，但我哥不会。为什么？因为我相信他。姨娘说他是盲信哥哥，可若若自己知道，她了解这位哥哥的智商，遇事自保是绰绰有余的。而范闲和王启年这边才离开京都半年，一切都大不一样了。王启年当年卖地图的城门口，如今被新人抢占；当年他卖2两银子的京都旅行图，如今更是卖到5两。一听卖5两，老王可急了。就这也太容易骗钱了吧！啊，别生事啊！气死我了！老王刚生完气，马上就该轮到范闲了。再走几步，发现城门外竟有人大张旗鼓的办丧事。再仔细一看，两边的挽联更是嚣张十足。世书是义，诗文未见出其右。千古同悲，多情向来空遗恨。范闲听这两句是毫不相干，且口气又是大的出奇。满京都算起来，除了他范闲外，再也找不出第二个这样的人了。王启年走近看灵位，踏庆栋梁范安之之灵位，也姓范。范安之谁啊？我呀，大人字安之啊，难不成是同名同姓？这时候范闲才反应过来，自己的死讯早已传遍京都，有头脑的商人就开始利用起事先的名号赚钱。这里是上香祈福求姻缘。等到他们走入城内，人群多得比过年还热闹，白色主题布满整条商业街，所有与范闲相关的事和物都被冠以情怀的噱头，不仅香囊书籍大肆售卖，就连蛇虫毒药都上了街。反正只要能跟范闲扯上一丁点关系的，都能拿出来赚钱，真是一人带火一座城。只是范闲自己都好奇，原来自己死后京都会是这个样子。不过话说回来，按理说他的假死是机密，不应该传得这么快。范闲能想到的缘由就是被二皇子故意传开的，但眼下找个藏身之处最重要。王启年带他来到一处院子，距离他自己家仅1墙之隔。这房子是他的，但房产证是别人的名字，所以没人能查到此处。不仅如此，他将院内不起眼的窑炉作为秘密入口，从这里进入可以直通王启年自己家的后院，不仅可以秘密进出，也可以作为逃生的路线。毕竟此时的二皇子正等着范闲回京呢。范闲之死，天下震动。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在京城把这个人给找出来，
那欺君罔上的罪名就算是坐实了。所以二皇子在王启年家周围布下了天罗地网，而王启年准备的这个院子就起到了关键作用，不仅不会被人盯上，出门四通八达，去哪里都方便。所以范闲称此处为安全院，本想着待这里就好，可王启年提醒他，滕家母子是他夫人负责安顿的，所以要想找到母子俩，就必须去王启年自己的家，找他夫人问明情况。只是让范闲意外的是，王启年回一次自己的家，堪比夺命闯关。在安全屋待到了夜里后，他带着范闲从密道进入自家后院，刚从水井中钻出，就迎来一枚致命的暗器。这可不是什么人发的，而是他为了防贼设置的，所以每一道机关他都熟悉得很。接着刚走2步，一记菜刀又飞了过来，真是险象环生。然而这还只是开胃菜。什么动静？老刺客，让我家夫人防歹人射他啊！就这机关，一般盗贼来就是送人头。范闲觉得这么费劲，还不如回安全屋等着，明天再过来。王启年指着另一间屋子，称那是他闺女的屋子。他出门许久，已经忍不住要去看看了，只是机关重重，一步都不能走错。不仅台阶上有绳索，沙石路上还有夹子，一不小心就成了猎物。在这儿没事啊。老王这回烫家，堪比9981难，看来是没少吃亏，连脚腕都防护上了。看来是被夫人更换地方了，只能背着范闲进屋。第二天一早，王夫人开始了一天的忙碌。一个粉雕玉琢的小姑娘来到了范闲的床边，笑起来可爱的极。你爹是王启年吗？我是你爹好朋友，你叫我叔叔就行。给我的。有这样的闺女，老王不成女儿奴才怪了。再看看王夫人的模样，就知道为何这般恋家。小范大人吧，我是启年的发妻。千万莫叫大人，我跟老王过命的交情，按道理我得叫您声嫂子。大人请坐。老王一早就出去办事了，留范闲在家睡懒觉吃早饭。让他没想到的是，老王家不仅机关重重，就连惊喜也是一个接一。他刚端上瘦肉粥，准备喝上一口，小姑娘就来耍了。有肉，那可真好。你叫什么名字？爸爸。不是我叫的啊。大人误会了，孩子乳名，我家丫头欢名一个霸字。哪个字？王霸之气。真是惊喜来的猝不及防，老王也真是人才，几千个常用汉字，他偏偏选了最占便宜的这个。粥还没喝上一口，嫂夫人的灵魂拷问就来了。听说大人在京都有数10段情缘。我对天发誓，绝对没有，都是假的，都是以讹传讹，一个都没有。一个都没有。那郡主呢？跟婉儿的婚约确有其事，但除此之外，别的都是假的。看来老王回家是没少八卦，数10段真不知道怎么算出来的，估计刘金和那碗端菜的都算上。这母女俩一串联积下来，范闲是粥没喝上一口，鸡蛋掉了2回，这早饭吃的，喝粥都差点噎着。老王那么怕老婆，除了对方漂亮外，就是这家教极严。范闲找话题询问丫头的名字来应，结果又闹尴尬。孩子这名字特别的，刚有身孕的时候，启年选的，没想到是个丫头。那怎么没换一个？名字硬气，命也硬些，能平安长大。好名字，好寓意。我觉得这名字好。见爸爸跪下了，范闲被吓得赶紧起身，这不知所措的样子，以为犯了什么大错似的。娘，女儿错了，食不言起母语，女儿不应该吃饭说话。知错就改。女儿知道了，女儿一定改。起来吧，大人坐。这顿饭吃得真累，赶紧把粥到嘴里，先吃饱再说。本以为吃完饭就好了，结果还没完。范闲礼貌性的帮忙收拾碗筷，被嫂夫人拦住，因为他要提醒范闲另一件事。听启年说，大人要交房钱。他是这么说的，1天1两，说是补贴家用，没这回事吗？有这回事，房钱得交。那就没有理由让大人帮着做事，不然这钱收的坏了规矩。大人请坐。爸爸陪叔叔聊天。跟小孩聊天是件轻松愉快的事，范闲也是这么认为的。可这丫头能叫爸爸就必然不简单，范闲又要尴尬了。聊啥？都行啊，你多大了？我5岁了，那你多大？反正比你大多了。那你是大人吗？当然是了。那你为什么睡我的床？我只是借助一下。第一轮对决结束，爸爸完胜。这无厘头的脑回路，范闲根本对不上。接着第2轮套路开始。那你喜欢吃肉吗？喜欢。那你知道什么肉最好吃吗？什么肉啊？是五花肉。有道理。那你想吃五花肉吗？想啊。娘，怎么了？叔叔想吃五花肉，晚上给大人做。我不是，我没。真是人小心眼可不小，跟他爹一个基因，亲生的无疑了。这爸爸随他爹。在老王家吃完早饭后，范闲让爸爸给他拿来纸和炭，不知道一顿乱画着什么。这时候王启年也办完事回家。小年年，哎，爸爸，小年年，哎呀，爸爸，哎呦，想走了。这父女俩的称呼真是倒反天罡，只是从这俩人嘴里喊出来还挺顺口。王夫人自觉地带走丫头，让2人谈正事。王启年替范闲拿来衣服，告知早上探查的结果。他发现范闲的死讯不仅是在民间传开，在官场上更是公开透明，这就意味着他的假死必然要承受欺君之罪。所以王启年建议现在离开京都，回到使团，再发布个误传死讯的公告，起码能减轻一点惩罚。但放弃退缩从来都不是范闲的行事风格，
他让王启年继续寻找滕家母子的下落，自己准备来个大冒险。我进宫见驾。见驾？大人，这死讯可是已经传开了，您现在去见驾，那等于找死啊！是啊，是很难，但是绝处才能逢生。尽管王启年竭力阻拦，但范闲决心已定，他要来个逆风翻盘。大人，您一定要逢生啊！我记得你跟我说过，小范大人聪慧无比。那是自然，小范大人何许人也？那是聪慧绝伦呐！那还担心什么？他选的这条路，他是条死路啊！而范闲这边换上衣服后就直奔皇宫，虽说蒙着脸，却当着侍卫的面四处翻阅，结果就是1秒被围。各位不必惊慌，我就是单纯的一个刺客而已。能说这话，看来是故意被发现的。侍卫赶紧通报侯公公。公公，侍卫传话，有刺客找您。你可什么时候去找我？侍卫带侯公公到场后，告知此人对皇宫十分熟悉，并不像普通的刺客。等到侯公公走近一看，魂都吓没了。侯公公好呀！散开，散开！他把范闲拉到一旁，质问他为何在此。范闲则请求帮他传话，可侯公公告诫他，此时见皇帝正在气头上，现在去无异于自寻死路，而且这时候让他去传话，老太监自己都要跟着掉脑袋，这就没办法了。这时候陈萍萍出现了，显然她更生气。假死欺君，这种做法愚蠢至极。不然呢？我还能怎么做？就是有天大的事情，也应该熬到回京。人命关天，我等不及。难道你的命不是命？所以呢？陈萍萍告诉他，现在见驾就等于送死，但是如果离开京都，也没有任何活路，所以只能继续往前。照你这么说，一条活路都没有了。说对了，见驾就是去死。你要想活，就必须先死，只有拼死见驾，你才有活的生路。如果陛下这次不杀你，你就可以熬过一劫。可是我现在根本就见不到他。陈萍萍思虑片刻，还是决定先帮他去探路。只是结果如何，谁都难料。陈萍萍临走前，范闲给了他一张纸，让他带给庆帝，同时告知萧恩临死前透露过神庙的秘密。陈萍萍叮嘱他，所有关于神庙的事，只要庆帝不问，他就不要主动去提。同时，如果见完庆帝后仍旧没有甩掉欺君的死罪，就不要回范府，也不要去监察院。至于为什么却没说。陈萍萍入宫后，庆帝仍旧气鼓鼓的状态，陈萍萍则称有喜讯来报，而所谓的喜讯，自然就是范闲可能没死。接着就说了一大堆范闲不死的好处，尤其是在文化造诣上。外边已有传言了，说远隔千里，消息有误，说死讯传错了，也有可能啊。不管怎么说吧，欺君之罪绝不可恕。说了半天，庆帝也没什么回应，直到陈萍萍拿出那张纸，称是范闲送给庆帝的礼物，庆帝的态度马上就变了，心里痒痒的很，却又要装得满不在乎的样子。你还有事吗？臣告退。等到陈萍萍走后，老狐狸憋不住了，他打开范闲的礼物，顿时心中大喜。范闲果真是会送礼。庆帝做了多年弓箭，虽然也能射穿铠甲，但威力在复合弓面前那都是玩具。看这表情就知道心里乐开花了。接下来就是范闲入宫求死了。罪臣范闲假死欺君，罪无可恕，死不足惜。虽说是假死欺君，可毕竟是自己的儿子，庆帝也只能是做做样子。尤其当范闲的礼物送到他心坎里后，这态度自然就不一样了。范闲也知道今天来态度最重要，所以下跪后就1秒入戏。先是感谢庆帝对自己一路的照顾，当年他不过是从儋州来的毛头小子，能够担任出使北齐的重任，早就抱定了必死的决心，所以生死是其次的，比死更重要的是把他这趟出使北齐的差事以及所见所闻悉数汇报给庆帝。范闲说的诚恳至极，可里头的庆帝是一丁点回应都没。此时的范闲就如同地上这只昆虫，四脚朝天，无处使力，只能开始爆猛料了。第一个猛料来自长公主和二皇子。臣出使北齐，得知长公主李月瑞与二皇子李承泽与北齐锦衣卫暗中往来，或有通敌之嫌。这料足够猛了，可里头依旧没有回应，瓢虫也依旧没能翻身。看来这条消息还不够分量。他想到陈萍萍的叮嘱，神庙之事，只要庆帝不问，就绝口不讲。里面的庆帝就像是故意晾着范闲一样，看他嘴里能吐出多少秘密来。范闲已经无计可施了，只能说出庆帝最感兴趣的话题。萧恩死前向臣透露，神庙之所在就在极北之地。果然老皇帝有反应了，他稍稍起身，从铜镜中看门外的范闲，但没有立刻回话，又接着躺下了。这也是他的习惯。臣在北齐所知所闻，如今已尽数告知陛下，至此即便是身死，也再无遗憾了。臣死后若是魂魄有灵，亦将护佑庆国，护佑陛下。愿庆国四海归一，愿陛下无病无灾。臣言已尽，俯首领死。范闲从没说过这么长的违心话，更没有跪过这么久。如今在求生欲面前，面子已经无所谓了。现在就看庆帝的反应了。滚！这下舒服了，韩滚就是狗命保住了。既然不用死了，那就继续查下去。所以范闲并没有直接出宫，而是来到了延华殿，这是太子的地方。
我不都说了吗？滚远点啊！太子一向精明，却又喜欢以憨厚示人，看到范闲便装作很惊讶的样子。你这什么章程啊？天下这就装的有点过了啊！什么意思啊？城门挂着我的挽联呢，我的死讯你能不知道？最好是不知道吧？什么是好太子？不知道才是好太子啊！我人都站这儿，我看不见。你就不想知道我为何假死回京？我也瞎。吴二龙遇上这样的太子，范闲真是头疼，看来得给他下点猛料了。李云瑞和李承则同谋，暗通北齐锦衣卫，走私敛财，图谋不轨。太子这下清醒了，人也正常了，自己的女神又是得力必主，居然和对手混在了一起，这下笑不出来了。他想到姑母曾经说过关于老二的话，老二心机重，内库财权，他可一直惦记着呢。心里还是1万个不相信。不可能，这事绝对不可能！姑姑怎么可能跟二哥站到一起啊？殿下真觉得自己了解长公主吗？太子被问懵了，他有多了解却不能说出口。范闲贸然说出这样的消息，自然不会空穴来风。范闲还告知，此消息出自北齐锦衣卫镇抚使沈仲，这可是个有分量的人物。为了防止太子不信，范闲透露一个秘密给他：秦国边境有处小镇，名为史家镇，北齐走私物资运往境内多在此处囤积转运，把这镇上的商户查一遍，就能真相大白。也就是说，你所有的消息都是这个叫沈仲的人给你的，对吧？北齐小皇帝帮我查。小皇帝凭什么帮你？我接了走私的买卖，所以李承则想杀我。我派人连夜赶往史家镇。太子这回就不装了，更何况这关系到他姑母和二皇子的关系，这比什么都能刺激他。范闲提醒他们之间的合作不能被李承则知道，否则各种危险就加倍到来。太子也是个心狠之人。我关他们一段时间。太子说是关他们一阵，可范闲走后，他就是另一个态度。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啊！都跟了我这么多年，留个全尸。那他应该在哪儿出现？还能是抱月楼啊？抱月楼？要想找到藤家母子，范闲必去抱月楼。抱月楼这个名字，终究会是范闲回京后的第一道坎。从皇宫出来后，范闲再次回到老王家，得知他还去了太子府，老王也是吓得够呛。范闲告知，现在这个状况下，找太子帮忙是必然的。他要太子釜底抽薪，去调查二皇子走私一事，而他和王启年就可以腾出手来，专心的找藤子京妻儿。说到此事，老王这边也有了线索。我问了，这费介费老啊，不在京都，是去执行公务了，安全。还有思哲少爷吧，也是安然无恙。说他总是早出晚归的，也不知道在忙什么，但是没有被挟持的迹象。说完前两个人，范闲马上就明白过来，前两个都是二皇子瞎编出来的假象，真正失踪的就只有藤家母子。而王启年欲言又止的状态，显然是打听到了情况，却又不好说出来。有人看见他们被带走了，看到带去何处了吗？抱月楼。抱月楼什么地方？青楼。看范闲这愤怒的状态就知道，这次是触碰到他的底线了。然而王启年能轻易打探到的消息，必然还会有其他人知道，比如陈萍萍。在和严若海的探讨中就提到，范闲下一步必定会去抱月楼，包括二皇子这边也想到了这一步。在他看来，既然范闲的死讯已经传开，这个时候如果杀了范闲，自然不会有人去追究。范无就马上领会到二皇子的意思。干嘛去？您的意思不让我杀范闲吗？人找着了吗就杀啊。那找到通知我一声。老二都无奈了，这个书呆子却满脑子想着杀人，看来是职业病问题。说到底要杀范闲，首先得找到他的位置。既然满京城找不到他，那不如让他自己出现。那他应该在哪儿出现？还能是抱月楼啊？似乎大聪明们都知道藤家母子在抱月楼，而范闲也必定会去。只是这抱月楼和普通青楼不太一样，不是有钱就能进去的。能进去玩吗？对不起，没有帖子不能进。通融一下。通融不了，来那边请啊。所以说有钱一样没面子，可如果是拿着他们的牌子进来，那就不一样了。里边请，玩的开心，玩愉快啊！说白了就是私人会所，得有 VIP 凭证才能进去。这不青楼吗？是青楼，但是规格高。挑客人必须得是有身份、有才华啊，才给你发凭证。你有这凭证才能进他这楼。据说这楼里比其他青楼更安静、更高雅些，还是会员制，可谓会员制。现在问题就在这个凭证上了。如果凭身份去拿，很容易暴露，而且也不一定拿得到。但眼下还有个渠道可以获得凭证，对于范闲来说是轻而易举。在范闲的死讯传遍京都后，为了纪念这位庆国的文坛天才，抱月楼打着追思诗仙的名号，专门举行了一场范闲模仿秀。只要表演得好，得到3位裁判认可的，就可以获得抱月楼的雅士帖。自己演自己，这还不是信手拈来。上台之人模仿着范闲生前的行为，范闲自己看着还挺欢乐，甚至还有老大爷参与。对于范闲来说，这虽然简单，可无论是上台表演还是进入楼内，都很容易暴露，看起来更像是个陷阱。范闲只有一次机会，所以不敢贸然行动。如果能认识里头管事的，或许会简单许多。这抱月楼管事的是谁？那我得去查查去。圆梦，圆梦是圆梦，袁大家曾是流金河夸魁，自立礼之前，属他最具盛名。夫人怎么知道这些？王夫人告知家里以前卖过胭脂香料，
所以青楼一行的事多少知道些，只因为都是他亲自去跑的业务，所以老王也不清楚其中的细节。这个圆梦就是抱月楼的东家吗？他虽管事，并非东家。抱月楼的东家很神秘，不知底细，从未露脸。所以找到这个东家就很关键。眼看线索又要断了，王夫人抛出另一条线索。外人不知道，楼中人或许知道。有熟人？有位姑娘，与启年相熟。老王真是敏感，赶紧解释不可能有熟悉的人，生怕晚一秒就被夫人制裁。只可惜自己的小心思早被看透。夫人一定是听了什么谣言了啊！桑文，今儿这手怎么这么滑呀？能让老王手心冒汗的桑文姑娘到底长什么模样？家中看似温柔的美娇娘，却是胜似虎豹的王夫人。该羡慕王启年有福，还是该同情他可怜呢？在进抱月楼无果后，王夫人提供了另一条信息，可以通过抱月楼内的桑文姑娘打听到抱月楼东家的信息。恰好王启年曾与桑文有过接触，所以这条线索十分重要。只是老王的故事被扒出来后，这日子恐怕不好过了。刚解释清楚，马上又要掉坑里。夫人，刚才要不是你说起什么桑啊、什么文呐，我都把他给忘了。如今桑文姑娘便在抱月楼。他不是说他只做唱曲名家，他不会。一旁的范闲都吓死了，这胜似虎豹可不是白叫的，老王一顿毒打怕是难免的。大人万幸啊，启年看来是没忘干净，想必能帮大人搭上这条线。哎呀，怎么坏了？不知道，我去换一个。就这一个回头，老王自知躲不掉了，自觉地跟着进了屋，大有赴死的感觉。他苦笑地关上门，接下来听动静就好了。勺放哪儿了？哎呀，在这儿呢。哎呀，是吧？大人等着碾压三姑娘。等到老王坐过来时，这脸上的掌印是清晰可见。范闲今天这八卦看得真欢乐。王启年告诉他，抱月楼的姑娘隔日都会固定外出，用来采购香料和衣物，而这些商铺也是固定的，他们只需要提前去守株待兔就好。只要见到桑文，就可以摸清抱月楼内的大概情况。铺子能让分进去？都认识。老王，你这不远，不是你可别多想啊！我就是偶尔在他们身上赚点小钱而已，别的。王启年这话说的真诚，他甚至让范闲把脉确认自己没说谎。对于夫妻相处之道，他甚至总结出一条经验：大人没成亲，不懂，即使是问心无愧，也不能多说一个字，会节外生枝的。这女人呐，疑心不可生；这男人呐，平安才是。聊完流程后，接下来就是去蹲守桑文了。王启年跟夫人告别时，再次被吓得腿软。夫人，我陪大人去办点公事，记得带上一条兰花帕子。好嘞。怎么了？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啊？咱要去的那家铺子，最有名的就是兰花帕子，精彩。看来不止脾气大，耳朵也是超级好。隔日抱月楼姑娘一起出门，这阵仗堪比明星活动。等到他们进入店铺后，老板娘四处寻找着桑文的身影。桑文姑娘，就这容貌，也不怪老王记忆深刻了。老板娘以定制的东西为由，带他单独进入一间屋子。这也要跟？等到桑文关门后，老王出现了。姑娘，别喊啊！熟人。老王顺势掏出一张银票，称对面这位赵公子对他倾慕已久，只是想认识一下。可桑文却聪明得很，一眼就认出了对方。礼太重了，小范大人。哎，小郑，我见过你，在哪儿见过？司礼里姑娘那夜借烟花驾舟，与小范大人相识，我就在楼上瞧着。那倒是有缘。听说大人死了。我也听说了。桑文这脑子还是聪明的，他不仅认出了范闲，更是猜到对方找他，也不是所谓的认识接触，而是为了抱月楼而来。凡人死而复生，到这种地方来见我，总不能真是看上我了吧？我就是一普通女子，除了抱月楼，身边都是平常人、平常事。既然说开了，范闲也就直接问了。首先便是这抱月楼的来头。桑文告知这会所新开不久，但已经收拢了京都各家的花魁，都是最赚钱的招牌。按理说每家花魁都是有靠山的，可抱月楼要人，却没有一家敢说个不字，光这就足够说明其不寻常了。范闲想请桑文帮忙，刚好桑文也有事相求，所以两人也算是公平交易。范闲想知道抱月楼的东家是谁，可桑文也从未见过。范闲便询问滕家母子的踪迹，可桑文依旧不知道，只知道如果是被抓来的，就都会关在一起。前日有个姓金的姑娘跑出来了，撞到了他，而这个姑娘的家里是卖菜的，只要能问到她，应该可以知道滕家母子被关的地方。这也算是唯一有用的信息吧。临走前，范闲询问了桑文的请求。你还没说想让我帮你什么呢？我的消息有用，十分有用。我想离开抱月楼。虽然没能从桑文口中打探出老板的信息，却获得了另一条线索，那就是一个卖菜家的闺女被抓到了抱月楼，且很有可能就和他们关在一起。所以从运菜车队入手，没准能有些线索。王秘书提前打听好了送菜路线，告知范闲躲进最后一辆车的菜筐子里。接下来就是如何引开护卫的注意力了。有没有这个3岁银子呀？老王一伸手，贪财的嘴脸就出来了。只是这次老王可是大方了一回。当车队来到主街时，
护卫见满地的碎银子，那叫一个激动，周围的人群也跟着上来抢夺。这时候范闲趁着混乱跳上最后一辆菜车，只是当他打开菜筐时，发现竟还有拼车的，而且这老头他还眼熟，就是上了模仿秀的那位大爷。等到菜车到站后，范闲赶在对方检查前出来，顺手拎走了老头。交谈中得知，老头自己是个卖菜的，固定给宫里送菜，却倒欠了宫里500两银子。女儿为了替他还债，便卖了自己进了抱月楼。他几番折腾，都是为了进去见闺女。范闲马上猜到此人就是桑文所说的老金头，而范闲要找的就是他的女儿。只是这件事让他有些搞不明白，老金头一个卖菜的，怎么就欠上了买菜的钱，还多达500两之巨？可是戴公公要收小姐节庆、生辰，这都不能弄。上次生辰我实在是没钱，被戴公公记恨，之后送菜总说我这个菜不新鲜，不新鲜他要发银子，天天发，天天欠，最后欠到了200两。明摆着就是每天送菜给宫里，不仅1分钱没有，还要倒欠对方的钱，这已经不是盘剥了，而是杀鸡放血了。那咱不给宫里送还不行吗？你不送就是欺君，还是要看脑袋的。就没人告着戴公公？这话问的老金头无奈，别说告戴公公，就连反抗，老金头都没敢想过。在他这圈子里，戴公公就是王法。更离谱的是，他女儿卖身的500两银子都没经过他的手，就被抱月楼以抵账的名义直接送给了戴公公，一个莫名其妙的欠账，毁掉了女儿的一生，如今见都见不到，所以才有了老金头去参加模仿秀，又混入菜车的做法。他只是想进去看他女儿一眼，告诉他自己在攒钱为他赎身。范闲是个软心肠，自然见不得他人受苦，便掏干净了口袋，再加上王启年的私房钱，刚刚凑够500两。然而老汉感动的同时，又提醒范闲，抱月楼光有钱没用，还必须要进门贴。但这对范闲来说也不是难事，他提前亲笔写好了一幅字，让老金头上台表演时偷摸调换出来。等到老金头展示出来时，立即引起了轰动。真像啊！就范闲这狗爬的字，形如鸡爪，状如鬼爬，还真不是谁能随便能模仿的。3位嘉宾当场亮灯，老金头颤抖的拿到门贴，再有范闲给的那500两银子，顺利的话，他应该能给女儿赎身回家。看老汉高兴的劲头，就知道这一刻有多不容易。等到临近太阳落山时，他们总算看到抱月楼的大门开了。老金头失魂的走出，全然没有了刚进去时的状态。怎么样？您托我那个事儿问过我女儿了，她说新来被关起来的她都见过，没有带儿子的。您放心，您找的那人他不在抱月楼。范闲正为线索中断而烦恼时，老金头告诉他另一个线索。他女儿听楼里人说，明天抱月楼的东家要来，不妨到时候来碰碰运气。这时候他见老金头面色苍白，状态异常，便询问他女儿为何没有一起出来。老金头颤抖着嘴唇，告诉范闲一个吃人的现实。他们是说500两只够2个时辰，让我用那500两跟我自己的女儿。他们要多少两？1万两，我这一辈子都不可能算出这1万两啊！真是吃人都不吐骨头，孩子没救出来，这500两还搭进去了。老汉痛苦自责，范闲当场表态，即便是1万两也会帮他想办法。可老金头已经没有了心气，我这就卖菜，还人钱，能活着就好。若不是为了回范闲的话，恐怕老金头在里面就已经坚持不住了，卖了一辈子的菜，最后只为了这2个小时，真是可悲的命运。能活着就好。直到老金头倒下的这一刻，庆余年第2部的范闲才算是真正的进入状态。此前无论是假死脱身，还是进宫求死，他都自信满满。直到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当着他的面被人欺凌致死，而他却连对方是谁都不知道，情绪便也在此刻点燃。人命关天，一个青楼怎么敢？大东家才是罪魁呀！人手活着进去的，出来就死了，这还有别的可能吗？我倒要看看这抱月楼的东家到底是谁。而二皇子在抱月楼蹲守数日都不见范闲后，便又耍上了阴招。他让范无咎去抓走王启年的妻儿，逼迫2人现身。然而当夜范无咎却扑空了，老王妻女在屋内凭空消失。得知计划失败的二皇子满脸的不解，而王启年回家后则是心急如焚。他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和滕子京妻儿一样的手段，所以大概率是被二皇子抓走了，而且很可能是关在了抱月楼。妻女奴的老王当场就要冲过去，好在范闲还是冷静的，他和王启年商议了一夜。第2天一早，2人分头行动，范闲直奔抱月楼，而王启年则来到二皇子府上，自称是投诚来了。这可让二皇子大感意外，老王也不遮掩，直言自己妻女在二皇子手上，背叛范闲也是别无选择。接着便把范闲回京后的动作，以及今日去了抱月楼，一五一十的说了出来。今日只要能在抱月楼堵住范闲，那他欺君假死的罪名就甩不掉了。二皇子多聪明的人，虽然自己并没有抓王启年的妻儿，但既然对方不知情，不妨利用下也可。好，我答应你，只要今日能堵住小范大人，我手里的人你都可以带走。谢殿下。二皇子在玩文字游戏，按理王启年是能听出来的，却并未提出异议，反而是在对方的暗示下，受为其穿鞋之辱，
接下来便是去抱月楼堵范闲。而抱月楼这边，圆梦正给几位头牌开会，毕竟等会大东家就要来了，这4位姑娘中自然就包含桑文。等到他入座后，范闲在头顶给他提示，桑文反应过来后，立马开始套话。一会儿都别出错，新来的丫头被鞭子怎么抽，你们也都见过。都知道，到时候他们哭天喊地，被大东家听见了可不好。不会，他们都在后院关着呢，有人看着，不让出声。你怎么知道？我刚路过后院，被护院赶开，瞧见了。有了方向，范闲行动也方便了。这时候外面传来呼喊声，称大东家到位。只是让范闲后背发凉的是，这大东家竟是自己的弟弟范思哲。从他不近女色，一经查账就能确认，这是范思哲本人无疑。愣着干嘛呀？怎么不走啊？你都打我架啊？一个都不留。他们能帮我算，还是脸上有事儿？圆梦之走姑娘自己留在房中，本想殷勤地陪着范思哲，谁知这小子眼里只有账本。他以圆梦不正常，必定是想影响他查账为由，强行让圆梦离开。那你光查账多无趣啊！你激怒我了，还有比查账更有趣的事儿吗？出，我不欢迎你。我怎么激怒他们？范思哲怕是想不到，自己赶走的可是守护神，圆梦一出去，哥哥可就能大展拳脚了。范思哲，范闲，我就知道你肯定死不了，他们都说你死了，我怎么感觉好几年都没看见你了？小点声。范思哲也不像半年前的样子，多了几分傲气。范闲不跟他啰嗦，直接发问：你是抱月楼的东家？光我跟你说话，账都快算乱了。站那儿！我再问你一遍，抱月楼是你的产业？甭跟我这儿咬牙切齿的，眼红羡慕没有用，亲兄弟明算账啊！范思哲还不知道危险来自何处，他甚至骄傲地介绍，这抱月楼的一砖一瓦都是出自他的手笔。至于为什么要办抱月楼，答案也很简单，他最喜欢钱，所以除了赚钱没别的目的，而且还是瞒着家里人做的。范闲再也忍不了了，直接拳脚伺候。危险！你草一木是金关系法是吧？就是你的，就是你的，就是你的，六爷！哇！范思哲被揍得鼻青脸肿，都还不知道自己为何被打。范闲问到老金头，他茫然不知，甚至还想喊人上来。若不是范闲气急攻心，导致真气紊乱，恐怕还要继续遭受毒打。范闲告诉他，自己是溜回京都的，还犯了事，只要他下去喊人上来，自己就彻底玩完，说不定命都没了。结果范思哲这二货还真下楼去喊人了。咱家这300勇士呢？都上来！气势是不错，只是当人真的聚齐后，他似乎又后悔了。东家，您刚才说要打断谁的狗腿？现在翻！谁？桌子的腿儿，饭桌子啊！看来脑子还没糊涂，楼上毕竟是自己的哥，刚才让他伴我摔一大跤，明天把他给我改成茶具。他这无厘头的思维跳跃，可把这帮看家护院的给绕晕了。等到他再上楼后，就是另一个态度了。你叫的人呢？你刚才说我要是叫人上来，你就死定了，是真的？真的。说完，范思哲就关上了门。虽然嘴上不饶人，撑救了范闲一命，可心里还是惦记这位哥哥的。这时候，范闲一口鲜血突出，看来是憋了许久了。自从回京都后，他这真气就经常出岔子。刚刚打范思哲的时候，气急攻心，就出现了这个状态。范闲一边自愈恢复，一边询问正事。藤家母子是你抓的？谁？藤子京遗孀。抓哪？抓抱月楼来了？不可能啊！那老藤跟我关系也不错呀，我能干这么缺德的事儿吗？你不知道？范思哲这人就一个好处，虽然对金钱痴迷，却不干缺德事。所以无论是藤子京妻儿，还是毕良为昌的事，他都不清楚，也不是他授意的，甚至连这座抱月楼已经变成青楼了，他都不知道。至于那些姑娘，他的认知里只是做些高雅的弹唱项目，并非皮肉生意。我的目的是把抱月楼打造成在纷纷扰扰的京都唯一一片静，让这些个文人骚客在这里寻找到内心真正的知音，这才是我想要的独一无二。既然他的思想这么纯洁，那就不提青楼之事，楼内发生的事总该知道。老金头的死你也不知道？老说这老金头，他到底是谁呀？还死在我这儿了？我这买卖刚开张，死了人我生意做不做呀？这是哪个对家这么败坏我呀？我给他当面对质。范思哲眼里只有生意，什么都往这方面想。范闲也只能相信他不知情，可杀人和毕良为昌的事实是存在的。他便让范思哲找来桑文，当面给这位大东家介绍下自己公司的业务。这抱月楼到底是什么所在？自然是青楼。怎么能是青楼呢？你是东家，你不应该清楚吗？那这个地儿逼良为昌是真的吗？人就关在后院。话到此处，范思哲才知道自己也被骗了。平日里抱月楼都是圆梦在打理，他只是查账的时候才来，所以圆梦的身份就很重要。可偏偏圆梦也不是他雇的，这抱月楼除了他之外，还有另一个二东家。可当范思哲说出其身份的时候，在场的两人都惊呆了。表哥，我娘跟宜贵嫔他们不是堂姐妹吗？所以宜贵嫔的儿子跟我应该算表兄弟，没错。宜贵嫔的儿子三皇子，哎，我表弟啊。这表弟范思哲喊得轻松，可桑文已经吓得腿软了。小范大人，要不我先出去吧？干嘛呀？我不敢听了，我怕知道的越多，活得越少。你还是先坐吧，该听的不该听的你也都听见了，已经晚了。既然入局了，也只能硬着头皮听了。这时候三皇子也已经赶到，
看来今天是要开股东会的。他和范思哲有个共同点，那就是爱钱。咱们最近赚钱了吗？自然是赚了，就说嘛，赚多少？大东家在里面查账呢，要不你跟着进去看看？表哥到了，但又和范思哲不一样，性格超级纠结，说话也是无厘头的很。这帘子颜色也不行啊，尤其是这飘带。那您觉着换成什么颜色好啊？蓝的吧，行，粉的好，那就粉的。紫的好像也不错。那要么紫的，最好3个颜色都有，混在黑色里头，换成五彩斑斓的黑。啊！你如果觉得他只是挑剔，有强迫症的话，那就错了。这二东家年龄虽小，却堪称最难伺候的甲方，有时候根本就不知道他想要什么。这个烛台也不好看，换一个粗壮大气，还得带一点细小轻巧的感觉。换又粗又细的烛台。开着抱月楼啊，赚钱不重要，最重要的是赚钱。你听懂这孩子在说什么了吗？反正圆梦是稀里糊涂的，见两人没动的样子，三皇子又跳回去，重讲一遍，这种领导该怎么伺候？谁能想到堂堂抱月楼竟是这俩活宝开的？作为合伙人的范思哲和三皇子本应该主导这里的一切，偏偏这两个傻白甜的孩子，为了跟家里证明自己的赚钱能力，硬是被人利用，把这高端会所开成了青楼。若不是今日开股东会，这俩傻孩子还不知道要被利用到什么时候。不过这教训也是痛的，范思哲被哥哥一顿暴打，还不能吭声。三皇子到位后，刚进门还没说上几句话，就被范闲从身后打晕，直接倒在桌上睡了。而这出好戏才刚刚开始，二皇子在王启年的引导下，也已经到了抱月楼门口。他让人将大门堵住，只等着瓮中捉鳖呢。今日只要抓住范闲，他假死欺君的罪名就难逃。接着就是带人大张旗鼓的进入楼内。我提个醒啊，这楼前后左右都被围住了，哪儿都去不了，更别想着翻窗上房了。开门吧，宁克，你不是报了前人吗？一扇门可挡不住皇子，开门。进屋后，老二也有点懵的，这场面比预想的还热闹。这是困了吧？睡会儿。这是驴踢的。范无就随手从地上捡起一串葡萄，直接往嘴里送，跟着二皇子久了，习惯都开始相像了。两人今天就是来撕破脸的。范闲以燕小乙为切入点，称当初自己出使北齐，燕小乙能精准算出他的北上路线，并且沿路截杀，这得益于北上沿途关卡都是二皇子的门人，他们用排除法就能算出使团的路线，所以燕小乙表面上是为长公主杀人，而实际上也有二皇子的意思。被当众扒开真相，二皇子多少有些尴尬，毕竟还从没有人公开过他和长公主的关系。老二赶紧把话题转到这抱月楼，毕竟他最清楚这里的生意，不仅买卖人口，还出过人命，关键大股东还是范闲的弟弟，所以范家是脱不了干系的。同时他不忘出来挑唆一番，他认为是王启年叛变了，才会有今日的场面。不过我还是要感谢王启年王大人，布局这么久没有他，还真遇不到啊。老王一向办事得力。老王，你这是他们。按照约定，老王带二皇子抓住范闲，就可带走自己的妻女，于是便开口请求兑现承诺。可二皇子终究是跟他玩了把文字游戏。人不在我这，殿下明明答应我，说得很清楚，我手里有的都可以给你，但你妻女真的不在我这。我想过派人去请他们，但去吧，人去屋空。老王有些麻了，妻女这下居然成了不知所踪，但这事也只能暂缓了。眼下最重要的是二皇子和范闲之间的谈判，要么合作，要么撕破脸。即便到如今这般田地，我依然想给你一个机会。如果你愿意化敌为友，我立刻放了滕家母子抱月楼的麻烦事儿，一笔勾销。范闲冷笑出来，他嘲讽这个二皇子永远把自己摆在道德的制高点，到了这个时候还要他来原谅自己。二皇子劝范闲放下，甚至把抱月楼这些人的命运都压到范闲的身上。和解一切太平，不和解所有人都得死。两条路，要不然和解，要不然杀你。明白了，我不和解。承泽，咱俩不是一路人，我跟你注定为敌。氛围一下就起来了，李承泽笑不出来了。他之所以这么想和解，是因为范闲知道他太多的秘密，这种隐患是足以颠覆他的，所以不合作就只能动手。只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今天皇子聚会毕竟还少了一人。京都5班放假令。看着自己的人被团团围住，二皇子一脸问号。你都死了，怎么把京都府差役给调来的？哦，对，没死也调不来京都府，会是谁呢？各忙各的，免礼吧。太子走着自信的步伐，目光长时间停留在圆梦的身上，看来是认识的。两人虚伪的见面行礼后，一起上了楼。果然太子上来就站在了范闲身后，站队的意思很明显。老二询问太子为何到此，太子称见京都府办案就跟了过来，至于案件随便编一个就好，比如京都府私卖人口，这可是庆国的重罪。作为太子来看看也没什么奇怪的，反而他质问老二为何在此，甚至劝他明天再来，言外之意老二是来青楼玩的。二皇子这可就不高兴了。我劝你说话做事三思。思什么？怎么思啊？范闲欺君，这是死罪，你连这也敢护着？他们真死了吧？眼前这位是……接下来就请沉浸式欣赏太子的装瞎表演。陈二哥，你可别吓我啊！我这眼前哪有人啊？老二一脸问号，旁人更是看不懂太子这是什么章程。你得想想后果，包庇欺君，这是同罪。我近日啊，甚是乏累，不眼瞎，不二龙，我何罪之有啊？这事要真是闹大了，你觉得你护得住吗？不
不知道，咱试试吧。太子这招还真管，理直气壮的装傻，不仅把老二气够呛，对方还没什么办法。太子看着憨厚，做事可是杀伐果断的。京都府衙办案，拦着的按谋逆处置。就不动动脑袋想想怎么收场？没想过，要不然你想想，冒昧问一句啊，太子殿下怎么知道今日我会来这抱月楼？这时候王启年贱兮兮的爬出来，老二这才反应过来。王启年，嘿，殿下，这千怪万怪啊，这都得怪我家大人啊！小人本质还是纯良的。原来在去二皇子府上前，王启年先去了太子府，把范闲的套路给太子讲了一遍，所以就成了老二赌范闲，太子赌老二的局面。连环套，真把我给骗了！这都是我家大人他的心眼太多，小人也是勉为其难。要是你的妻女真是我抓的，刚才我都把人交给你了。还好他们母女啊不在您手上，这就安全多了啊。话套得好，坑啊挖得妙。二皇子这把是委屈坏了，天天算计人，最后居然被老王给算计了。太子今天完全是找乐子来了，他拉着老二坐下，两人围着三皇子开始说相声。这抱月楼的东家是范家，但抱月楼的二东家是你这长身体的弟弟，这二东家也是你长身体的弟弟。二哥你还真错了，楚军不入皇子之列，他比我小吧，但他排老三，所以这兄弟啊算不到我头上来。怎么着，今日准备把我给拿了？这话说的，我把你当亲兄弟，出了这门啊，我只字不会提的。那我该怎么回报呢？把滕家母子放啊，范闲不在吗？刚刚是我的新手。李承则今天是要被玩到破防，太子不知道哪里学来的计谋，在这个机智聪明的二哥面前是超级好用。老二无奈准备摆烂了，他直言这抱月楼跟自己毫无瓜葛，所以即便闹翻了也无所谓。太子却早有准备，他喊老二出去单聊，点着楼下圆梦的名字，道出了他曾经是流金和花魁的身份，最后被晋王世子李洪成给收了。而这个李洪成又是二皇子的小跟班，所以圆梦这个职业经理人还是抱月楼实际的话事人。范思哲和三皇子不过是对外的招牌和傀儡罢了。所以即便没有证据证明二皇子才是抱月楼背后的掌控者，但只要把这条消息放出，人言可畏这几个字就足够压垮李承则了。眼下他只能低头认输。所以把滕家母子放了，就是我的意思。一句人言可畏我就放人。二五舅，把滕家母子送回住处。快去！让开！给我让开！放开！范无咎这架势显然也是急了，今天这场面二皇子是被玩坏了，几次几乎气得笑场，就连要走的时候还被范闲拿来调侃。能走了吗？请便。言心难测，好自为之。哎，他跟谁说话呢？不知道。一个梗被玩了3次，老二今天是被气坏了。范闲自己都觉得不对劲，心机慎重的老二应该不会这么轻易给人拿捏的。范闲，谢必安，我都死这么多天了，你还跟着使团给我手头气呢？杀他，让他再死一次！话说范闲假死这件事，就只骗到了谢必安一人。范闲都脱身回京溜几圈了，这哥们还天天盯着使团不放，眼看都要到京都了，也不见什么意外发生，基本能确认范闲是真死了。他甚至还夸赞马车上的高达，整日抱着范闲的骨灰说话，乃是忠诚的典范。看来谢必安这武力值是用智商换来的，他如果知道高达实际说的什么，估计能气晕过去。小范大人，你在哪儿啊？眼看都到京都了，你再不回来我兜不住了。而范闲这边在离开抱月楼后，回到王启年的家中，王夫人已经被送回，告知是被陈萍萍提前接走，才让二皇子扑了空。陈萍萍让他带2句话给范闲，一是滕家母子已经被送往儋州居住，二是让他速回使团。范闲和王启年只能上路归队，只是这回去的路上也没那么顺利。谢必安原本准备回京领赏，却偏偏遇上了范闲这个活死人，两队人真是又惊喜又郁闷，便有了开头的对话。谢必安准备再杀范闲一次，冲！就这一轮冲锋下来，马车瞬间变敞篷，谢必安直接跃上马车与范闲对决。他号称京都第一快剑，实力本就不容小觑，而范闲又在秦国萧恩后出现真气紊乱的现象，在这种高端局中难有优势。好在老王灵活，他一边驾着马车狂奔，又趁着两人混战间一个后蹬腿将谢必安踹下马车，谢必安只能骑马追击，然而眼前却出现了断头路。站着，对呀，赌一把，生死在天。两人砍断车轴，给马匹减负，随后王启年骑马飞越悬崖，范闲拽着绳索跟上。大人，咱赌赢了，回去告诉李承则，在京都等着我。大人，不追了吗？已经离京都不远，无法再冲杀使团。这儿，那就算真的活不过来。范闲找到一个转弯的地方，趁着视角的盲区跃上了马车。高达高兴坏了，提心吊胆了多日，总算是解脱了。范闲在耍闹间发现后方多了一个车队，询问才知是北齐大公主的队伍。北齐小皇帝新下的旨意，要跟咱庆国联姻，这一路上跟着使团，天天催路程，多亏小严公子据理力争，这才每天怎么慢点儿。最关键的是，联姻的对象是庆国的大皇子。大皇子常年在外领兵打仗，上一部中更是没出现，如今却突然要联姻，倒是蹊跷。而大皇子这边得到旨意后，换上了便装，带上贴身护卫，
一路快马加鞭往京都赶。老大要回京，边军换了统领，大殿下只带了贴身护卫回京。这么多年，怎么忽然把他给调了？听说要成亲，北齐大公主要和大殿下联姻。看来庆帝的安排，连二皇子都看不明白。但是给范闲制造麻烦，他是从不缺席。听范无就说，大皇子的队伍与范闲使团预计会同日抵达，到时候谁先进城就是个问题。正常情况下，可以分走2个城门互不影响。但李承则就是要刻意制造矛盾，这副下去，巧合也好，修路也罢，总是让这2队走同一个城门。而范闲这边回使团后，必定要见严冰云。刚得意告知自己活过来了，结果严冰云却告诉他活不了了，因为他的死讯已经传遍了庆国。按照这个传播规模和速度，必然是监察院和庆帝亲自铺排的。只因为他们觉得扩大范闲的死讯能够给庆国带来利好，所以范闲如果直接回京，还是难逃一死。好在范闲脑子灵活，他知道只要编出一个忍辱负重的理由，就不算是欺君。如果同时能把文坛传承这件事也给做实了，那免死的问题就更有把握了。他想到了北齐大公主，有她帮忙最合适。范闲，你不是死了吗？见到活死人，大公主自然慌张，可范闲这嘴皮子很快就说服对方配合。第二天一早，大公主就召集2队人马开会，宣称使团终于逃出北齐，和高达2人一唱一和，双簧演得绝妙，称这一路都有大宗师追杀，目的便是庄墨涵的那车书籍。这关系到文坛传承一事，所以蛮夷之地的东夷城就进入了众人的猜测中。而东夷城的大宗师四不见，再次背锅。我本人亲眼所见，贵方使团中有人以一己之身直面大宗师，他以自身性命保住了文坛传承之路，保住了诸位的性命。就在众人诧异之时，范闲一瘸一拐的出场，这次才算是真正的活过来了。早上出发的时候，一切看起来还挺顺利，直到离京都数里远的时候，前面一个人东倒西歪的跑了过来。高达和王启年看着更是眼熟，他便是自带 BGM 的辛弃物。小官大人，然而这小子可不是专程来道喜的。作为礼部鸿胪司的骨干成员，他需要协调入京的各项仪式，所以他告知范闲，大皇子的队伍会与其同时抵达。加上东边官道被大水冲垮，所以2队人马都只能在北门入城。按照辛弃物的说法，最好范闲这边能够通融一下，让大皇子的队伍先进城，以免出现不必要的麻烦，这才是他一路狂奔至此的目的。但这是范闲说了不算，毕竟车队里还有位北齐大公主，本来就催了一路的行程，此时更是要看他的意见。大公主认为自己代表大齐，若真的让了，恐怕有损大齐国威，所以态度很坚决，不让。不让，我也是尽力了。那大殿下怎么办呢？那不成，让他等等呗。那可是皇子，那可是皇子妃。辛弃物这趟是白跑了，只能在原路跑回去准备。北门这边不仅礼乐齐全，就连3位皇子都到位了。这显然不是迎接范闲的，而是等他们的大哥。辛弃物挫败归来，太子撅着嘴冲他示意上前，他故意装作看不到，毕竟是2皇子的门人，当着主子的面自然要表现得忠诚。片刻后，范闲的车队抵达北门，正准备入城时，突然急促的3箭立在脚下，大队人马只能停下脚步。看来这是来自大皇子的警告。随后一大队战马呼啸而来，有了辛弃物的提醒，范闲自然知道是谁来了。臣范闲见过大殿下。大皇子看起来并不好相处，骑在战马上全程冷脸。我听过你的名字，臣惶恐，敢与皇子抢答，胆量不小，却未免愚蠢的些。这是范闲好解释，称北齐大公主在车队，自己也是不得已。这时候大公主也开口，称自己身体不适，应该早些入城休息。此时大皇子还未见过未来的皇妃，依旧高傲的不可一世，并不打算做任何让步，甚至拔刀相向。大公主出面阻拦都无用。别看大皇子现在嚣张硬气，他日哄妻照样卑躬屈膝。突然一阵诡异的风沙掠过，大皇子部的战马出现惊吓，同时示意范闲让开。也许大皇子想借助这种方式强行通过，既不伤害体面，又不需要让路。发进了，让开！然而范闲依旧纹丝不动，随即几匹战马朝着范闲狂奔过来。高达，保护大人！片刻后，风沙过去，范闲依旧纹丝不动，反倒是大皇子的几匹战马死了。好身手，殿下客气，马惊了，咱们这边帮着管管，应该的。马死了，马死了！老高，你这不至于吧？我没出刀，那这马它怎么死了？战马冲锋，不使点劲怎么拦啊？战马死了，大皇子这面子可就丢下了，不找不谢回来自然不乐意。他要求带走高达，把这人给陪马便是。哎，老高，大人不知道，闭嘴！他的事儿我担着。是本宫发的话，不必为难范大人。大皇子这是带兵久了，面子比什么都重要。今天看来是不出点血不行了，他准备再次拔剑，结果和事佬来了。太子殿下到！太子出面按下了暂停键，这场风波才算是暂时平息下来。他最大的能耐就是和稀泥，除了他二哥，似乎跟谁都亲。哥，抱抱。都到家门口了，为何不进去？大皇子刚好指责范闲的无礼，
阻拦自己入城之路。范闲用北齐大公主做挡箭牌，反正谁都不让谁。只是这次不一样了，大公主出了马车喊话，看清彼此的相貌后，大皇子的态度也缓和许多，看来是比较中意的。又有太子做调和，既然有台阶了，大皇子自然也就下了。他还不忘给自己解释，称不是为了拦路生气，而是对范闲迎娶婉儿的目的有所怀疑，所以才要出面教训。反正最后双方是各让一步，太子是一手牵一个，双方共同入城。怎么同时进城？获得一手好心意。沈仲临死前向臣交代，北齐锦衣卫常年与我庆国有走私往来，而我方行此事者就是长公主与二皇子。这算是范闲对二皇子的公开宣战了。从离京到回京，两人斗了一路，但那都是暗中的较量。直到这一刻，当着庆帝与众皇子的面揭露老二与李云瑞的合谋罪行，且不说结果如何，单单这个行为就已经算是彻底撕破脸了。范闲知道老二太多秘密，所以他太害怕范闲活着回来了。甚至早上城门迎接的时候，他第一时间问候的都不是大哥，而是走到范闲的面前，带着很复杂的情绪，捏着范闲的手臂，警告中又带着几分示好的意思。永未谋面，你瘦了。我刚才看见他也是这么说的。二皇子直接给气笑了，只能说太子现在是真犀利。本来想着各回个家，结果庆帝等着这5个儿子吃午饭，这就没得选了。开饭前，庆帝找太子和范闲先谈，随后太子也单独过来了，只剩范闲一人单聊。老二猜出是因为假死欺君之事，所以此时大概率是在挨板子。果然片刻后，范闲就一瘸一拐的过来，说是家宴，只有庆帝和范闲知道，他们都是一家人，所以庆帝心情大好，上来就让范闲讲北齐的经历。范闲抛出沈仲被杀的正事，结果老头子毫无兴趣。朕只关心神庙的情况。萧恩临死前透露，神庙真实存在，就在极北之地雪原之中。是否真的存在，要看见了才能知道。极北之地终究隔着北齐，太方便。世上没了北齐，不就方便？这话说的霸气，带兵的老大都不知道怎么接，只有太子跟上一顿彩虹屁。然而这还没结束，庆帝继续问范闲还有什么八卦。范闲憋不住了，干脆来放个大招，便有了开头的对话。他复述沈仲临死前的话，指控二皇子同长公主密谋，与北齐锦衣卫走私往来，这个罪名可就不小了。老二立马起身，却又什么都没说。也许是见庆帝大怒，想狡辩又心虚，见没人发表意见，太子就怕冷了场，赶紧出来吹风了。陛下息怒啊！以儿臣对二哥的了解，他不可能行此等事啊！这其中定是有什么误会吧？老二这时候心情是很复杂的，他既不能让太子这般随意带节奏，又不知道范闲手里到底有没有实证，所以只能先领罪，同时反驳自己和长公主存在私通敌国行为，最后再试探范闲是否有实锤的证据。可小芬大人如此人物，若没实证，怎会妄言？这话就把问题引导到证据上了。庆帝自然会问范闲要实证。可有人证物证？沈仲就是人证。人证呢？人虽然死了，但做过的事儿总能查得出来。人没有任何凭证，你敢指责二皇子？你是什么人？这话把范闲问到了。他思索了片刻后，只能报出监察院提司的身份，不过职责倒是能匹配得上。同时亮出提司腰牌。庆帝敲了敲桌子，侯公公就领悟了意思，把腰牌从范闲手中取走。庆帝拿到后，直接丢到了后方的水池中，态度已经很明确了。见庆帝即将暴怒，大皇子和太子赶紧出来安抚。范闲一击未中，二皇子便开始反击了。他突然提出晋王世子李弘成对范闲的妹妹范若若倾慕已久，想要请旨撮合此事。晋王世子是二皇子的跟班就不说了，关键圆梦和他还是情人关系，这既是拉范闲入局，又大有恶心他的意思。范闲必然反对，但终究是庆帝说了算。这门婚事朕准了。另外，范闲出使北齐有功，加封1等男爵。你这么喜欢喜庆，那么朕赐你一桩婚事。叶仲的女儿叶灵儿与你非常般配，朕把她赐给你了。我与叶灵儿也并不熟悉。这下范闲可就难受了，不仅妹妹被坑了，还给二皇子加重了夺权的砝码。这叶家不仅有军方势力，叶灵儿的叔父叶流云更是天下4大宗师之一，有大宗师的加成，难怪二皇子如此激动。这饭是没法吃了。庆帝要走，范闲不甘心，强行请求调查二皇子与长公主，而得到的则是更加强烈的回应。你查无实证，一片虚言，不查哪有实证？真是打听了你。此案冤魂无数，罪无可恕，望陛下严查。范闲第一次看完他母亲留下的碑文时，心里想的只是好好活着。至于改变这个时代，与世界为敌，那是他母亲的愿望。他认为自己不具备这样的勇气，躺平享受是他最想做的。然而如今这1年下来，他做的桩桩件件的事，都是在追随着他母亲的脚步，只是他自己没有注意到罢了。直到出使北齐归来，他2度揭露二皇子与长公主的罪行，而得到的反应却是庆帝的偏私，最后甚至连提司腰牌都弄丢了。当太子告诉他史家镇被老二焚烧殆尽，无一人生还的时候，范闲看到了对方的一手遮天草菅人命，也看到了自己的无力感。
他满腹委屈无人诉说，失魂的走到母亲留下的石碑前，用擦拭碑文的方式来掩盖自己的失望与痛苦。他觉得在权力面前，自己也不过是个普通人，改变不了任何事。我就是一个普通人，普通人遇到现在这局面会怎么做啊？会怎么做呀？撂挑子不干啊！提丝也没了，线索也断了，我拿什么查下去？我凭什么查下去？与我何干呢？人啊，就是得学会独善其身。陈萍萍听出了范闲的怨言，他作为教父，自然要发挥引导的作用。他直言范闲对庆帝有误解，虽说扔了他的提丝腰牌，还变相奖励了二皇子，表面上看是保护老二的意思，实际却是另一番用意。说着，他从身侧拿出一块令牌，我把这个给你包了。陛下把它扔到水里，说过要撤你的提丝吗？今天的所言，所有人都能看出陛下在护着李承则，所以从现在开始，这件事就算过去。说白了就是庆帝什么都知道，甚至知道史家镇被屠村一事，明着调查二皇子，只会出现更多的史家镇，反而查不出想要的结果，倒不如表面为恶，暗中调查。化名为暗，这是要我潜在波涛之下寻找暗流，怪不得要扔在水里。想得过多，想得过多，意思是这个意思。可是史家镇没了，如果你要不冷静的话，还有许多史家镇会没有。陈萍萍提醒他，是否真正了解这个对手？即便打倒了一个李承则，还会有下一个。范闲真切地感悟到他母亲的愿景，而这一次，他不再选择逃避。我不想再看到滕子京死了白死那样的事儿，也不想再见到老金头那样无处申冤的百姓。我要替他们说话，我要替枉死之人找回公道。陈萍萍连连点头，这就是他想看到的状态。因为他今天来还有另一份大礼相送。他直言范闲要想办成这件事，仅仅靠一个提丝腰牌和王启年这样一个手下，力量过于单薄，所以他需要帮手。你来京都很久了，应该有属于你自己的麾下。诸葛死后，衣楚没有人知道。我建议你这个提丝先把衣楚担起来吧。衣楚监察京都百官，牵扯极广，既是是非之地，又是鏖战之处。你刚才说想为民发誓，搞垮李承子，这个位置最好。范闲想到萧恩跟他说过的话，他都开始怀疑自己的一生，陈萍萍是不是都已经安排好了？他还真这么问了。陈萍萍告知自己是在帮他。至于缘由，只因为他是叶青梅的儿子。范闲身上所发生的一切也都因此而来。这个答案很坦诚，范闲也算是满意。陈萍萍今天是毫不避讳，甚至连未来的安排都说透了。我可不敢立这碑，立不立碑不重要。我想告诉你，你将来一定会走你娘的路，而且我现在做的就是确保你能走上你选择的路。范闲更加确认萧恩的话，自己这一生就是被安排好的。虽说明知道自己是被控制的，可眼下无论是出于感情还是出于正义，他都愿意去做这件事。太子扮猪吃老虎有多厉害？范闲出使北齐前，他还是一副恩怨分明的态度，不喜欢的事就不愿意去做，不喜欢的人不乐意打交道。可到了第二步，范闲从北齐归来，这位太子似乎跟顿悟了一般，明知范闲是假死偷偷回京，却装作若无其事。什么是好太子啊？不知道才是好太子啊！我人都站这儿了，我看不见，我眼瞎。吴二楼，要知道范闲出使前，表面上可是和老二走得更近，更是把李云瑞逼出了京都。按理说他应该非常讨厌范闲，可是依旧能装出这般姿态。直到范闲告诉他二皇子与李云瑞的关系，李云瑞和李承则同谋，暗通北齐锦衣卫，走私敛财，图谋不轨。太子这下才算是清醒了，人也正常了。但正常后的太子就显露出了他的另一面，杀伐果断，甚至可以说用残忍来形容。范闲提醒不要暴露两人见面之事，叮嘱交代外面的侍卫。太子当面表示会关他们一阵子，可等到范闲走后，太子就把门外的护卫叫到一起。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啊？都跟了我这么多年，留个全尸。当时范闲透露了史家镇这个地方，称是锦衣卫与北齐走私的中转站，那里必然会有老二的走私证据。太子当即便表态会派人去调查。数日过后，等到范闲公开举告二皇子，可又无凭证的时候，他询问太子史家镇的调查情况，只要在此处查出有用的证据，到时候老二一样逃脱不了罪责。可太子则告诉他一个足以震碎三观的结果：史家镇没了。什么叫没了？总不能一个活口都没有吧？我人赶到的时候，镇子已经被烧尽了，一个都没剩。二哥这一手太狠。太子短短几十秒内，白切黑两面三刀，实在吓人。范闲三观都碎了，他可是个现代人的思维，哪里见过这般残忍的手段？太子的言语字字指向二皇子，似乎默认走私镇里的人都是二皇子杀的，为了毁灭证据而惨绝人寰。镇子没了，现在有个说法，意外失火，这就完了。一手遮天啊！太子成功点燃了范闲的情绪，同时将所有的怒火都指向了二皇子。他还不忘提醒范闲，如今的局面下，实证没有了，皇帝又向着老二，要想再出手恐怕不易。这更印证了老二的肆无忌惮。这时皇后身边的宫女来请太子，皇后是太子的生母，最大的爱好就是喝酒，整天微醺的状态。太子见她便也暴露出另一个本性。这整日里端着一袋，我这身子都是僵了。你说二哥天天赤脚在地上走，是不是特别舒服？说完，他真就脱掉了靴子，
光着脚在地上蹦跳，属于完全放飞自我了。可皇后找他来不是让他这般放松的，他提醒太子行为给端庄稳重，太子则称自己日日谨记，即便在东宫也是谨小慎微。皇后立马就打脸，从身后扔出一堆画像，而且画像上的人都没有五官。太子慌了，赶紧解释：闲来无事，作画取乐罢了。这不画脸也是取乐？你要不要我再问清楚，这到底画的是谁？你是太子。太子心虚了，万一真说出来可就尴尬了，当即表态不会再画，又随手拿起画像烧了起来。皇后找他来还有另一件事，石家镇又是怎么回事？二哥反应及时，我的人赶到的时候，他的人早都撤走了，镇上没有留下任何证据。那你又何必放火图镇？因为范闲是个好人，只有这把火烧了，他才能跟二哥势不两立，才会永远站到我这边。到这里事情就清楚了，只能说这个太子心机之深，远超旁人的预料，心狠手辣的程度也不是二皇子能比的。用他自己的话说，这个世上除了疯子，没人能做出这种惨绝人寰的卑劣行径。真相只有一个，二哥行凶统镇。范思哲怎么了？事儿大吗？这么说吧，我差点想把他打死。我经常这么想，我帮你啊。是个误会。那只能下次动手效我。有这样的哥哥姐姐，范思哲真是太幸福了。本想开个京城最高端的会所，来向家里证明自己的能力，结果还是被人利用，不仅会所变青楼，还逼良为娼，闹出了人命。最可怜的是，被哥哥当场打了个半死，结果发现是个误会。虽说他也是被人骗不知情，可毕竟事情闹大了，范闲为了保护弟弟，让他待在家里等他回来，这期间不许出门，也不许告诉别人发生了什么。看来是知道犯了大错，所以这一次范思哲嘴特严，无论他妈怎么询问，都是只字不提。直到范闲跟着使团2次回京，见完庆帝和陈萍萍后，跟着范建一起回家。他第一时间来见若若，毕竟二皇子提出的那桩婚事，关系到妹妹终生幸福。范闲的态度也很明确：若若，你是不是不想嫁？不想。哥知道了，你放心，我想办法。你不想嫁，咱就不嫁。好。真要是不行啊，我带你跑。行。这哥哥可把妹妹宠上天了。接着范闲就要去处理范思哲的事，便有了开头的对话。得知范思哲开青楼后，范建和柳如玉都面色铁青，这事要传出去，范家的名声就滚了。只有范思哲还笑得出来。你说范闲回来了？是的，少爷。我爹特高兴吧？范思哲的笑容瞬间消失了，看来这预感不好。进门后更是熟练的让人心疼。爹，人叫我。哥，你可回来了。这还什么都没问呢，就先跪了，这气氛我熟。一家人还能憋住不笑，也实属难得。范建也不等直接开问，包月楼的事儿你知道吗？谁是东家？我。这不胡闹吗？怎么能做这种事儿？娘，我就是想挣点钱。为了银子，连人都不做了。柳如玉赶紧来劝和，又暗示范思哲出去。范建正要上家法，范闲则解释他也是被人骗。范建态度强硬，无论是否被骗，既然犯错就要挨罚，所以执意要执行家法。范闲再次出来解释，其实我已经打过了。对，范闲他已经打过了。你们见过？见了，上回差点把我打了。长兄如父就这意思吧，啥事都替老爷子办了，剩下就是问明其中缘由了。范闲建议让范思哲起身后，把这件事从头至尾给讲了一遍。说到底还是二皇子给他挖的坑，但事情已经发生了，买卖人口和杀人都是事实。范思哲作为法人自然要担责任。范闲给出2条路，一是他对二皇子妥协服软，二是范思哲离开庆国。就连柳如玉都知道范闲不可能服软，所以只能出国避风头。要北上去北齐也好，那我就陪思哲北上。姨娘不能陪，她得自己去。为什么？这是暗中远行，不是游山玩水。你好歹也是国公之女，你陪着谁不认识？尽管柳如玉和范思哲都不愿意，但范闲告诉他们，这是范思哲独立成长的契机，也是他向家里证明自己的机会。在哥哥的3个证明下，范思哲成功被洗脑。他做不到。我能做到。错误是我犯的，我就承担后果。爹，我愿意去北齐。可你明明在害怕呀。娘，我是害怕呀，可是我也不能走在您的身后，我已经长大了。按照范闲的意思，当夜就得出发，免得夜长梦多。范思哲赶紧去收拾衣服，柳如玉都还没反应过来，儿子已经变了。范建嘴上一向瞧不上范思哲，而这次就不一样了。这小子没让我失望，不愧是我儿子。这些话您倒是当着他面说呀。范建还真听进去了。范思哲收拾好行囊正要走的时候，老爷子出来了。范乾刚才说有些话该当你面讲，你没让我失望。范思哲不愧是我儿子，一路小心，我跟你娘等你回家。在范思哲的脑海里，得到父亲的肯定是他最高的荣耀，所以今日的决定对于他来说是完全正确的。而范闲对他的安排也绝不只是躲避那么简单，去北齐自然有重任相托。他拿出1叠银票，让他作为本钱，尽量的赚更多的钱，这只是其一。第2条更为关键，你到了北齐，第一个先去找郭宝坤啊，然后呢，接下来我跟你说的话记在心，别告诉第2，哪能告诉郭宝坤呢？别告诉第3个，咱说话得严谨。接下来就是 VIP 也听不见的话。出门前，范闲完成交接，监察院派人护送其北上。郭宝坤加上范思哲这一对卧龙凤雏当暗探，
不知道要折腾出什么花样来。陈萍萍让范闲执掌医处，本是想给他增强执法力量的，结果第一天上任时就觉得不同寻常，院内是热闹非凡，如同跟搬家送礼一般。按照王启年的说法，医处和朝中百官都有往来行走，而诸葛死后，这种行为便越发荒唐。等到范闲走入院内，几筐鱼引起了范闲的兴趣。严冰云说这是云梦鱼，产自南方大湖，是出了名的鲜美，而这些冰块则是去年从北方边境凿下来的，再通过兵部的800里加急运送至京都，听起来都觉得荒唐。一个极南，一个极北，800里加急，就为了尝个鲜。这时候医处的小朱发现了他们，刚得知范闲暂领医处后，便急着要进去禀报，被范闲拦住，询问云梦鱼由何处送来。小朱显然不敢说，又急着进去禀报。范闲就知道有猫腻，便直接进入办公室。果然屋内比院子更热闹，打牌的打牌，围观的围观，反正没一个正经上班的。这是要碰了？都认识我吗？小猪都能认出的提司大人，这些老油条自然认得。麻将瞬间不香了，一个个乖溜溜的准备听训。范闲摆弄着麻将，发现竟是琥珀做的。下面人慌忙解释是仿品，是内库送来的，且8大处都有。接着再问外面的云梦鱼，依然没人知道是谁送的，也许是不敢回答吧。这是谁管事？这也不知道？回大人，几位主管都请了假，一个都没来，也是近来无事。这话糊弄范闲这个外行还行，严冰云可清楚得很。医处每月的文书堆成山，不可能这般清闲，所以总归要有人来做事的。而真正做事的人，往往是不会被提及的。处理的主簿，这些杂事都交由他办理。这人在哪？就在侧院，小的这就去叫。不用，我自己去找他。你们呀，接着玩，玩得开心一点。就这样，谁还敢玩？此时这群人还不知道范闲是干嘛来的，只能干等着结果。范闲来到侧院，一个干瘦的中年人在忙碌着，屋内的文书摆放齐整，一看就是自律的人。启田兄，老邓，监察院主簿邓子越见大人。王启年之前也做过监察院主，自然和邓子越相识，所以邓子越虽不认识范闲，也能从两人身份上猜出这位年轻人是谁。只是这人似乎太过圆滑，言语中带着浓烈的马屁味。王启年提醒他，范闲如今带领医部事务，这彩虹屁就吹得更响了，大有老王当年的风范。范闲都听不下去了，来这是聊正事的，他开口就问那几筐云梦鱼到底是何人送来的。邓子越起初也不敢回答，在王启年的催促下，才勉强开口：是检书司和兵部联名送的。一筐鱼还能牵扯到兵部？不是兵部，别人也没本事用800里加急把新鲜的云梦鱼送入京都。那检书司呢？此类鲜鱼都是先送往检书司，再由检书司按品序分类，再依次送往皇宫内院和6部各大臣府上。当然，检书司和兵部会留出一份联名送往医处。这也难怪无人敢说，谁愿意去得罪检书司和兵部呢？至于这些鱼，因为异常珍贵，所以少部分吃了，大部分人都会选择卖掉，而收鱼的依然是检书司。好极了，检书司送来的鱼再卖回检书司，这买卖可真好做。而这只是冰山一角。按照邓子越的说法，因为医处负责监察京都百官，所以京都其他6部也都有送礼，职责就变成了敛财的资本，而这已经成为了默认规矩，不同流合污反而会成为另类，而他邓子越就是这个另类，所以这里堆成山的文书就都由他一个人来干，其他人则可以打着欢乐麻将，请假的请假，摸鱼的摸鱼。范闲算是搞清楚现状了，接下来就是处理了。从今日起，王启年、邓子越协助本提司处理医处大小诸事。大人，那剩余的几位主管，今日不在的，往后就不必在了。不杀鸡儆猴，这帮人是不知道怕，这时候才围过来，怕是已经晚。送来的鱼不新鲜，说明什么呀？说明他检书司看不起我们医处，这谁忍得了？邓子越，属下在，带人把检书司给我封了。新官上任3把火，范闲带领医处的第一天，除了严肃整顿纪律外，他还要把另一把火烧向检书司。检书司估计自己都想不明白，京都6部人人送礼，为何范闲偏偏要拿他开刀？简单说2层意思，一方面检书司背靠淑妃，而淑妃又是二皇子的母亲。范闲之所以接任监察院医处，目的就是为了扳倒二皇子，所以找代公公麻烦，多少有些敲山震虎的意思，同时又能通过检书司这条线挖出二皇子背后的贪腐大王。另一方面就是范闲的私事了。数日前死在抱月楼门口的老金头，就是靠卖菜为生，因为没钱给检书司的代公公送礼，被刻意刁难罚款，最后欠下500两巨债，女儿为了还债才卖身抱月楼，才有了后面老金头的悲剧。当日范闲就放下过狠话，宫里办菜书的代公公听说过，回头我得见见，我也见识王法长什么样。如今正式开战，自然要拿这个代公公祭旗。他以门口的鱼不新鲜为由，让邓子越去查封检书司。邓子越知道检书司背靠淑妃，所以不敢独自带队，范闲便让严冰云帮忙。医处差事与我何干？都是监察院为国效命。那就有劳小严大人。我带队去封检书司，那你干嘛去啊？请人啊，戏台都搭好了，总得有个看戏的吧？范闲太了解严冰云了，只要为国效命4个字一出，这小严公子就会被强行控住。而范闲要请的人
便是赤脚大仙二皇子。快剑自从被耍后，看到范闲就气不打一处来。范闲也不过多废话，抱着一个木桶来，称里头是云梦鱼。一听是吃的，二皇子就来兴趣了。云梦鱼那可是透骨仙，咱们先喝上两口，我让人呐蒸上这云梦鱼呢。范闲今天多少是有些挑衅意味的，直言全城都找不到云梦鱼，更是将木桶中的水倒了一地。老二多少有些生气的，也不想多废话了，正要走，又被范闲拉住。但我知道哪儿有鱼，所以呢？所以咱俩抓鱼去。我跟你去抓鱼，殿下没空。我就说嘛，满京都城里最有趣儿的人就是你了。而检书司这边，面对监察院的查封，戴公公还有些云里雾里，以为只是手下打点不到位，惹怒了一处的某位领导。对于监察院，戴公公是拎得清的，一直是叮嘱下属优先照顾。如今出了这样的事，自然生气。此时哪怕是大黄狗路过，都得挨2个大嘴巴。只是他也奇怪，今天明明都送了云梦鱼去，怎么还会出这样的事？哪位主管来的？都没来。领队的说是姓邓，是个主簿。起来吧！老头子突然就放心了，一个小主簿带队，罪名也只不过是克扣菜钱，根本都不想理会。他甚至认为对方不过是来打秋风的，所以干脆不用去管。在戴公公看来，有人为难他，他就在饭菜上为难后宫贵人，这样就会有人出面去收拾对方。直到一个脑袋清醒的人过来汇报，范闲范大人已经赶去检书司了，公公应该去。我为什么应该去啊？赶去检书司的除了范闲，还有二殿下。戴公公吓够呛，二皇子的母亲可是他的靠山，小太监建议他应该去，所以赶紧换好衣服。戴公公也看出这小太监不一般。你叫什么来着？小的红烛。行，有个伶俐劲儿，你们都学着点儿。是。红烛不仅脑袋伶俐，主意还正。戴公公让他跟着一起去，他直接拒绝。为何抗命？宫里得有人守着，检书司那边若出差错，也好应对。怎么应对？自然是寻淑妃娘娘求情。你留下。小太监这气场，只怕日后是必定要成大器了。戴公公这边人还未到地方，职业病就犯了。他以询问范闲目的为由，向王启年行贿，老王自然照单全收，同时提醒他范闲的想法，无非就是刚上任没拿到好处，所以要给点颜色。戴公公秒懂，拍着袖口意思准备好了，接着又问二皇子为何来此。老王顺势抬起另一个袖口，戴公公懂事的再塞进一张银票。只是这一幕被邓子越看到，老王更是激烈，把老邓拉到一旁，见着有份啊，大家赚钱，大家花。老邓也没犹豫，直接收到袖口里。这其中的意思就多了，到底是试探还是分赃，到底是贪心还是为了举告，暂时都还不清楚。只知道戴公公这边怕是有麻烦了。心虚作祟的戴公公想拉着范闲到一旁说话，见范闲不肯，表示在场都是自己人。戴公公胆子也就肥了，从身上摸出个信封。关于账目的事儿，这里还有一些补充，如果您不明白，可以回去自己看。戴公公送了一辈子的钱，今天是要认栽了。范闲哪里还等得了回家？他当场撕开信封，点着里面的银票数量，1000、2000、3000两，还行吧。看范闲这动作，严冰云都坐不住了。这可是公开受贿，这简直是把把柄往敌人手上送。范闲收完银子后，说话态度也就变了，直呼检书司每天的不容易，像极了拿了好处后心满意足的样子。戴公公脑子都还没转过弯来，事情就摆平了，似乎也太简单了点。二皇子都看傻了，闹了半天喊他来抓鱼，结果竟是看这样的一出戏，连后续都没有了。误会解释清楚就好。好的，算了吧。邓子越心里也不是滋味，上午才讲的要立志清明，现在自己就带头受贿。虽说提拔了自己，但这种做法与其他人也并无不同啊。二皇子一头雾水的离开，严冰云也冷着脸走了。范闲从身后追上去，空留戴公公在原地发呆。他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这么大的场面，自己送了几张银票出去，就什么事都没了。他还不知道这3000两银票将会在大庆朝堂中掀起多大的风浪。范闲这招怪异，连严冰云都没看透，当场就表态会参他。范闲还真希望他这么干。弹劾这件事儿归哪个部门管？除了监察院，说是督察院啊。检察关系好吗？你到底想干什么？我不是说了吗？多找几个人一块掺和。辛苦您啊，把这个消息给我散出去。范闲果然是在挖坑设套，以自己为诱饵，故意受贿，好让人参奏弹劾自己。接着便让王启年把那3000两银票以及账册存档一起交给陈萍萍，如此即便被参奏弹劾，自己也能说得清楚。老王也自觉地拿出那张银票，还有这个，如您所料，戴公公给的，都记上。是。经过抱月楼时，范闲想起刚刚与戴公公的对话，他抛出老金透的名字时，对方居然毫无印象。显然，一个高高在上的检书司公公是不会关心一个草民的生死的。所以，如果他不站出来，这些人一辈子都只能忍受着，看不到什么是真正的王法。这王法若是总见不着，谁还信？当然，我也想见见这传说中的王法，那就让京都开开眼吧。而另一边的二皇子目睹了范闲受贿，也同样看不明白其中的意思。但有一点是清楚的，范闲故意喊他来看戏，又当着他的面收检书司的钱，绝不会是简单的受贿而已。所以看戏依旧是老二能做的事。果然第二天好戏就开演了。督察院多名御史联合上奏，参范闲的贪赃枉法之罪，
庆帝一字不回，只是把奏折送给范闲自己看。等到范闲看完后，侯公公提醒他，按照流程他该上自便折子，然后就等庆帝圣裁便是。如果不上自便折子，就等于打御史的脸，是很不尊重的行为。范闲如醍醐灌顶，不给反应就是扇嘴巴子，那不够吧？随后数日，范闲迟迟不上自便折，督察院深感被羞辱。这还没完，正当督察院内怒气正盛时，王启年按照范闲的指示，给督察院送来一幅字。送给哪位？但凡你们弹劾范大人的，都可以看看。等会儿，等我走远了，你再看。看嘛，淫淫狂吠，这不是骂咱们吗？一看这字迹，就是范闲亲笔无疑。这群言官们直接炸开了锅，再次掀起新一轮的弹劾浪潮。老二果然看到了他想看的好戏，只是那位戴公公可就慌了。这关我什么事儿啊？毕竟那3000两是您给出去的，还骂人家是狗。这不是我骂的。听说督察院放话了，早就怀疑您和范闲狼狈为奸，很可能还拜他做了干爹。太监的称呼就是不一样，戴公公是哭都没处哭去，全京都的人都在看戏，而他就是这出戏的主角。如今钱送出去了，连解释的机会都没有。这是一个曾经满腔抱负的男人，被现实磨平棱角后的样子。哪怕沉寂多年，被新领导重新提拔，他依然战战兢兢，谨小慎微。他用别人送的50两银子，请了全院的人吃肉，自己却躲在办公室吃着面饼。当范闲公开收取戴公公的贿赂时，就已经注定没有回头路了。他必须撕碎老二的面具，而公开受贿只是他揭开这张大网的由头。他把自己当诱饵，让督察院通过对他的弹劾来调查二皇子在京城的势力。对于京都以外的势力，他拜托严冰云和其四部帮忙。而对于范闲自己来说，要调查二皇子在京都的势力，就必须要有可靠的人手。可如今的监察院一处，除了邓子越外，没一个靠谱的人，对范闲更是毫无信任可言。大伙好好吃啊，吃饱了好当差。什么东西？这什么了不起？人还没走远，都这个态度，背后还指不定骂得多难听呢。范闲也懒得跟这些饭桶计较，他直奔侧院找邓子越。老邓一激动，差点被这面饼给送走。范闲上来就是3连问：一问外面人对自己的看法，二问外面人吃肉，而他邓子越为何吃面饼，三问肉钱既然是从公账支出，那公账的肉钱又从何而来？邓子越有些遮掩不下去了，因为范闲这几日查过账，账单上多出50两，而这钱便是当日戴公公贿赂王启年，后者又分给邓子越的。再加上这些年来送往一处的鱼和肉，老邓是分毫未取，加上今日一处吃肉，他却吃大饼。范闲有点看不明白这个人了。一处今日炖肉，可以说是用的你的钱，你自己在这啃这个，怎么着？嫌这钱脏？属下不敢。有什么不敢的？你也不是一次两次，简书司这么多年送来的可不只是鱼肉，山珍海味，天天翻新，处理从良，人人有份，只有你不要。不仅如此，这些年京都各处送上门的礼物，老邓也是一概不收，所以这就让范闲更看不懂了。一个明明如此廉洁的人，为何要收王启年那50两银子？但是我就不明白了，既然你这么廉洁，你怎么不上报呢？属下知罪。你别着急跪啊！我是在问你的罪吗？我问你为什么不上报？老邓只能无力的解释，官场中没有必要去得罪同僚。可范闲却不接受这个说法，因为他做过调查，了解这个男人的过去。他出身寒门，曾在边军养马，当年边军有都尉造假账，借买马料为名骗取官银，是他在重重包围中杀出条血路，将罪证送到监察院。陈萍萍念他孤勇刚直，所以特许入院。这段历史老邓自己听着都感慨，4000多不公，医学因雷霆，蠢就蠢了，马大人。邓子宇，是什么把你变成现在这样？腰也弯了，膝盖也软了。不知当年的你看到现在的邓子越，会不会大哭一场啊？主观吧，人情世故吧，大人。一个中年男人在无奈中哭着笑，这大概就是邓子越现在的状态。他努力地解释自己的变化，是为了适应现在的环境。范闲还知道，原本他有机会升为副主办，却因为仗义直言被一降再降，最后沦落成这个不起眼的主。这么多年，所以你服软了？服，早都服了。那你软就软的彻底一点啊，邓子越。不是与公同尘吗？都已经这样，50两银子有什么可值得上报的？送到门口的礼物有什么不能拿的？既然这样，还守那点规矩干什么？你是想给自己留点脸面，还是想别人夸你有气节？我问你话呢！范闲努力地在唤醒邓子越，唤醒曾经的那个慷慨激昂的男人。老邓直言自己已经没了气节，混到今日只求一个独善其身。范闲直言自己和他一样，求的也不过是独善其身罢了，只不过他有靠山，所以才敢有这样的脾气，而老邓没有，所以他被磨平了棱角。如果他范闲没有那几个爹，10年后不过是另一个邓子越罢了。我这脾气，要是没有长辈们罩着，在京都活不过3天，对吗？做好人收底线，最好先有个靠山。邓子越，你有吗？属下现在你有了，从今往后我就是你的靠山。你可以试着找一找曾经的那个自己，试着把底线往上再提一提，别怕闯祸，我跟你斗着。
不得不说，范闲是人间清醒的，知道自己有什么，也知道给别人什么。陈萍萍的那一套，算是被他学到了。今天来这儿的有多少人是准备看热闹？恐怕都是。那要是看热闹的人自己成了热闹呢？走吧，上殿。范大人，您到底要干什么呀？星期五每次遇上范闲，那都是打开人生天窗般的惊喜，这次自然也不例外。今天是范闲入京1年后第一次参加朝会，可这第一次也是压力山大，因为公开受贿一事，范闲单挑整个督察院，所以庆帝准备让双方来个殿前对峙。消息一出，那京都各大官员，上至皇子下到太监，都想来看个热闹。双方的准备也是十分充足。二皇子这边让人准备了抱月楼的卷宗，明月带上殿，随时准备助力督察院。而范闲这边拜托严冰云调查的京都之外二皇子门客的经济问题，也已经交到了陈萍萍手上。双方只等明日朝会的厮杀。第二天一早，通往朝会大殿的路上是少有的热闹。太子早早在半路等范闲。太子殿下怎么在这儿站着呀？等你啊，专门来看我笑话，你何必呢？太子是没看懂，范闲惹谁不好，非要惹这些文人，即便斗赢了也毫无益处，反而如果斗输了，那就是万劫不复。范闲依旧是轻描淡写的不屑一顾，他甚至觉得能和那帮言官化敌为友。太子是1万个不信，那我就把脑袋拿下来给你当球体。太子不必如此客气。太子是百般示好拉拢，范闲只提一个要求，毕竟第一次上朝，别说礼仪规矩，就连人都认不全，所以让太子给他找个党。太子环顾一周，发现了个最合适的人选，而这个人也发现了太子，正要开溜来着。秦雄，过来过来，我刚才怎么回事啊？怎么就没瞧见二位呢？你陪范闲入殿，礼仪上有什么不懂的，多指点。啊，求之不得，求之不得。星期悟是100个不愿意，这位小范大人出招无规律，被误伤都是有可能的，而自己只想安心的当个吃瓜群众。很快范闲就开始各种好奇了。别几个人怎么一直盯着咱们这边啊？那几位啊，就是督察院御史。原来如此，那他们怎么一直瞪着你啊？你跟他们说，这还俩呢？文您说实话，现如今谁跟您站一块儿，谁跟他们那几位有仇。怪不得星期悟刚刚绕着走，他边走边劝范闲控制住脾气，偏偏这年轻人就是不按常理出牌。辛大人，你说今天来这儿的有多少人是准备看热闹？恐怕都是。那要是看热闹的人自己成了热闹呢？走吧，上殿。范大人，您到底要干什么呀？辛大人有些慌了，自己也是个看热闹的，不知道待会会不会有惊喜发生。入殿后，范闲问早的方式显得极为另类。星期悟向其介绍基本的礼以及每个人应该站的位置，刚介绍完就想走，被范闲拉着闲聊，趁着等待庆帝的时间，问着各种怪异的问题，比如所有人都站着，偏偏就有个人坐在那等。这什么情况啊？陛下给赐的罪，太子都站着呢。他谁呀？枢密正史秦业秦老将军。枢密正史，军方第一人，可不。这还没完，范闲发现旁边还有一把空椅，刚询问是留给谁的时候，群臣突然朝向大门行礼。范闲受宠若惊，别，不至于啊，不至于。这时候他老丈人走进来了，作为庆国丞相，百官之首，这威风是真够意思。秦业在这睡了半天没人敢吵，林若甫直接走到面前，别睡了，都看着呢。啊，林相来了，我没睡，醒着呢。范闲的好奇心还没结束，问完龙以后，他又想到另一个人，就是能在这里坐着的第三人，那便是轮椅上的这位陈萍。太监推车推得好好的，范建半道非要接过去，结果刚遇上个小坡就推不动了。你是往里面藏什么东西了？这么沉！绝世神兵，你说的话一句都不能信。陈萍萍没说谎，不仅藏了绝世神兵，范建也真是老了，任凭他如何用力也上不去。若不是大皇子来了，今天两人恐怕开会都要迟到了。大殿这边，范闲是把主要的人一一会了个遍。等到陈萍萍和大皇子入场后，庆帝也才到位，好戏也才要正式上演。庆帝到位后，直接把范闲的自辩者再给所有人过目一遍。毕竟这自辩者上只有奸臣当道何罪只有8个字。督察院头号辩手赖明成第一个发难，举告范闲的贪赃枉法。范闲自然不承认，赖明成便提出请人证。庆帝不喜欢麻烦，直接让把送钱的戴公公给请来。就在请人证的期间，庆帝又开始调皮了，他让陈萍萍判断范闲是否像是坏人，得到肯定答复后，又让他去看林若甫像不像不法之徒。陈萍萍依旧是更明确的答复，更像。陈院长好眼光，老丫鬟的话您多担待。丞相，陈院长不过跟你开了个玩笑。臣喜欢玩笑。庆帝直言陈萍萍和林若甫都跟范闲关系太近，不好评价他的好坏，便找了个跟范闲毫不相干的人来评说一番。所以那位睡大觉的秦将军就成了最合适的人选。别看这老头开会睡觉，脑子还是清醒的。他一方面称自己只会带兵打仗，看不懂面相，同时又有自己的观点。范闲出使北齐，在北齐王城生我大庆战旗，就连我们这些当兵的看着都觉着过瘾。这样的风华少年不像是坏人。就这话，范闲听了是得意的很。
他这几个爹也跟着沾光，只是这老将军的脑回路谁也摸不清楚，夸人都是角度稀奇。多谢秦老将军。听说你小子勾搭北齐圣女，长脸！这话一出，范闲就笑不出来了。老丈人林若甫的脸都黑了。秦老将军，这些可都是谣传呐！也可能有啊。师傅，真不是。估计这就是这群吃瓜群众想看到的吧。玩笑归玩笑，正事还是要办的。戴公公这边直接被侍卫拖着往大殿走，连鞋子都掉了。若不是红烛提醒侍卫，戴公公殿前失仪的话，他们也会受牵连，恐怕就真要光脚上殿了。这么好的手下，戴公公直呼相见恨晚。可无论如何，红烛也只能保住他最后的颜面。这晚节是注定保不住了。戴公公估计从没想到过，这辈子还能上朝。今日这阵仗，是个官都比他大。上来后，赖明成递给他一本证词，上面描述了当日查封简书司以及自己送给范闲3000两银票的经过。戴公公送了一辈子的银票，头一回见有人当场拆信封还念出来的。这下范闲还没什么事，自己已经百口莫辩了。看我干什么？那你呢？鬼话！莫慌，不就是3000两吗？简书司立口供，这点罪名动不了你。3000两只是冰山一角。这正是范闲想要的节奏，用自己做诱饵，以3000两受贿的罪名来引诱督察院深入调查。戴公公只不过是个案例，先当众把这颗毒瘤给挤了，后面才能顺藤摸瓜，一步步牵扯到二皇子门下。而督察院也是有2把刷子，很快就将戴公公和简书司的罪行调查得清清楚楚。正要将折子递给庆帝时，突然被林相拦下。赖御史，我大庆法度森严，刑部、大理寺乃至府衙各掌其职，就算臣子枉法，也该按律彻查，哪有将罪证递到陛下眼前的道理呀？林相，你的意思是朕不该看这个折子是吗？很明显，这里林相是故意插话。皇帝哪有不能看的折子？他这样做是为将来埋伏笔，因为作为百官之首，林相刚刚的话大有与皇帝争权的味道。说白了，范闲作为自己的女婿，又是陈萍萍和范建钦点的接班人，这妥妥的庆国未来第一权臣。可以庆帝的性格是绝不会允许这种一家独大的现象，所以未来范闲身边的亲近势力势必会一一被剪除，哪怕陈萍萍和范建也不会例外，只留范闲一个孤臣。所以林若甫看得清楚，与其让庆帝纠结，还不如自己今日主动挑事，制造出庆帝对自己的不满，好早日对其削权打压，起码能换来个善终，也能让范闲后面走得更顺些。而且今日这戴公公的罪状不仅不让庆帝看，他自己也不看，毕竟还是要避嫌的，所以只有戴公公自己看了。至于罪证，赖明成说什么就是什么，庆帝便将怒火加在了戴公公身上。陛下，他认罪了。灰飞烟灭。赖明成这把利刃，范闲是选的真准，用它来砍瓜切菜简直不要太锋利。然而简书司的戴公公不过是开胃菜，他真正想揭开的是二皇子及其门下势力的贪腐罪证。所以戴公公死有余辜的同时，也是借此引出赖明成这把刀，继而挥向二皇子。戴公公被庆帝灰飞烟灭后，范闲的第一步目标达成，接下来就是将矛头引向皇子。赖明成自然要继续追究范闲的受贿罪。你敢说那3000两你没拿？那都是拿了，这就是认了。哎，等等，赖御史的意思是说，这3000两我拿了就是受贿？你敢说不是？赖御史啊，你怎敢诬陷皇子啊？这话一出，在场没一个不吃惊的，绝大部分人都会认为范闲说的是那3位皇子，只有陈萍萍、范建以及上面的庆帝会联想到范闲自己。3位皇子更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这就是范闲说的，看热闹的人自己变成了热闹吧。那天在简书司，我是不是当众收的银票？殿下是不是也在？范闲忙指太子，太子一脸问号，自己怕不是梦游去的简书司。范闲反应过来后，又赶紧指向老二，按照范闲的说法，自己如果有违国法，那事情过去这么久，二皇子当时在场为何不参他？岂非说二皇子有包庇之罪？构陷皇子，其心可诛。赖明成被怼得说不出话来。太子长舒一口气，二皇子默默地撤回了一个折子，向庆帝解释自己当日的确在场，但考虑到以范闲的智商和身份，不应该会为了3000两而公开做这样自毁前程的事，所以认为他必定另有所图，才拖延几日为上折弹劾。而这也正是范闲想说的。可是这3000两你收了呀？是啊，真的拿了。对呀，赖御史钓过鱼吗？没有鱼饵，鱼会上钩吗？绕了半天，赖明成总算搞清楚状况了。范闲直言简书司的情况，自己早就有在调查，所以3000两银票刚刚到手，他就转交给了陈萍萍。要调查简书司的想法，也和他报备过。庆帝从陈萍萍口中得到了确认，这件事看似就是个误会。赖明成总觉得不对劲，他反问范闲，当初督察院联名弹劾他的时候，他为何不去自辩清白，把事情解释清楚？范闲等了半天就等这话。赖大人哪敢在那上面解释啊？为什么？一个小小的简书司怎么会有那么大的胆量？这朝堂之上贪腐之辈可不是1个2个。话说到这个份上，朝堂是出奇的安静，这群看热闹的人真的要成热闹。这时候3个皇子心态就有意思了。太子总算看明白这小子的套路，自然得意。大皇子是纯看热闹，
怎么都查不到他头上，反倒是老二心里开始发毛了。本来只是查检疏司，现在变成了查贪腐，这涉及面可就大了。范闲在公布调查结果前，以涉及人员权势贵重为由，无法深入调查下去，来刺激赖明成。毕竟调查皇子，他需要一把好刀。果然，赖明成就上路了。我督察院上下皆以报国为己任，你们监察院不敢查的，我们督察院敢查；你们监察院害怕的，我们督察院不怕。有了这态度，事情就成功一半了。陈萍萍这时候站出来了，他拿出了一本名册，称是各地府衙近期查出的贪官，实则是严冰云提前调查好的名单，上面基本都是二皇子在各地的门客。称因为有些人牵扯面太广，所以原本打算放一放的，今天这个场面下不拿出来都不行了。那陈院长这名册是早就准备好的，凑巧赶在今日，就等着这一刻了。督察院若不愿意接，我们监察院也不强送。在秦业的过问下，陈萍萍直言这里面的名单如果审查下去，甚至会牵连到皇子头上，所以费时费力的活，监察院没有精力去打持久战。一提到皇子，秦业连名单都不想看，林相更是眼皮都不抬一下。说白了，谁都不想惹麻烦。无人敢接。陛下，这名册我督察院愿接。你还是看清楚再说吧。赖明成接过去扫了一眼，再看二皇子吃人的表情，瞬间明白为何陈萍萍要丢出来了。真的是烫手，可以他的脾气，别说烫手，就是断臂他也不会退缩。陛下，如果真有皇子牵扯其中，我督察院也要彻查到底。他们为何跳出来？不是您安排的？我安排个鬼啊！他们为什么在那个时候跳出来啊？太子是万万没想到，看热闹还能把自己给看进去了。这一早上他是被绕得有点晕，明明是看着范闲唱大戏，借着赖明成这把刀去斩二皇子，自己安坐钓鱼台，谁知最后还成了背锅侠。有个细节也许他都没注意到，就在赖明成接下陈萍萍的名单后，朝堂上便有人站出来添柴拱火。天降御史，不畏宗亲，为我庆国铲除奸佞，清正吏治，此乃庆国之福啊！天降御史，庆国之福啊！就这些人说话的时候，老二是用这个眼神看的太子，而太子还一脸茫然，不知二哥是何意。这件事就连范闲都觉得意外，所以下朝后，他向老丈人请教，自己还没开口，林相就看穿一切，而且还暗中助力了他一把。范闲便询问最后说话的那几位是什么来头，毕竟若是没有他们的添油加醋，效果也不会这般好。想知道他们是谁的人了？是您的安排。可是您怎么事先知道我要针对老二呢？这么多年的相位，倒也没有白做。这几位站出来，不会牵连到史博吧？谁说那几个是我的人？不是，那是谁的门下？看来姜还是老的辣。不过范闲毕竟入朝不久，有些人认不出也自然，但作为当事人的二皇子，那可是门清的很。他冷着脸往回走，偏偏这时候太子还过来凑热闹，他还没看出什么问题了，一个劲的跟老二大谈感悟。老二气得牙痒痒，佩服，何以见得好？对着厨子摔碗，太子这手段犀利。什么厨子？太子教诲，臣定当谨记，一刻也不敢忘。太子一脸问号，不懂二哥说什么意思。这时候辛奇物出现了，他可以替太子解决疑惑。咱们接下来是不是得帮着赖御史一起？咱们什么意思啊？太子果然被蒙在鼓里，他质问辛奇物，督察院那几个人办案，他们只需要在一旁看戏就好，为何要自己下场？辛奇物一脸不解地看着太子，看什么？那几位不是殿下您的意思吗？你说哪几位啊？煽风点火啊，夸天降御史那几位啊？怎么就我的意思了呢？他们不都是太子门下吗？不是，什么叫我门下呀？一直都是啊。那我怎么不知道呢？辛奇物好委屈，他只能解释为投效太子门下的人太多，这几位人微言轻，所以太子都没见过。太子懵了都，看热闹把自己看进去。那几个真是我门下？千真万确啊！他赶紧去追二哥，结果对方早已不见踪影，这下是跳到黄河都说不清了。他们为何跳出来？不是您安排的？我安排个鬼啊！他们为什么在那个时候跳出来啊？怪不得又是厨子又是碗啊！厨子？什么厨子？简书司的。太子是气够了，一句都不想多说。这次他绝不是装的，而是真不知情。所以这件事的背后都是林相的谋划，一方面可以助力范闲，另一方面有意挑动皇子内斗，早点惹怒庆帝撸了自己。能做宰相着实不简单。师伯厉害，美女厉害，回来这么多天了，也不去看婉儿爷，怎么北齐圣女不让你去？范闲麻了，这件事都解释不清了，而老丈人的下一句话就意味深长了。让我还在抓紧成绩。范闲第一反应是他的身体出了问题，赶紧把脉确认。吓我一跳，您这身子骨可比我硬朗。世事难料啊。所以既然身体没问题，那就是趁他还在位，早点成亲。而这一点，陈萍萍和庆帝也发现了。明明是太子门下，不是太子。太子门下不是太子指使，还能是谁？庆国国法森严，朕与有容焉。
什么意思？陈萍并告知今天在朝堂上林向兰奏折的那些话，让庆帝很不高兴。这话没错，怂恿太子门下的是林相，他想挑起皇子之争，可这么做对他有什么好处？也是想再看一看庆国未来之王是谁。这眼光未免放得太远了。不光是眼光吧，是手伸得太长了。所以这两人能看出的问题，庆帝自然更加敏感。林相这宰相之位，恐怕将如他所愿，做不长久了。当智谋斗不过范闲的时候，二皇子就准备上手段了。离开皇宫后，二皇子再次清空了街道，堵上了范闲回家的路。老二也不绕弯子，直言那名单上的人并非所谓监察院调查结果，而是范闲亲自选出来的。范闲也不回避，默认的态度，根本就不想多说什么。老二便直接明牌，那名单上的都是我门下，你这也太会挑了。您门下，我斗胆问一句，这6部9司各道府衙，您个人门下究竟算是隶属哪个部门？什么编制啊？私人交往，只是朋友，那就没事。殿下放心，交友不慎，不为过分。那我可太欣慰了。殿下以后注意。狠话低声说，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吧。老二称自己马车就在前方，请范闲共走一段。范闲知道有危险，但也无所谓。在这京都，只要大宗师不出现，没几个人能拦得住他。老二从来的是做着最坏的打算，说着最好听的话。凭良心说，自打你来到京都，我对您一直是欣赏有加，乃至掏心掏肺。哪怕到如今这步田地，我依然能再退一步。您策上哪些，查就查了。我希望呢，到此为止。做人嘛，别太过分。范闲现在可不跟他讲情面，直接拿国法和御史来回应。老二直言他是在把人往死里逼，范闲依旧半步不让。又没犯法，你怕什么？我不怕死，你可真勇敢。京都城内谁都会死，但不是我。二皇子话音刚落，谢必安就一连串的轻功从房顶上下来。范闲丝毫不慌，且不说一个快剑根本拦不住范闲。范闲出门还有个形影不离的老王，二皇子又不会武功，2打1还不是玩一样。哪怕二皇子还有其他埋伏，但如今的范闲也是有团队的人。老邓直接带着一处的人出现，这样的局面下，老二是半点便宜都占不到，更别说杀人灭口了。既然武力制服不了对方，他便开始耍阴招。我知道你送范思哲北上，范闲自己都笑了，又是这一招，就会挑软柿子捏。老二直言自己派人去接了范思哲，算时间也快回到京都了。范闲根本不慌，只是提醒他交朋友要小心些。看来是早有防备，自认为阴招得逞的二皇子便自信的离去。只是他心里这股气，还是要找地方撒掉。必安，你说的没错，是得有个回应，不能示弱。听说抱月楼出了命案？没有啊，这不才听说吗？这下明白了。当天的暴雨下，袁梦遮掩着面庞从抱月楼走出，身后几个打手冲进了抱月楼，拉出了一位姑娘，青天白日当街打死。等到袁梦消失在京都后，3人也快速离去。等到范闲赶到时，人已经断了气，而且袁梦走之前还留了封信下来，说这抱月楼的东家就是范思哲，而且楼里边逼良为娼，时常打骂。这个信一样的还给京都府送了一份。既然是袁梦留下的，那必然是老二打出的组合拳。本以为死的是一名普通的歌姬，可当范闲掀开席子时，一个荷包映入眼帘。范闲小心地打开，悲剧的一幕发生了。这张纸是范闲送给老金头上台表演的，所以她就是老金头的女儿无疑了。这一家人的悲剧还在上演。他怎么还在抱月楼？我不是给他卖身契让他回家吗？但凡这姑娘进了这种地方，她一辈子都要打上青楼的烙印。再说老金头已经没了，这姑娘她哪还有家呀？在得知凶手没有任何挑选，而是直奔金家姑娘后，范闲的怒气值暴增。这是用一条人命在给他上眼药，亦或者对方根本就不在乎死的是谁。至于凶犯，也早已不知逃到何处。在二皇子的眼里，一场暴雨过后，仿佛所有的罪孽都会被洗刷干净，他又要赢了。那死了的歌妓叫什么名字？要不我去查查？算了，无所谓的，谁会记得？你说这下一场雨会死多少蚂蚁？殿下都安排好了，那3名凶犯落网之时，才是范闲真正的末日。范闲回府时，一个老熟人在等他，那便是晋王世子李洪成。他既是袁梦的情郎，又即将成为范闲的妹夫，这关系真让范闲恶心。他今天来找范闲为2件事：一是袁梦出事，他自然被牵连，所以来划清界限的；同时告知自己不知袁梦下落，所以请范闲为其保密，不要把他和袁梦的关系公之于众，毕竟涉及到人命，脸面还是要的。第2件事就是关于若若。你也帮我跟若若说一声，自从赐婚之后，我再也没见过袁梦。世子，别再跟着老二了，我不希望有一天亲手拿你。什么叫棋逢对手？说的就是范闲和二皇子。二皇子制造了抱月楼命案，通过袁梦留下的信件，将脏水泼给了范思哲。督察院便将矛头指向了范家。范思哲因为提前出国避难，又没有官职，督察院只好联名弹劾范建于范闲。所以为了接二皇子的招，范闲做了2件事：一是让监察院1处全体出动，将袁梦与晋王世子的关系当成八卦传遍京都。只要民间百姓认定李洪成和袁梦的关系，那自然会想到李洪成背后的二皇子，那抱月楼真正的东家也就从范思哲变成了二皇子。毕竟抱月楼是有人命官司的，
而且逼良为娼、买卖人口，这可都是庆国的重罪，无论二皇子还是范家都吃不消，所以锅甩给谁，谁就倒霉。所以范闲借督察院来调查二皇子，那二皇子也用督察院这把刀回敬范闲。范闲于是便做了第二手准备，他和范建从此称病在家，不上朝就无法当面对质，只要拖到抓到凶手后，一切自然真相大白，如此便可让督察院束手无策。可老二不是吃素的，既然装病不出，那就找个太医去看看。为了防止范闲吹牛皮，谢必安还找了个技术高超的老中医，毕竟父子俩都是装病。突然来了太医问诊，这个可把若若给担心坏了。太医来了。范闲倒是镇定自若，他之前已经给范建做了安排，特意调制了一款毒药，毒性不高，见效快，而且口味极佳，把范建馋的当时就想试试。口味我可是特地研制过，讲究一个入口柔一线喉。那我先尝。如今太医来了，装个中毒症状还是很简单的，就是把柳如玉给整懵了。这装的也太像了，连舌头都是紫色的。太医把脉过后得出结论，范尚书不是生病，完了，而是中毒。中毒好啊，好糟糕。柳如玉是给整不会了，从来没见识过范建还有这本事。太医来一趟不容易，又是带着任务的，所以看完范建的病，还坚持要去确认范闲的状况。可范闲作为废界的徒弟，那可是制毒高手，所以这招他不能用。等到太医来到屋内时，他就成了这个模样。这位是专程从太医院赶来给你瞧病的。多谢。哎呀，大人，这状况看着不像生病，更不像中毒。尽管王启年在一旁捣乱，还是让太医给诊出病因了。脉象又是中毒？不是中毒。你家大人有没有被什么撞过吗？他气血紊乱，不像生病，更像重伤。既然确认了是真病，太医的任务也就完成了，留下个药方就回去汇报工作了。若若拿来太医开的方子，范闲看完的都直夸太医有水平。方子没问题，太医是有真本事。你是怎么骗过来的？我们学武的，装个病再容易不过了。范闲说的轻松，无非是怕若若担心，因为只有他和王启年知道，自从与萧恩大战过后，范闲的真气就一直不平和，像是修炼出错了一般，所以刚刚也不过让真气再错乱了一回，让太医看起来像是真的受了重伤，所以二皇子得到的回报，也就是范家父子没有装毒。我能理解，范闲的伤哪来？既然无法上朝，那督察院就没办法深入调查范家，二皇子的戏也就暂时落空了。虽然这一轮对决范闲赢了，可二皇子还出了另一招。既然范闲在民间散布流言，公开靖王世子与圆梦的关系，那他就在官场传递消息，把范闲借刀杀人这一招夸张放大，造成人人自危的局面。既然范闲能这样对二皇子，那必然也能这样针对任何人。这京都官场好人可不算多，未必有人会在乎人命关天。可他们在乎他们自己呀，不能老在家待着，走个亲戚。二皇子说的亲戚，便是去看表妹林婉儿，又想来个釜底抽薪。而范闲这边也得到了风声，因为老二散布的谣言，官场对他的这种借刀杀人行为已经有所警觉，长此下去必定会人人自危。所以范闲想了个办法，除非能让他们觉得没那么阴险，就是年轻嘛。范闲直接出门，他也准备去见一面自己的未婚妻，故意给外人看到一个现象，那就是他无法上朝却可以去见女朋友。那些朝臣们必然认为这位公子哥竟干荒唐事，从而缺少臣服，自然也就不会在意他借刀杀人一事。虽说此办法能化解二皇子的阴招，但下一步行动，他又和二皇子想到了一起。当他走进皇家别院，看见叶灵儿磨刀时，大概就知道今日不同寻常。一询问才知，是这姑娘的未婚夫来了，也就是二皇子李承泽。大宗师的徒弟脾气就是暴躁，遇见未婚夫就用这种方式招待，哪怕对方是皇子呢。究其缘由，还是那桩婚事，叶灵儿十分抗拒，才有了这种杀皇子的念头。然而范闲作为情场老手，一眼看破叶灵儿的心虚，砍个脖子而已，哪里需要磨那么快？刀没磨完，酒都快喝醉了。干什么？他脖子可没这柱子硬，这刀够快了，杀人足够。你根本就不敢杀他，你所谓横刀只不过是摆个姿态，告诉所有人你心里不满，然后指望借着气势把他吓走，你只不过在逃避罢了。看破又说破，这就是范闲的风格。叶灵儿也直言自己心虚，甚至连京都都不敢逃出去，毕竟自己身后还有叶家，抗旨的罪责他很清楚。范闲给他指了一条路，我可以帮你啊。这什么？剧毒，服下半日后七窍流血而亡。半日之后啊，没有人想到咱俩动的手。你疯了？你不是讨厌这婚约吗？那也不能杀人呐！你们有多大仇，非要毒死他才能解恨？本来范闲还只是在开玩笑，可这话一出，让他想到了滕子京，想到了金家妇女，还有史家镇的村民，这仇一瓶毒药恐怕都不够。所以当他准备进屋时，听见了二皇子在给婉儿讲抱月楼的事，大概就是往范家泼脏水的意思，甚至把那几条人命也都算在了范家头上。这些话范闲自然忍不了。这也算是给叶灵儿打个样，哪怕是吓人也得这样，气势一点不能少。老二是被吓得魂都没了。不好意思啊，手滑了。与紧张的氛围相比，婉儿时隔半年再见范闲，立马就忘记了刚刚所发生之事。趁着下人收拾屋子的时间，4个人坐到一起吃个午饭，只是氛围就微妙得很。老二看着范闲与婉儿亲亲密密，秀了半天恩爱，而自己的未婚妻就知道埋头喝酒，
毫无半点互动的意思。范闲觉得秀够了，就开始找老二麻烦了。按理他现在是病着的状态，不应该出现在这里。范闲直接不装了，你不是病着呢吗？没事，装的。装的？那你爹呢？也一样，也是装的。家风使然，全家装病，这算不算17军啊？我还得替你瞒着。殿下少说2句，不然我一会儿还手滑。气性真大。稍微引导下，氛围就不一样了。老二还想让婉儿正名，自己一直在替他说话，却没想到那可是范闲的媳妇。你要是觉着心烦，咱送客。这么无情啊？不用，有些事情不如当面说清。范闲开始算账了，他抛出抱月楼外惨死的姑娘，以及几乎死在同一位置的老金头，告知两人是父女关系。可老二完全冷血的表情，全然不知道的样子，甚至把这逼良为娼、家破人亡的罪名反扣到范思哲的头上。2条人命，你就没什么想说的？可惜没了。我该说什么呀？京都这么多人，每天都有人死，撞到谁头上我能预测呀？除了可惜，你让我说什么？范闲直接给气笑了，命如草芥在老二的嘴脸上表露无遗。范闲举起酒杯，在与老二碰杯的一刻撒下毒药，随即如祭祀般洒到地面，敬所有无辜死去的百姓。显然老二对被下毒一无所知，还喝到了肚子里。接下来要热闹了，因为另一对有趣的灵魂来了。今天的皇家别院也真是热闹，本来屋里这2对就够能闹腾的了，这时候屋外又来了一对。司机王启年正等着范闲时，突然北齐大公主从面前经过。这还快啊？太慢了，这还是动了。可能是太无聊了，还要去教育一下自己的马。这时候大皇子来了，老王展示了一把什么是临场反应。哎，殿下，你不是范闲身边那个吗？对，是我。在城外，我的战马就是被你打死。不是我，那是高达，站我旁边那个。你叫什么来着？在下邓子越。之前是这名，还正是啊，邓子越，记住。老邓莫名就背了大锅。话说大皇子和北齐大公主一起是来见婉儿的，一个刹不住车走过了，一个去寻人。等到2人来到屋内时，3对夫妻算是凑齐了。大皇子看着粗线条，实际上心思敏锐的很，早看出这氛围不对。刚刚聊什么了？感觉杀气腾腾啊！大哥说笑了，就是闲聊。我在边军待这么久，杀气不太会看错。你知道我的，我从来都是能退退，能让让。真的吗？3对夫妻也就这俩怪异的很，说话都这般客气，还冷冰冰的。说白了，只有他俩没看中对方。殿下，我看了你好一会儿，你很有特色，但我还是没法喜欢你。所以呢？你对我呢？差不多。那咱们应该共同努力，把这婚约给退。老二虽然不喜欢叶灵儿，但他可不想退，毕竟叶家可是有大宗师的背景，所以庆帝赐婚就成了最好的礼物。说到逃婚，大皇子自信地称自己做过很多预案，结果大嫂立马就来兴趣。你准备什么时候逃离京都？怎么谋划的？我能一块参谋参谋吗？这脑回路把大皇子给转晕了。头一回见这样毫不忌讳的。你帮我参谋逃婚？我从小到大就想逃出皇城，只不过都是做梦罢了。没想到遇上一个真的，这方面我有很多构想，也许我可以帮你。暂时不用。为什么？现在看来不需要他。在场之人800个心眼，加上这大公主，就变799个了。这天真的样子，可把大皇子给拿捏得死死的。反观叶灵儿就没这么洒脱，她也想逃，却又顾及叶家的安危。这时候老二开始使坏了，他借范闲洒脱的性格，故意引出北齐的话题。果然大公主就上钩了。小范大人在北齐的传闻其实都不是真的，尤其是多情2字。殿下，咱们这儿没人提这2字啊。你是传闻很多啊，你和朵朵谁不知道？心有灵犀，情根深重，相见恨晚。不仅范闲揪心，对面的大皇子也跟着发愁。这样媳妇根本劝不住，怎么使眼色比动作，那都是视若无睹。这还不够，他还要凑到婉儿的耳边确认，他是否都听过这些传闻。早就听过了，所以这次前来拜访，就是为了辟谣。小范大人与朵朵绝无私情，传闻是假的，不能说假，那些事情倒是都有。都有是吧？是，什么殿上诉衷情、寿宴双飞舞啊，都是真的。这看似是给范闲解围，却又句句都精准踩雷。见婉儿要秋后算账的意思，又赶紧出来加把火。但是这些都是逢场作戏，小范大人与朵朵只是性情相投，有些默契而已，其他情愫绝对没有。真是越描越黑，范闲再也坐不住了。殿下啊，你说你马呢？我是说你的战马呢？在门口啊。我能去看看吗？那你去呗。那你能带我去吗？哦，好吧。既然出去，肯定也要把这货给带出去。他质疑大公主来这里的目的，对方反而振振有词，直言自己受太后的嘱托，因为范闲执掌南庆内库，与北齐有生意往来，所以要照顾好范闲。所以于公于私，我都要保护你。保护我？对呀，我特地来见郡主，就是为了帮你澄清误会。澄清？那我真得多谢您啊。应该的。若不是大皇子和北齐大公主的出现，打断了范闲的节奏，恐怕当场就要让这位傲娇的皇子低头。虽有插曲，但该来的还是要来。在婉儿点破二皇子今日的目的后，这饭局也就差不多结束了。
他询问完叶灵儿是否还杀他，得到否定的答案后，便准备起身离开，结果被范闲拦下了。你怎么不问问我呢？老二没明白，范闲又给他演示了一遍。麻烦举个杯。范闲借着大皇子的杯子，给老二表演了一次下毒过程，这下就懂了，瞬间慌乱了。你在酒里下毒，京都那么多人，每天都有人死，只可惜，我还应该说什么？你还想让我说什么？这是刚刚范闲提到金家妇女时，老二回给范闲的话。既然他是人命如草芥，那就让他自己也体验一下死亡的恐惧。老二还不敢相信，他质疑范闲是否有这个胆子，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给皇子下毒。范闲的表情很复杂，没有肯定也没有心虚，像是在告诉他可以赌一把，毕竟命是他自己的。作为对手，老二太了解范闲了，他做过太多惊人的事，所以今天杀个皇子又能怎么样？想到这里，心理防线瞬间就崩了。什么毒啊？什么毒啊？解药在哪儿呢？范闲要的就是这个效果，不是不怕死吗？嘴上吹得再厉害都没用，只有自己接近死亡了，才会产生恐惧。他再次用老二的话回他：生死无常，咱们呀看开点儿。这话是我今天刚学的，还真不错。看得出来老二是真慌了，甚至想动手抢药。只是他越是这样，范闲越高兴，知道自己也怕死就好。随后他拿出一个小药瓶，倒出一颗药丸。拿着，这又是什么呀？我说这是解药，你敢信吗？随后直接拉着婉儿离开。东家都走了，客人自然也要走。大公主看了一场好戏，心满意足的离开。媳妇都走了，大皇子自然要跟着。老二彻底慌神了。大哥，跟范闲好好说说，实在不行服个软也行。大哥也走了，老二这下更慌了。本来大胆吃掉这解药就完了，结果叶灵儿还上来补刀。这才是毒药。什么？你说什么？这是毒药？你怎么知道？范闲亲口说。所以说刚才酒里没有毒，这个是我，是吗？啊，你说呀！我也不知道啊。这可就麻烦了，还不如不说呢。本来狠下心吃就是了，现在吃也不好，不吃也不好。那个号称不怕死的二皇子，此时却如此害怕。生死一线，好久都没这么刺激。放在嘴里犹豫了片刻，还是吃下了。看来他也不敢相信这个媳妇的话，毕竟刚刚灌了那么多的酒，保不齐就记错了。辛苦送我回府吧。如果在半路上我死了，就得麻烦你了，替我收尸。这老二胆子也真是小得可怜，回去一路都是担惊受怕的。他这辈子第一次坐车这么端正，还以为自己真的要死了。到现在还没有死啊，看来不用替我收尸了。你猜到那枚毒药是假的了？猜不透，分不清。那你为什么要吃啊？什么都猜透了，活着还有什么意思？你可能会死啊！我死了是好事儿，婚姻不就解除了吗？估计是知道自己不会死了，又开始装了，而坏心思又开始上头。他故意把叶灵儿带到府上，准备用抱月楼凶犯落网来给叶灵儿洗脑。殿下，抱月楼凶犯落网了。真的？抓到了？谁抓的？监察院一处。我告！监察院提司范闲范大人下令杀人，小人句句属实，绝不敢狂瞒。金家女儿被打死的那一天，谢必安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殿下，都安排好，那3名凶犯落网之时，才是范闲真正的末日。原来当初的铺垫都是为了这一刻。自从抱月楼的命案出现后，二皇子一直试图利用范思哲这个法人身份，将脏水泼到范家头上。他不仅利用命案让督察院来调查范家，甚至亲自前往皇家别院，试图以此来改变婉儿对范闲的看法。最后计谋不仅没有得逞，反而被范闲用假毒药给吓得半死。眼看舆论战没用了，他事先埋好的雷也该炸出来了。当初那3名凶犯行完凶后，便突然销声匿迹，京都府查找多日，却半点线索都没。而这一日又突然有了眉目，老邓带着监察院一处的人，将凶犯所在的院子给围住。老邓身先士卒，直接来了个瓮中捉鳖。而此时的范闲正在陈萍萍的府中，对于外界的动态，这位院长是了如指掌。他知道抱月楼凶犯被抓，也知道范闲在皇家别院的下落。范闲坦言当时的毒药是真的，只不过在碰杯时又将解药也撒了进去，所以老二喝完也不会中毒。他需要按照他母亲的意愿来办事。遵法杖剑。所以接下来审问抱月楼的凶犯就十分关键。等到他回到检察院时，邓子月却突然跪下认错，称自己办事不力。属下着急了，你没回来之前，我带人先把他们都给审了。没审出来？是没审好。这就有意思了。老邓不安地掏出了供词，老王看完后怒气冲冲地来见凶犯。这是你的证词吗？啊，你招的？我想清楚了啊，到底是谁指使着你们？老王之所以这般生气，是因为这几个人的供词全都指向了范闲，所以幕后真凶是我。我们也想骂，可实在是经不住严刑拷打，还望小范大人见谅。严刑拷打了？没有，根本没动手。我告他们自己主动全都招了。事情到了这一步，范闲基本就搞明白什么情况。所谓的抓捕线索，不过都是老二提前安排好的，人犯落网也是他们泼脏水的步骤之一。然而这种供词还不够有说服力，所以老二必定还有其他花样。
这时候京都府来人，要求提走3名行凶者，说白了就是利用京都府把这份供词给坐实掉。因为按规矩这人犯就该归京都府管，所以范闲也不打算留人。老二这招玩得好，一处亲自抓的人，京都府来审，至于审出什么结果，谁都无话可说。反正如今明知是栽赃陷害，都还要接着。果然人进了京都府后就不一样了。为了把戏做足，3人足足挨了一遍刑具后，才开始招认。我招！监察院提司范闲范大人下令杀人，小人句句属实，绝不敢狂瞒。而且二皇子这边，谢必安还故意当着叶灵儿的面汇报了整个过程和结果，这心思也太明显了。两边的斗智斗勇再次开启。范闲这边来到老丈人家，林相也跟着着急。刚想到利用新任京都府尹与二皇子交往密切的漏洞来反咬个屈打成招，刚好二皇子这边也想到了这个问题，便提前把人押送至刑部。老丈人年龄大了，脑子反应自然不如范闲快。范闲早就得到了消息，还提前让邓子越调查了3名凶犯的背景，果然是大有收获。此3人皆有命案在身，可以说是血债累累。按庆国律法该怎么判？若不是还要查证鲍月楼命案，当判斩立决。有了这条线索，范闲心里就有主意了。既然是杀人犯，那找几个仇家来寻仇也不是不可能。老丈人质疑他的这个想法，毕竟谁都会认为是他范闲在杀人灭口，可范闲也不会蠢到让自己人这么干。既然老二可以栽赃嫁祸，那他也可以。重点就在于杀人灭口，所以问题的关键点就在于是谁来动手。得知二皇子将人犯押往刑部的时候，他直接来了个杀人灭口。即便杀手经过了伪装，高达的眉眼还是很好辨认的。虽说是来杀人，可高达还真是有分寸，3个杀人犯一个不留，京都府的护卫是一个不伤。为了把戏做足，逃走前还故意挨了护卫的一记飞棍，然后假装受伤跌入屋内，估计这一闷棍还挺疼的。他再招呼队友抬来一个人，衣着打扮都和自己相似。等到京都府的护卫上楼后，这人就成功当了替死鬼，当街杀了3个凶犯，还打伤一群护卫，这罪名可不小，抓到就是大功一件。二皇子会玩栽赃陷害，范闲也同样会。谢必安再次来汇报信息，而这一次显然要紧张得多。京都府大门外有刺客出手，将3名凶犯当场击杀。这么刺激，都死了吗？都死了。谁杀的他们？那要看是他们把谁供出来了。范闲？不会吧？到这里二皇子还很自信，一定是自己的计谋到位。范闲忍不住出手了，故意在叶灵儿面前阴阳怪气。刚好又得知有1名刺客被抓，老二这就更有把握了。谢必安也想一次说完，可又顾及叶灵儿在场，欲言又止的样子。什么表情？被抓的刺客已被确认身份，是范无咎。老二彻底蒙圈了，范无咎明明被他派往北上抓范思哲去了，怎么可能会出现在刺杀现场，而且还是给自己帮倒忙？这下刚刚的那些猜测就全被推翻了。叶灵儿立马反应过来，买凶杀人的和范闲无关，谁是范无咎的主人，那就是谁干的。老二自然死都不承认，但也怎么都解释不清了。我看不懂了。实不相瞒，我也看不懂。京都府这边，侍卫也一眼就认出了范无咎，毕竟天天跟在老二身边，谁都知道他是二皇子的心腹，而且又是9品高手，除了二皇子，恐怕没人能指使得动他，所以这件事就由此反转了。因为早有传闻，抱月楼的背后可能是李承泽的手，所以京都府都站在老二这边。之前的供词都是假的，如今人要送到刑部，就可能会翻供，于是李承泽就杀人灭口。前后因果都说得通。老丈人都佩服范闲的脑子，一般人谁能想出这主意？只是他很好奇，范无咎为何会在现场。范闲告知是在北上的途中，范无咎抓捕范思哲时被反向擒住。按理说范无咎可以解释自己不在场，但又不能说自己去抓范思哲，毕竟范思哲身边的护卫都是监察院的人，对监察院动手，那就等于叛国谋逆，这罪责就更大了。所以范无咎别无选择，只能闭口不说。可这样问题又来，这老丈人毕竟是宰相，马上就能抓到重点。以范无咎的刀法，一般9品都未必能留住。确实如此，谁能擒他？那自然不是一般的9品了。范闲这话说的就大意了，毕竟他身上还有杀林拱的嫌疑。当时林若甫就怀疑范闲的身边有一位绝顶高手，如今刚好可以坐实这个猜测。到底是谁出的手啊？范无咎醒来后自己都懵，莫名其妙就到京都，还被五花大绑上了。在哪儿？京都府前，杀人灭口事情都做了，装傻有意思。这又傻了一个。范无咎满脑子的问号，他努力的回想，在追上范思哲马车的时候，出现了一个人，那便是北齐圣女海棠朵朵。本以为是一场天崩地裂的碰撞，结果却是碾压式的被暴打。海棠作为大宗师嫡传的9品上，打他这个普通的9品刀客还是很轻松的。至于吗？是可杀不可辱。不喊还没事，既然喊了，就来个更猛烈的。二皇子手下8大金刚之一，范无咎的日子到头了。说的不远。只是提到了海棠朵朵，本以为老丈人又要替女儿吃醋了，范闲还心虚的解释了半天，结果对方根本就没这么想。你这种不要脸的劲儿，正是我们林家未来数十年的希望。
范无咎这一手用到此处绝妙，此事诬陷真凶，所有图谋到如今全数逆转。这一举，李承则已露败相。他是二皇子手下8大金刚之一，作为一名九品刀客，堪称庆余年里的打野宫本，却没想到在齐国边境被海棠朵朵给反了眼，又被范闲狸猫换太子，变成了杀人灭口的罪犯，在一连串的蒙圈中，成为了天牢的阶下囚。他什么都知道，却一句话都不能讲。他不能说出二皇子的秘密，更不能讲自己去抓范思哲，拿出不在京都的证据，只能默默替二皇子背下所有罪责。不出所料，谢必安第一时间来天牢看他，因为到现在二皇子都没搞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范无咎告知是在北齐境内，刚要对范思哲下手时，就遇上了海棠朵朵，自己与其对战时败了下来，随后被监察院的人秘密押回京都关押了几天。今日被打晕后醒来就到了京都府，他并不清楚发生了什么。谢必安告诉他，原本那3个杀手是二皇子用来陷害范闲的，可他的出现反而让老二陷入了被动。要杀我，我现在还不能死，那接下来怎么办？第一，追杀范思哲的事不能停；第二，京都府前行刺，找一个合适的理由，绝不可牵连殿下。我现在这个身份，说的话他们不会相信的。信不信不重要，起码明面上过得去。行。虽然没有把死说出口，但也大概是这个意思。也许是太不甘了，羊驼将军的眼泪都忍不住翻滚下来。当谢必安问他的心愿时，他还是忍不住问了句：老亲，我是不是没有机会参加传位了？谢必安没有回答，苦笑中已经给出了答案。替我谢谢殿下，他至少给过我希望，跟他说谢谢。这话说的是有多无奈。参加春闱是他最大的心愿，他虽是9品刀客，可真正喜欢的却是读书，习武只不过是兼职而已。你还真天天看书啊？以前没见你这么夸张啊。春闱将至了，我也得好好准备准备。那么你打算科考？哪个读书人不想金榜题名啊？读书人还盯着刀呢。习武是我逼不得已，我从小到大其实是个文人。哪怕知道自己命不久矣，他最后的希望依旧是看着书离去。麻烦你个事儿，说让我带本书，就一本，剩下的书大本就行。谢必安仰起头，无奈地从怀中取出一本书，这是二皇子让他提前备好的。他还是很了解这位手下的。最懂我的还是他，跟殿下说谢谢。这大概就是士为知己者死吧。虽说立场不同，可情谊却是真的。谢必安心里也是复杂的很。没有出事前，范无咎和他是一样的，可一旦出事，这就是下场。一种兔死狗烹的悲凉涌上大脑。他突然转头问了一件事：他们对你怎样？有肉吃吗？怕是看到了自己的将来，提前问伙食了。谢必安走后，范无咎自己编了个理由，谎称自己因为二皇子与晋王世子的关系，认识了抱月楼的圆梦，偷偷瞒着二皇子办了几个卖身契。后来见东窗事发，便雇凶杀人。至于买凶，他也是故意冒着范闲的名义，想要栽赃给他，接着又怕被凶犯招供出来，最后查到了自己头上，才有了在京都府门口杀人灭口。编得还挺完整，反正把二皇子与这件事是摘得干干净净，同时也把范闲的嫌疑给洗白了。刑部对此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事情就这样过去了。至于二皇子，除了痛失大将外，他眼下要考虑的是海棠朵朵和范闲的关系。这个海棠朵朵跟范闲是不是有私情啊？我觉得不是。那为什么要帮他？因为范闲是内库未来的主人。谢谢啊，走了。等会儿，你刚叫我什么？爱听这个，但我只能在这儿这么叫你啊，嫂子。海棠恐怕自己都不知道，他和范闲的绯闻早就已经传遍南庆大街小巷，原本当成美谈也就罢了，可这在范思哲眼里就不一样了。毕竟自己赴北齐避那可是绝密，这位圣女不仅能够提前预判，还千里迢迢亲自到边境迎接，若不是沾亲带故的，又该怎么解释呢？范思哲这个当弟弟的，自然心里要有数。既然都安全到了上京城了，该有的态度还是要有的，所以就有了开头称呼的改变。只是海棠好歹是圣女，被人喊嫂，这要是被传出去了，岂不是名声尽毁？他赶紧拉着小叔子到一旁，这是必须要问清楚。你哥是怎么说我的？还用他说了，整个庆国都传遍了，我都懂。你懂个屁呀！告诉你，这是在齐国，你别胡说八道，别叫我嫂子。齐国还瞒着呢是吗？没瞒着，就说出去了。别指望跟说相声的解释，毕竟嘴还没对方快呢。他说一句，范思哲反向领悟3句，越解释越迷糊。哎呀，行了，嫂子，你就别瞒着我了。我跟你是一头的，我向着你。你什么就跟我一头的？没见过京都那个嫂子，天天病病歪歪，特没精神，跟红楼里的黛玉似的，哪跟你似的是吧？又特别，真是越说越离谱。尽管海棠解释自己帮范闲，是因为他接受了南庆的内部，属于合作目的，但小叔子可不这么想。到了北齐的地盘，还不抱紧嫂子的大腿，首先嘴就必须要甜。跟上，上哪儿啊，嫂子？海棠带着范思哲走了一阵后，来到一个油铺外面，这就是范闲走后让郭宝坤留守的秘密联络点。然而这在北齐早已不是秘密。你们庆国在上京城安排的铺子，干啥使？指挥暗探居中调度。你哥让我把你送到这。指挥暗探？对。这种地儿我哥都告诉你，那你俩指定
是好朋友，真是越来越说不清了。反正人安全送到地方，他的任务也就完成了，剩下的就是2个活宝见面了。郭宝坤这暗探的日子过得可比严冰云要舒服多了，整日的喝茶睡觉，还不用冒风险，堪比出国度假。郭宝坤，范思哲，郭宝坤第一反应就是范闲来了，赶紧关门做做样子。你哥呢？家呢吧？不知道。他没来，你来干什么？我帮你啊！你别胡闹了！你知道这是什么所在吗？我大庆暗探所有行动都靠我指挥若定啊！这等要紧差事，你别跟着掺和。一说到工作，郭宝坤的自信就提上来了。自从范闲走后，这北齐谍报暗探的工作在他手上经营的是顺风顺水。他甚至拿严冰云和自己对比，那样的人物在北齐可都失了手啊！你再看看我，在我的布局之下，这个小铺安然无恙，仿佛潜于9渊之下，毫无破绽。这般手段，你还敢小瞧我？这是郭宝坤的自我感觉。那真实情况又是如何呢？范闲刚走时，小皇帝就猜出了郭宝坤为明和道人为暗的2路谍网。对于郭宝坤所在的油铺，则是关注的重点。连陛下都知道这个油铺了，何止？满朝上下各部官员，现在谁不知道？别说他们，咱们老师成日清修，足不出户，现在都知道那个油铺了。所以说，郭宝坤所说的潜藏于9渊之下，只不过是他的自我感觉罢了。还有更离谱的，他自认为自己能力出众，才可以安全持续至今。殊不知，在这背后，北齐人付出了多大的努力。陛下特意说了，郭宝坤是人才，千万得留住，可别换个聪明的来。那容易，假装没发现他不就行了？哎呦，难呐！做事太不小心，漏洞都出现的那么突然，要假装不发现还得合理。太难了！一个南庆的暗探头子被敌国上下一心的保护，也就是郭宝坤了，他自己都不知道，冷不丁的就成了北齐朝廷的团宠，这种精神胜利的感觉太享受了。这北齐锦衣卫，在我看来，就如同烤鸡瓦狗一般。上京城谍网如今在我的掌管之下，万无一。我这么跟你说吧，现在禁军巡城都不打我这儿过了，可见我藏得多好。看来严冰云已经让他们感到后怕了。还是郭宝坤这种应付起来更轻松。为了哄着这位南庆的暗探，北齐可谓煞费苦心，悄悄地把油铺附近巡街的都给撤了。可能是太轻松了，郭宝坤甚至经常举行团建活动。范思哲听完惊得下巴都掉了。这样，下回踏青你跟着我们一道去。什么踏青？跟谁？暗探啊！暗探们平时还能踏青呢，我是说万一呀，跟这些暗探们正欢聚一堂的时候，北齐给你们一网打尽了怎么办？无人察觉异常。由此可见啊，我郭某天生就是暗探之才，你哥算是挖到宝了。这样解释下来，不仅自己被说服了，范思哲居然也无话可说。他只是告诉郭宝坤，这次过来是替换他回京都的。这对郭宝坤来说倒是很意外。反正说是之前跟你有什么约定，答应你了要救你爹一命，真的啊？说时机到了。郭宝坤肯留在北齐，就是因为要救他父亲出狱。如今有这样好消息，自然愿意回京。至于这里，范思哲要跟他一起回京后，再回北齐接手。一说回家，郭宝坤就激动地开始收拾，准备立马就动身。咱不再谋划了？有什么好谋划的？路上那么长时间，可以慢慢想啊。出其不意才能杀敌于不备啊！然后动作够快，一人根本反应不过来。看郭宝坤这架势，是无时无刻都在准备着回家的。只是他跟范思哲刚踏出油铺一步，消息就传到了北齐王宫。一出门就被发现了，大伙都守着呢。这是要回庆国，看着像。这可让海棠犯难了。小皇帝说过，郭宝坤的事他全权做主，可放了怕他一去不回，不放就明显暴露了，所以这也挺难选的。要我看还是放了得了，留着也没意义。这留个好印象，万一下次来的还是他呢？海棠也是无奈了，这种差事比让他去打架都难。上面的小皇帝还一个劲的让他写信给范闲催更，反正所有关于范闲的事都是由他负责。等到他亲自来观察郭宝坤的动向，更是直接无语。车哪来的？车马行租的。租到哪？租到边境。就直接说去边境，半路换个车都没想过。可不是嘛，车马行老板当即就派人报了官，不过被我们压下来。敢问圣女，是让他们安全回到南庆吗？没错。那我们得跟随一路啊。辛苦你们了。就这安保程度，哪怕是郭宝坤他爹郭攸之在当礼部尚书的时候也都没体验过。对此一无所知的郭宝坤还和范思哲战战兢兢地躲在马车内。本来以为范思哲要稍微正常点，谁知也是半斤八两。租车去边境的点子竟是他出的。刚才你还挺聪明，居然说去边境，没直接说去庆国。随时保持隐蔽是咱们做暗探的第一要务，我还挺有天分的啊。思哲，看来你也是可塑之才。所以说两位庆国暗探的岁月静好都来自于北齐上下的负重前行。就这狭小的空间里，两人突然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大庆如若都是你我这般人才，何愁天下不定啊。自从接下了陈萍萍的贪腐名单后，整个督察院忙得不可开交。然而随着调查的深入，他发现这些官员大多与二皇子有关联，
考虑到涉及人数过多，调查难度太大，他便拎着红枣来找范闲帮忙，请求他调阅监察院的相关案卷。毕竟这些名单都是监察院提前调查好的，如此也能节约大量的时间。只是这一查，虽说是省事了，可也给赖明成带来了杀身之祸。双方约定2日后上朝对质。这天早会选在了御书房，参会人也是遵循自愿原则，只是领导都来了，这些下属自然也要自觉到场。今天这场合就没朝会那般复杂了。赖明成上来就参范闲和范建，而范闲也不急于辩解，他用陈萍萍教的方法，先参陈萍萍贪赃，给其他百官打个样，证明自己查贪是真心的，并非徇私报复。陈萍萍自己很好脱身，毕竟无论是名贵的珠宝首饰，还是奢靡的山庄住宅，那都是庆帝所赐，加上庆帝也能看出2人在唱双簧，所以只当是做给百官看的，走个过场罢了。所以接下来才是重点。赖明成便以抱月楼为开端，参范家父子私开青楼，范建则以抱月楼乃范思哲所开，且不说他是被人所蒙骗，加上范思哲也并无官职，所以不存在违法行为，加规处置即可。可说到抱月楼，就连庆帝都知道那里出过人命，林相则顺势提醒，抱月楼的人命官司为大，范家的家规可以往后再说，所以问题就自然的过渡到抱月楼命案上。而这也是赖明成今日的参奏议题之一，他便以范无咎杀人灭口为开端，参奏二皇子。臣参二殿下有杀人灭口之嫌。这件事老二也很好甩锅，毕竟范无咎已经揽罪自尽了，而赖明成还有另一手准备，他又递上了一份名单，里面都是他最新查出的贪腐官员。同时他抛出一个致命的问题，那就是范闲曾经提到过的二皇子与长公主北齐走私案。这15名官员都有大量的钱财来路不明，而且他们都与二殿下来往密切，这臣就要问了，这走私来的银两，二殿下是不是都用到了贿赂百官的身上？这话可就重了，赖明成简直是杀疯了，用内库的权力来走私获利，又用这笔钱来结党营私。沈仲就曾说过，这笔钱足够养活一支军队。赖明成请求重新调查此事，结果庆帝的答复更是果断，不准。走私一案查无实证，纯属揣测，这事儿就到了。这话一出，范闲生气，太子生气，陈萍萍和林若甫都憋着气，只有二皇子长舒一口气。赖明成并不服气，继续要求重审范无咎，既可查出杀人案的真相，又可查出走私案的端倪。但此时的范无咎已经服毒自尽，想查也没机会了。二皇子自知范无咎已死，便自信的同意彻查，同时继续转移话题到抱月楼上。庆帝本就没打算公开深究这件事，所以自然大事化小。李承则传旨，禁足你半年，自省其身。范建、范闲罚俸禄半年，警校游。禁足是在提醒老二该下场休息了，再不休息就真下场了。对于范家，罚俸半年也只是象征性的惩罚，同时也是在提醒赖明成，这些事情他都知道，适可而止就算了。可这赖御史的牛脾气哪有那么容易撒手？他执意要求庆帝重判，必须给范家降决处罚。你这是逼着朕改旨意是吗？庆帝不想再说了，直接喊散会。可赖明成依旧不肯撒手，他坚持要求参完，庆帝只好再坐下来听他继续。赖明成便开始参陈萍萍以及他身后的监察院，指责监察院权倾朝野，历朝古制中无此先例。这也就罢了，他甚至提出将监察院的职责权力回归6部。你这意思是让6部多担些差事？不止，陈萍萍告老。陈萍萍告老，让范建削爵，直接替庆帝做决定。这赖明成简直是疯了，范闲都看傻了。等到百官反对的时候，他又称6部有婚妹。按照他的说法，这庆国的朝堂已经烂透了，等于就是在骂庆帝昏君了。庆帝也不想多说什么，再次起身准备离开。赖明成依旧不肯。陛下，臣没有参完啊！真是走都走不掉。赖明成今天是杀疯了，从范闲到二皇子，再从二皇子到陈萍萍和监察院，参奏弹劾的级别是越来越高。他甚至要求给范建降爵，让陈萍萍告老还乡，最后甚至还要参皇帝。臣最后要参的是陛下。这一下就真炸开锅了，还从来没人敢这么干的。就这场面，范闲在电视里估计都没看过几次。杀疯了，确实是疯了。就连庆帝自己都气笑了，隔着帘子看着更是吓人。而赖明成是越说越嗨，明摆着今天是非要庆帝认错不可了。庆帝脸色不好看，陈萍萍更是阴沉，秦业低头不语。林相也不多说一句，大概是都感受到了杀气。借着百官混乱的怒骂声，太子开始了飙戏演出。他使出吃奶的劲掐自己的大腿，直到腾出眼泪来。老二目睹了这一幕，直接给看傻了。这哭声太惨了，场面瞬间安静下来。陛下，儿臣实在是没忍住啊！太子这般表演，无非也是为了站立场。这个时候不仅跟风向，就怕来日秋后算账，甚至把赖明成扣成太子党都没准。见太子表态了，头号马仔辛弃务便拍马赶到。本来还觉得太子夸张，和辛弃务一对比，还是有点收敛了。老二直接看傻了眼，真是什么主子配什么手下。后台有很多粉丝问我哪里能听到这段视频的 BGM， 我给大家放到左下角了，现在点击就能下载，新用户登录就能领会员听全曲。
范闲是唯一站出来为其求情的，范建则更多是为儿子撑场面。庆帝从陈萍萍开始挨个询问看法，大多是觉得应该惩戒，可无论是降职还是惩罚，都是为了保住这位御史不丢性命。庆帝自然有自己的考虑，他突然大赞赖明成的功勋，朕看了不可以放，朕要赏。紧张氛围突然就变了，众人都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有人就已经开始行动了。你怎么没完没了？此时此刻吧，臣是悲喜交集呀，也不知道应该哭还是应该笑。他还不只是嘴上说说，情绪也会随时变换。越是这个时候，就越吃不准皇帝在想什么。庆帝也直言在考虑该赏他什么。他问林相，古往今来御史最在意的是什么？林相的答案也很简单，唯求青史留名。青史留名，屏障。这下就真完了，这才是皇帝的心思。杀人还要用赏赐的名义。陛下三思，史书上赐屏障的君王或许有微词。虽然林相劝解，可庆帝心意已决，百官无人敢吭声，唯有范闲上来求情。庆帝刚好赐他个差事，你这么袒护他，好，赖御史的监刑就由你了。这就杀人诛心了，求情无效，还得看着他被活活打死。京都的大雨中，范闲一路狂奔，皇宫不大，却找不到赖明成的踪影。等到他赶到时，赖明成已是满身鲜血。然而这还不是最崩溃的。朕要大都上下。陛下除了让您监刑，还有什么吩咐吗？没了，那就是没打算停。这就是要当着范闲的面活活打死的意思了。这便是邓子越所说的世间多不公，以血饮雷霆吧。范闲心痛之余，实在看不明白这位皇帝的用意。明明是一位忠臣，却沦落到如此境地。陈萍萍作为教父，自然需要为他拆解缘由。他参陛下都没有问题，只是不能触碰逆鳞。参过监察院的御史很多，赖明成是第一个被杖毙。那赖明成跟以前那些人有何不同啊？赖明成是不是找过你？范闲还不是很明白，毕竟都是为了查案，也没有涉及到绝密信息。陈萍萍则告诉他，查案没有错，错在赖明成越界了。监察院之所以独立于六部之外，就是防止有些人把手伸得太长。你答不答应都无所谓。赖明成决定选择你去找你的时候，他的命运已经迎来了终点。所以赖明成的死是他自己造成的。监察院是为皇帝服务的，哪有什么对与错，只有不能触碰的边界。至于让范闲监刑，则是让他彻底的做一个孤臣。我只能是个孤臣。联合监察院，弹劾监察院，再加上找我，这就是他的死因。范闲因为赖明成被打死一事，本就憋着一肚子气，结果刚出皇宫就遇上了这几个倒霉蛋，正愁有气没地方撒呢，这就送上门了。里边的人给我混出来！只是年轻人敢这么嚣张，自然是有人撑腰的。哎，这几个来头可是不小啊！家里边不是国公就是王侯。按照王启年的意思，大白天的不好下手，不如等到天黑后再一个个的打他们黑棍。换做平时，范闲也觉得这样合适。可今天范闲心情不好，偏偏就想露脸打，他直接走到马背上。你就是范闲啊！听说抱月楼是被你小子给接下来的，能不能少说两句废话？你知道抱月楼是谁的产业吗？你小子没这个资格接，这是咱家殿下的产业。识相点，把楼给还回来。小爷我饶你一命啊！三两句话，范闲就听明白了，这都是三皇子的人，最少也是打着三皇子的大旗来的。只是以老三的性格，恐怕他自己都不知道这件事，所以要么是拍马屁邀功，要么就是老二从中挑唆，自认为有皇子撑腰。小年轻是嚣张的不得了。你信不信？你不交这楼，小爷我今天就能让你死。不信？哼，真不信小爷敢在这儿杀人啊！兄弟们，上！领头的妥妥没脑子。三皇子本来就是暗中参与，他这样一闹，就直接给公开到明面了，还打着皇子的名义，公开在大街上叫嚣杀人，妥妥的油腻吃多了不长脑。只是他今天这一脚，算是踢到钢板上了。范闲1年前就当街搏杀程巨树，这几个精神小伙根本都没眼看。范闲打这些人，甚至都不用挪脚步。只是这当街斗殴动静可不小。这边刚打完，老邓就带着一处的人赶到。这些人都认识吗？认识啊，这些个家中长辈都是朝中。你确定你认识？老王不停的眼神暗示，老邓自然也看得懂。属下根本不认识他们呀！这些个家伙，他们身份不明，当街阻拦提私车驾，属下是不是应该把他们抓了？听你的，押回去！有范闲撑腰，老邓的胆识气魄也是越发的恢复了。管他什么京城官二代，直接一起带走。范闲认定这又是老二的算计，故意挑唆他和三皇子的关系，便临时改道进宫，直奔宜贵嫔处，让他母亲来教育三皇子。跪下！你是抱月楼东家？范思哲才是大东家。哦，那就是有你了。范思哲说赚钱。范思哲说让你吃屎，你吃不吃？范思哲这倒不至于啊。范闲从第一次见宜贵嫔就喊柳眉，所以关系一直很亲近，哪怕当面教育三皇子，也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妥。宜贵嫔则顺势一顿藤条伺候，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你先等会儿，等我打完他的。下雨天打孩子，闲着也是闲着。眼看打了半天也差不多了，范闲便过来劝和，
顺手把藤条给送走，同时告知刚刚拦路之事，大概率是有人借机使坏，从而挑唆他与三皇子的关系。老三年龄小，很多事情看不懂，但宜贵嫔还是有眼力的。一方面叮嘱三皇子不要出宫，同时有意拉拢范闲与儿子的关系。贤儿，以后啊，你帮我多照应着。要论亲戚，这孩子还得叫你一声大表哥。刘姨别这么说，殿下是皇子，皇子也得认亲讲理啊。叫人大表哥。孩子瞧着真喜庆。就凭这一声大表哥，范闲就得护他一声周全。简单一番寒暄后，范闲就要去会会那些国公了。抛开这亲戚的关系，宜贵嫔还是有眼力的。贤儿，慢点啊。唉，以后常走动吧。跟大表哥，可他还跟二哥在斗着呢。老二都禁足了，我跟你说啊，往后你能不能求个安稳，或许就看你这个大表哥的了。三皇子才8岁，自然还看不懂这些。好在有个眼力好的母亲，所以年龄小只要听话就行了，躺着就能把皇位给做了。真成啊！如果从22集的林相辞官倒着过来看这一集，就知道庆帝的布局有多厉害。在范闲当街暴打官二代，并且让老邓悉数抓到监察院后，二皇子见挑唆不成功，马上就准备下一轮陷阱。他不是一直想要个公道吗？那咱们就给他个公道。因为禁足在府，所以他让谢必安去请叶灵儿。等到叶灵儿到位后，发现这位未婚夫已经上了房顶。按照老二的说法，今天找他来为2件事：一是解释自己和范闲的误会，毕竟叶灵儿是婉儿的闺蜜，若想要利用她对付范闲，必然要解除对方心里的防备。所以老二第一次对他人说出了自己的心声，讲述了自己在皇帝面前的无奈。我想远离纷争，他不让啊，在群臣面前说我贤德兼备，13岁封我为王，15岁旁听朝政，他不让我离开京都，给我机会结交群臣，广结党羽。你让太子怎么想？陛下为什么要这么做？让我做太子的磨刀石啊！老二这些话倒是真的，而他说这些的目的就是卖惨，为了让叶灵儿帮他，所以就有了第2件事。他以和范闲消除误会为由，让叶家与他一起联名上奏。折子赶在开头的爆炸前递到了庆帝办公室。这是叶家和二殿下联名上奏，范闲继承庄墨涵书籍，文才经世，他们推荐范闲作为这届春闱的考官。对于这个推荐信，若不是从22集回头来看，哪里知道他背后会有那么深的布局。首先，老二虽然被禁足半年，但对范闲的打击之心从未消减。他很清楚以范闲的恩宠，普通的算计只能是刮痧的伤害。若要击溃范闲，就必须从根本上颠覆他在文坛的口碑，让天下读书人都不再尊崇于他。再加上1-2个大型事故的出现，双重打击下，这位庆国未来的栋梁就谁都扶不起了。所以今年的春闱就是个绝佳机会，一方面捧范闲，让他担起春闱的重担，另一方面背地里使坏。老二可以有100种方式让范闲在天下读书人面前失信，同时也可以轻易制造事端，让范闲出现大的过失。而最让人意外的是，此时的庆帝在这简短的几分钟内就已经盘算好了一步大棋。朕在想，像范闲这个年纪能主持春闱吗？陈萍萍太了解庆帝，既然都这么问了，心里肯定已经有了答案，所以随便糊弄几句就好。随着一声爆炸，庆帝秒变爆破鬼才，他的研制成功了。范闲的新官衔也来了。陛下有旨，春闱将至，范闲兼任4品居中郎。此次春闱，监督福明抄录，恭喜小范大人。这一届学子，待称呼大人一句作诗。范闲倒是意外的很，此时他是做梦都想不到，他这个居中郎会有多难做。二皇子要借机坑他，庆帝也要顺势利用这个机会，做一个超大的布局，推着范闲一步步向前，最终目的竟是他的老丈人林相。当夜范闲来到皇家别院，就连婉儿都看出一些端倪。他觉得蓝人事件表面看着凶险，实际对范闲没什么影响。若是二哥真想报复，手段绝非如此浅显。所以你觉得这只是表面的报复，让你安心，觉得他既穷于此，而真正的杀招暗藏其后。春闱监考才是真正的大事。若二哥真有为你而设的阴谋，春闱就是最好的舞台。说到春闱，范闲再熟悉不过了，无非就是古代版的高考，是无数寒窗学子鲤鱼跃龙门唯一的机会。而这一次范闲要面对的，不仅仅是庆帝和二皇子的计谋，更是天下读书人的理想和信念。义父，闭嘴！读书人该有风骨，孩儿我趋炎附势，蝇营狗苟。读书人不能做狗，也不该做狗。孩儿是真的敬仰。滚！你敢相信这个张嘴就喊义父的人，竟是当年那个傲娇的贺宗纬？他曾是郭宝坤身边的小马仔。郭宝坤被范闲打成木乃伊时，他还给郭少当过律师。可当郭家失势，郭攸之下狱后，这货就再也不见踪影了。不知道此时郭宝坤若见到他，该是什么心情？贺宗纬号称京都名士，也算是有些学问的人。可当听说范闲出任今年春闱考官，这货闻着味就来了。1年时间变化是真大，范闲看了半天都没认出他是谁。你谁呀？我贺宗纬啊，咱们见过。脸虽然变了，可名字范闲还是记得的。入京后第一个让他恶心的人，自然没那么容易忘。
再提到当初替郭宝坤打官司，贺宗伟直接跪下道歉，反称是受郭家威胁所致，所以范闲把郭攸之打入大牢，就成了他贺宗伟的恩人。大人就是贺某的再生父母啊！可别，你看着比我老，精神上的父母。你这是认亲来的？真是越说越离谱，这都能强行扯上关系。1年不见，嘴皮子倒是长进不少。范闲受不了了，直接点破他是为了春闱来的。贺宗伟也不掩饰，称今日是来拜师的，再加上范闲是他的再生父母，所以就有了个新的称呼。贺某一片赤诚，不知大人是否愿意收孩儿为明灵之子？孩儿愿天天侍奉义父左右，为义父尽孝。范闲都吓到了，刚刚还拜师，这会功夫就已经喊上义父，而且这贺宗伟比他还大，这也太扯了。这时候老王来叫范闲到一侧，一处送来了密报，被一把火烧干净的史家镇突然出现了个幸存者，而且还入京赶考了。石产地，石家镇被烧之前，他就来进京赶考，所以他是整个石家镇唯一留下来的活口。按照规定，学子入京考试、入住客栈都要登记身份，所以邓子越第一时间就带人盯住了。毕竟这个唯一的活口，也许能成为走私案的突破口。人在哪儿？同福客栈。等会儿，什么客栈？同福客栈呢？掌柜的贵姓啊？同福客栈姓童吧？男的还是女的？男的吧。大人要想要个女的，我也可以给您想办法弄。边儿去。老二这边也几乎同步得到了这个消息，按常理他应该去杀人灭口才对。谢必安也正准备这样干，结果老二不舒服了。我跟你说过了，石家镇那把火不是我放的，可这终究是石家镇火。范闲还盯着您当年跟北齐往来的事儿，那更不能杀了。你都知道了，监察院能不知道吗？就让他去查。其实我也想知道那把到底是谁放的。说完这个，范闲想起还有个贺宗伟没走，赶紧让他走。结果这货脸皮是真的厚。义父，闭嘴！读书人该有风骨。孩儿我趋炎附势，蝇营狗苟。贺宗伟，今日我不打你出去，就已经算是心软了。读书人不能做狗，也不该做狗。孩儿是真的敬仰。滚！再不滚就真的要拿鞭子抽了。贺宗伟还没走远时，范闲就大声明说不会与贺宗伟这样的人打交道。说白了，他在范闲这里没后门可走。可贺宗伟依然不想走正路。读书人不能做狗，也不该做狗。话倒是好说，可人难做。走到偏僻处时，突然一个熟悉的声音叫住了他。贺宗伟，想不想入官场啊？若能出人头地，你可愿以身犯险啊？这声音一听就是侯公公，他办的自然是庆帝的差，所以多半又是庆帝来给范闲找麻烦了。他就喜欢给人找磨刀石。原本他今日只是来见考生石产力的，听老邓说对方去了考院修墙，到了地方才知道，为了迎接今年的春闱考试，礼部提出翻修考院。这倒也没什么，只是现场干活的并非都是工匠，大部分都是参加春闱的考生。按照礼部尚书郭征的说法，这钱谁赚都是赚，不如方便这些贫寒的学子，从而减轻他们在京都的生活压力。这听起来倒是个一举两得的办法。这个郭尚书看起来也挺务实的，范闲倒是有了几分兴趣。等到他们继续往前走时，发现郭尚书竟然就在工地上，甚至还亲自扛木头干活。几个人刚感动3秒钟，就觉得不对劲，他怎么一动都不动啊？抢那儿了。等到3人走近后才发现，原来是哥那摆造型呢，让画师给他画画来着。那根木头也都是提前卡好的。接着3人便去找石产力，结果对方坐在地上盯着一块石砖发呆，范闲便换青衣简装，再背上竹篓，妥妥的考生搬砖党。加上之前老邓有石产力的行踪报告，所以范闲很轻松就能与其混熟。既然融到了一起，就很好说话了。范闲知道他住在同福客栈，一个房间内有4个人，另外3个也都在这里干活。果不其然，很快就遇到了第2个室友侯继长。3人闲聊间，范闲询问石产力刚刚看着青砖发呆是何缘故，结果对方直接爆出猛料，他用手敲打新砖和旧砖，告知2人其中的分别。这旧砖听着像敲铁，这是上好的金砖，金砖的价格极为昂贵，而这要换上去的新砖都是非常普通的砖块。哎，还有你们看这拆下来的柱子，这可都是金丝楠的呀！你再看这要换上去的柱子，这叫什么？这就是木头，太普通了，极为普通。范闲一听就知道什么概念，这也难怪礼部让学生来干活。大多数人都看不出其中的门道。石产力因为老家都是做生意的，所以一眼就能分辨出来。只是这孩子有些天真，以为是郭尚书被骗，还要去告诉他。侯继长赶紧拦住，生怕石产力多嘴。毕竟这件事是由郭尚书亲办的。这时候另一个室友杨万里路这个态度就完全不一样了。为何视而不见？以次充好，说没有贪官作祟。我等读书之人，明德之理，怎可视若无睹？小生信。这3个室友也真是有意思，一个天真，一个无畏，再加一个现实圆滑，算是完美互补了。尤其这个侯继长脑子就比其他俩清醒得多，他甚至提醒室友在这里做工不要做傻工，而是要多露脸。范闲这就听不懂了。咱们这些来做工的学子都会在册上留下姓名，郭尚书本人就在现场，咱们最好能让郭尚书记住咱们的名字。这么多考试的学子，若能被记住名字，
就等于留下了印象。到时候看我们的考卷，说不定就能多看一。范闲刚明白，又一脸的疑惑。春闱考的不是才学吗？才学没有用，门生更低配，这跟身份有何关系？侯继常告诉他一个冰冷的现实：尽管每年的春闱成千上万人参加，可录取的名额就那几个。更让人绝望的是，这些名额早就内定好了，朝中大员和宫中各挑几个，派学再选几个，再留几个给名士，剩下基本就没什么。所以就出现了还没考试就开始选人的局面。有钱有势的学子提前拜山门，中举后就是同僚，所以大佬们自然会关照这些门生。到了考场上，不还是拼才学吗？有人关照，胜过文思全运。依你所言，科举春闱不就是给朝中的高官挑狗吗？杨万里话虽难听，理却是这个理。可怜的侯继常还指望着通过干活的形式能给自己多一点露脸的机会。然而当范闲来找郭征的时候，得到的答案是那样的残酷。派美这些人也不可能登榜吧？什么意思？这次春闱啊，在这个名册上的都将会沦为废稿。这个名册便是在做工的学子名单，理由和侯继常如出一辙。这些学子心思狡诈，他们为什么来这里做工？无非不就是想在我面前留下印象。这种投机取巧的学子谁能录用啊？所以这些穷苦的士子人都还没走进考场，命运就已经被安排好了。侯继常说，金榜上的名额都是为权贵预留的，至于他们，只能抱着一丝希望不断的尝试。范闲无法容忍这样的局面，他烧掉那所谓的落榜名册后离开。从考场回府的路上，挤满了参加春闱的考生。范闲看着这些芸芸众生中最弱势的群体，又这般努力的样子，实在是于心不忍。可王启年告诉他，这已经是多年来的惯例了，每年金榜上的名字早就内定好了，而考试不过是走个过场而已。至于调查就更无从谈起，毕竟能收门生的都是朝中真正的大佬，所以无人敢查，也无人能查得动。而这还只是开始。等到他到家时，范府门口早已被围得水泄不通，很明显都是来送礼的，缘由也自然和他这个主考官有关。而且这其中还不少熟悉的面孔，比如辛其物和靖王世子。自知大门不通，范闲只能走后门了。然而和他一样走后门的，还有堂堂的东宫太子。范建得知太子入院，就赶紧撤走了下人。这范府怎么一个人都没有？谁让咱们是从后门进来的？没人说明什么呀？说明范府遭遇变故。说明我们没来过。知道太子是来找范闲的，范建特意让人放上指示牌，引导他到范闲的屋内，免得乱撞遇见了自己，反而不好收场。知走随从后，太子便开始拆家行为。好好的家事气到了他手上，玩不过3分钟就散架了。太子这是专程拆家来了。二兄，对不住啊，刚才这东西他不转了，我寻思帮他一下，结果可能帮猛了。那什么，不行，我多少钱我赔给你吧。说笑了，殿下还是先上岸吧。太子走后门而来，自然不是什么见光的事。闲聊一阵后，他递上了一份名单，让范闲在抄录胡名的时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行，具体的事情都有人来操作。说白了就是不要干涉就好。太子也不给他拒绝的机会，送完名单就要走。范闲还来不及思考，老丈人又派人来请，任他有多关键的身份，老丈人一句话，他就得乖溜溜的过去。内容自然和太子无异，只不过塞纸条前，老丈人让他帮忙拔白胡子，疼是真疼，但意思也很明确，怕疼剪了不就完了吗？哎呀，剪了还长，拔了治本啊！借着挑红果的时间，他告诉范闲，自己替他拦下了朝中亲贵的名单，让袁宏道精简过后，留下了这3个人。一看又是塞名单，范闲反感至极。不是春闱吗？就不能各凭本事吗？这不仅仅是名字，更是人情世故。老丈人递来的东西，他不接也得接。至于礼部尚书郭征，范闲刚想开口，再次被老丈人挡回去。是不？郭征主导翻修考院，这不合规矩，毕竟多年为官都摸透，怎么让规矩保护自己，将来也得学学。我知道你心里不舒服，很海心。过了春闱这一关，你未来世都不可限量。离开宰相府后，范闲委屈至极。原本他还想着为天下学子主持一次公道，可转眼间，太子和老丈人就把名单塞到了他手上，他不得不接，又无法让自己随波逐流，就如同林相说的那般，忍一忍就习惯了。我能怎么办呢？要跟老二斗，离不开太子的支持。林相就更不用说了，春闱之后和婉儿成婚，这就是一家人。他们给的我不想接，但不能不接。经历了太子和老丈人的摧残后，范闲的情绪原本已经失落到谷底，为读书人立命的决心也消耗的差不多了。入夜后，他失魂的走在满是考生的街道，这种真实的氛围反而能让他清醒一些。突然目光扫到一个熟悉的身影，杨万里坐在酒楼外的台阶上，用他自己的话说：“杨公子不上桌，自家带的，不好意思占店家位子。这是借书下饭吗？怎么不在屋里读书啊？范兄，这屋内烛火是要收钱的，这儿没有。”到了夜里，穷人连烛火都是奢侈的。范闲看出老杨的拮据，要不然也不会去工地干活了。元儿，哎，来份烧鸡，来盘牛肉，来壶酒。客官您不上桌吗？上什么桌了？就这挺好。有意思的是，石产力此时正在后院刷碗，这俩人就吃喝起来了。也许是太久没吃肉了，范闲倒酒的功夫，杨万里的肚子就响了，所以开吃后才会这般享受。本以为杨万里会和绝大多数贫寒子弟一样，
考取功名是为了光宗耀祖，谁知他的答案让范闲自愧不如。因为我忍不住，范兄，这科举不公，百官舞弊，外面恶殍遍野，这边是朝堂党争，这天下谁忍？可是呢，还是一片寂静。我侯兄让我忍，可我想，如果这世间不公，我也能忍，这圣贤书不就成了废纸一堆？所以范兄，这世上总要有人撞个头破血流。范闲这些年也算是无畏无惧，可那都是有长辈庇护的情况下，而眼前这位杨万里，穷的只剩一腔热血了。范闲看到了他眼中的光。如果我要是金榜题名，这血是不是溅得高些？这声响是不是大些？这听到的人是不是多些？我想做官，是因为我不想认。这些话让范闲一扫阴霾，自己的眼里也开始有光了。明知是死路，还要硬闯的性格，这不就和他自己一样吗？能够精神共鸣的知己，实在是难得。他没有回府，而是直奔监察院，去看他母亲留下的碑文，这是他的精神良药。他回想着白天太子和林相送来的纸条，再想到考院工地上一个礼部尚书就可以轻易毁掉万千考生的理想，这世界是真的不公平。杨万里希望用自己的血来唤醒这不公的世道，这不就是他母亲的愿望？这也印证了邓子越的那句话：世间多不公，以血引雷霆。当年一个如此壮志的人都能被现实打磨至此，可见这件事做起来有多难，但终归需要有人去做。范闲每次来看碑文时，陈萍萍都会出现，教父的作用就该在这个时候体现。他以这些学子联想到范闲的母亲，讲述了他当年的愿望和执着，这对范闲来说至关重要。他不再犹豫了，我想闯个祸。好啊，去吧，闯多大的祸我来接。总不能什么锅都让你背。什么锅？我还有一个更好的挡箭牌。还有人比我能挡箭？那是天下第一挡箭牌，能称得上天下第一的，恐怕也只有庆帝了。所以范闲连夜找侯公公传话，希望庆帝传他入宫。因为按照规矩，外臣深夜是不允许入宫的，但这次不一样。一方面庆帝要推动自己的布局，二来范闲这个人身份毕竟不同，所以就让他破例深夜入宫。半道遇见了宫典，试图阻拦，被侯公公给挡了回去。庆帝自从被火药炸伤后，就一直在休养，所以范闲也不空手来，带上了亲手调制的护肤品。见庆帝态度还算不错，便提出自己的要求。臣斗胆想为这次春闱求一份公平。庆帝多聪明的人，一下就猜出范闲是要他当挡箭牌，可他还就真答应了。毕竟抛开是自己亲儿子不说，他还指望着利用范闲这次主持春闱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呢。而范闲深夜入宫的消息很快就传遍京都，事情就开始变得微妙了。说什么无关紧要，身为召见又是单独入宫，范闲在陛下眼中我予看重。范闲说庆帝是天下第一挡箭牌，这话还真没错。他故意深夜单独入宫求见，好让京都百官们都看得明白，一来庆帝对于他的重视，二来让他们看到庆帝对春闱的态度。有了皇帝做背书，范闲应对这些走后门的就要轻松得多。他首先来找太子退名单，甚至都不用他解释，搬出庆帝，太子自然明白。听说陛下昨日召你入宫了，确有此事。那陛下有交代什么？陛下什么都没说。什么都没说，那我也什么都没问。什么都没说才是最可怕的。太子当即就撕掉了名单，只能按照范闲所说的，今年各凭本事。回去的路上，范闲用同样的方式回绝了秦业的儿子秦衡。虽说有了庆帝这个挡箭牌，但老丈人的名单想退回去还是要点勇气的。他硬着头皮来到林相府，送回了那几个名字。可老丈人毕竟是做宰相的，马上就猜出范闲的小心思。我了解陛下，以他的行事手段，要么动如雷霆，扫清一切，诸般弊端；要么蟒蛇灰线，无没千里，哪怕水到渠成，也不会让人看透心中所想，也不会像这样半夜急召，最后还不痛不痒。这不是陛下的手段，是你借陛下遮风挡雨。还是老丈人厉害，他这宰相真不白当。既然猜到了，范闲也不遮掩，直言自己要给这一届的春闱一个公平的环境。老丈人多少有些情绪的，一来自己名单被退回，面子上难免有些过不去；二来他不赞成范闲如此一刀切的做法，毕竟得罪朝中百官，日后的路可就不好走了。用老丈人的话说，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范闲又何尝不明白其中的道理，也想躺平随波逐流，他过不去心里的那道坎。心里边煎熬，有3个字就那么翻翻滚滚的，怎么也压不下去。哪3个字？不公平啊！老丈人呆住了片刻，这3个字很多年没人提过了，也不知道出于什么考虑，他态度突然就变了。那是4个字，最后那个阿字不能算吧？林相反问范闲，这世上是否有公平？范闲则认为没有绝对，但是有相对的公平。比如这次春闱，就是天下读书人一个相对公平的平台。倘若连这个唯一的机会都没有了，那岂不是太过荒唐？老丈人也无奈，只能默认他的选择。他撕毁了那份名单。你再去见一次礼部尚书郭正，我都安排好了。春闱的忌讳规矩问得详细一些，以为他们争公平，别让自己落陷阱。范闲拜别老丈人后，迎着光亮走去。随后他来到考院找郭征，郭征也早有准备，直接拿出一本册子，称春闱的规矩和注意事项，他都写在了上面。只要按照这本册子行事，基本就不会有问题。郭征之所以在这里见范闲，就因为他喜欢作秀，最好是当着同僚的面表现出自己敬业的一面。
哪怕是手表露出来了也无所谓。只是没想到这个郭征也是二皇子的人。范闲前脚刚走，谢必安就走了出来，他是来监督郭征的。毕竟今年的春闱，老二要给范闲挖坑的，而第一道坑就出在这规矩上，所以郭征写的册子就很关键了。不过像春闱这种大事，多多少少都有一些不该写的规矩，既然不该写，那就自然要留白。范闲也不傻，这个郭征品行不正，他已经见识过，自然会有所防备。最好的办法就是找个比郭征更懂规矩的人，而这个人也及时出现了。真是一顿操作猛如虎，解下面罩250，俩大侠自认为冒死回京，实则是被北齐一路暗中护送，就这样还差点饿死在路上。不过吃饱了就要开始吹了。我跟老郭绝代双骄，不管是什么，排除万难，各施巧计，这才虎口脱险，重返京都。你俩现在关系不错啊，英雄惜英雄。说相声的就是能吹，郭宝坤就稍微低调得多。他赶紧拿出自己的工作报告，以证明自己的成绩。我的潜伏日记，辛苦你了。郭宝坤这时候回来恰到好处，当然范闲不是让他帮忙，而是想让他的父亲郭攸之出手，毕竟那才是正统的前任礼部尚书。郭征在他面前那都是业余选手，所以只要把这本小册子交给郭攸之扫一眼，各种陷阱自然暴露无遗。要不怎么说郭宝坤和范思哲才是最佳 CP 呢？都是从北齐回来，家人的态度那都是差不多的。简单形容就是这儿子能力和智商几乎都为0，所以绝不会有什么意外的惊喜。因为身份保密的原因，范闲交代过两人都不可以暴露，所以只能待在家里不出门。范思哲这边最奇葩，他本打算溜回房间，结果听到屋内的动静。儿子，娘又来看你了。要了一个。脑回路是真奇葩，也不想他娘都多大岁数了，本想进屋给对方一个惊喜，结果柳如玉看着他一脸问号。你怎么白天就来了？白天不行吗？这回换范思哲蒙圈了，他顺着母亲跪拜的方向看过去，才发现桌上供奉的竟是自己的灵位。他反问亲娘这是咋回事，结果对方依旧没能清醒过来。我这也是精神不济，大白天的就睡着了。不过也好，又能在梦里见到你，娘心里还是欢喜的。这是宁愿相信儿子死了，也不敢相信他能活着回来啊！范思哲赶紧跪下告知这不是梦，换来的就是一个大嘴巴。娘，您打我干嘛呀？梦里不会疼，你疼吗？疼啊！看来性格是随他母亲的，打也要打别人，自己绝不吃亏。而郭宝坤这边情况也没好到哪去，他跟着范闲来到刑部大牢，范闲答应他，只要他父亲肯帮忙，就会先将其转移至监察院大牢，再找机会放他出去。只是郭攸之在见范闲时，还以为自己命数已尽了，直到他儿子的出现。爹，我来了，爹！你终于还是落网了。郭攸之上一次见儿子时，还是范闲刚出师北齐，郭宝坤扬言要带人去劫杀范闲，所以大概率是被擒了，反而要感谢范闲的不杀之恩。郭宝坤则忍不住要炫耀自己的成绩。爹，刑次都已经过去了，我现在在他麾下做事。在范闲那得到确认后，郭攸之这才敢相信，接下来就是郭宝坤的炫耀时间。你去北齐都城干什么？掌管一众暗探，我潜伏至今毫无破绽。范闲都尴尬的扣门板了，他比谁都清楚郭宝坤是如何运作，但又不好当面点破对方，而郭攸之更是有自己的判断。北齐这是要亡了？那倒也不至于。郭攸之顺势给了自己个大嘴巴，确认这是不是在做梦。这个跟范家那位操作都一样，只不过一个打自己，一个打对方。知道这不是做梦后，郭宝坤把这一路的来龙去脉悉数讲给他父亲听。郭攸之这才知道，原来当初自己站队的长公主竟然和二皇子是一路的，再由二皇子与范闲对立，引入到今年的春闱。郭宝坤请父亲为范闲出力，事成可后换取自己的自由身。接下来就是正事了。方才听闻小范大人说，郭征送了你本册子，可否让老夫过过眼啊？而这正是范闲的目的。郭攸之就着韭菜扫完一遍手册后，心里便有了底。一谈到专业知识，这位前任尚书的气场也就立起来了。他直言这本册子虽然详尽，但春闱细则之外的规矩，这上面是只字未提。所谓细则之外的规矩，便是考场之外的事。所以郭攸之反问范闲是否有门生参考，范闲不假思索地告知没有。可郭攸之却并不这么看，与考生无来往，这是好事，省了很多麻烦。就这句话，老郭点醒了范闲，自己前几日扮成考生，与石产力3人有过会面，他不确定那算不算门生。一起聊了会儿天，喝了酒，那就是门生了。可他们并不知道我的身份啊。那不重要，在其他人眼里，那些考生已经算在你门下了。郭攸之提醒他，春闱上考生们最痛恨的便是营私舞弊，而他的这些门生就会成为营私舞弊的对象。可是范闲他又没打算舞弊营私，我们有什么好担心的？有些事他自己不想做，会有人帮他做。为什么要帮他呀？你是怎么在北齐潜伏下来的？爹，我朝春闱跟北齐有什么关系啊？郭宝坤这脑子差点把他爹的思路都给打断了，但话已至此，范闲基本就明白了。至于那些规则细节都是小事，如何解决那4位考生不被利用，才是重中之重。万里征流，红福龙门。是啊，这条路的尽头就是天下所有读书人的希望啊！酝酿了许久的春闱，
总算是开始了。这些天学子们在准备，范闲同样也没闲着，他既要防范来自二皇子的阴谋，还要保证这些考生的各种安全。春闱首日的一大早，考生们就汇聚到一起，通过拥挤的小道，大有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气势。然而从此刻起，各种阴谋和手段也就随之上演了。谢必安走到杨万里边上，不知道使了什么坏。按照规则，考生需要在考院连考3天，所以会带些被褥和食物。在通过这龙门桥后，就是最后的入考场了。来到考院外时，主考官会有简短的演讲。虽说范闲祝福的话太高级，下面考生根本没听懂，可谁不想亲眼目睹诗仙的风采呢？毕竟这是未来文坛的宗师，祝福的话听不懂也没关系，后面的规矩就必须要听得懂了。和现代考试一样，夹带作弊类的工具是一定要杜绝的。看着堆成山的小抄和工具，心存侥幸之人还是多的。老王逆着人群而上，像是在寻找着谁。入院签到前，还需要进行更仔细的检查。礼部尚书郭征今天也是早早就来到考院，他这般积极只为2件事：一是各种角度画画，好日后炫耀自己的工作态度；其二，他是为了等人。很明显，谢必安在杨万里身上做了手脚，所以他需要等待检查出问题，再跳出来放大结果。老杨和石产力原本以为来晚了，失去了见诗仙的机会，结果刚入考院就被眼前一幕给惊呆了。敢问兄台，那边坐着的那位是何人啊？你连范闲范大人都不认识？他就是范闲。莫有是话。石产力大脑瞬间短路了。前几日还和他们在一起聊天喝酒的人，竟然就是传说中的诗仙。他尝试的挥手打招呼，结果还真有了回应，堪比追星被回应的激动。只是刚兴奋几分钟，麻烦就来了。杨万里的石篮里被搜出了纸条。郭尚书等了半天，就为了这一刻。他的作用就是抓个正着，同时把他和范闲扯上关系，再来个从严处罚。无论范闲作何回应，名声必然是要受损的。叫什么名字？哪里学子？学生杨万里，泉州人士。杨万里，小范大人，不是你的门生吗？老二就会耍这种阴招。早在数日前，谢必安就把4人名单递到了郭征手上。郭征通过抓阄的方式选出了杨万里。杨万里明白这是在抹黑范闲，赶紧澄清误会。小范大人的学生不是。郭征可不管你是不是，直接要求按规矩办。范闲只能默认。郭征便当场宣布要撤销杨万里的春闱资格，同时记录在案，永不录用。范闲也不着急，应该是早有应对。这时候一个侍卫突然跪下，称纸条是他刚刚放进去的，这倒是个意外。范闲都懵了，哪来的好汉？这东西是你塞进去的？正是。为什么呀？在下从小读不进书，没前程可言，心里不平，就想坑个学生玩玩。你想坑人？小人心也坏，那怎么又站出来了？我看那个学生有些可怜，突然良心发现了。这不是纯胡扯吗？回上书，句句属实。头一回见这么理直气壮领罪的，郭征脸都气歪了。范闲赶紧出来圆场。小人好惭愧，你先闭嘴。好嘞。范闲再次确认处罚决定后，反问郭征：“请问他犯什么错了？”夹带小抄，人品低劣。哪有小抄啊？小范大人，众目睽睽，那是我干的。闭嘴。好嘞。范闲提醒郭征，既然是罪证，不妨打开看看。结果郭征刚念上2句就不对了。肉饼2钱1个，面饼1钱2个。原来范闲的后手在这里。老王刚刚出去寻人，恐怕办的就是这事。这小纸条上满满的写着各种饼的价格，更像是饼店老板无意落下的。郭征无奈，只能扶起杨万里，默认其无罪。二皇子第1计陷害失败，至于这刚直护卫，则不像是范闲安排的。范闲将其叫到一旁：“谁教你的？”回大人，小人是林相麾下。林相的意思，春闱若有麻烦，小人替大人接了。你自己的命不要了，用兵一时，回去转告师伯，回护的心意我领了，春闱的事儿我自己接着。栽赃杨万里夹带失败后，考试也正式开始了。范闲是片刻都不敢松懈，他和王助理来回的巡视，很快第一个雷就冒出来了。评一下，这是要做什么？大人，该发蜡烛。蜡烛自然是照明用的，可也是火灾的来源之一。范闲记得郭攸之的叮嘱：小范大人如今声名玉隆，权势滔天，对你弄点小麻烦影响不大，想要你身败名裂，必须是大麻烦，而这第1件事就是火。郭攸之告诉范闲，按照正常流程，都由礼部向考生分发蜡烛，但这件事必定会经范闲的手，到时候几千考生挤在一起，只要有一处起火，很可能就会引起灾难性后果。想要扳倒范闲，就必须要用这样大的手。而范闲在检查蜡烛时，果然就发现了其中的端倪。火油味，先别发了，别发了。他和王启年唱了出双簧，意思在告诉礼部，这蜡烛中含有火油，极容易引起火灾。既然存在隐患，就需要更换。考虑到蜡烛用量巨大，临时购买已经来不及了，所以选择从监察院调用。郭尚书虽说100个不情愿，但也没办法，毕竟蜡烛有没有猫腻，他心里清楚得很。加上范闲的操作都是合规矩，所以他不仅要同意，礼部还要支出这笔蜡烛的费用。这不是说好少一成吗？这怎么比原价还贵了？还有运费呢。火的问题是解决了，接下来就是另一个大隐患了。按照郭攸之的说法，考院内的水是为考生备的，一方面是饮用，另一方面为防火。如果这水出了问题，那所有的考生都逃不掉。范闲精通用毒，
所以亲自尝试后便能发现问题在哪。大人，这水里有毒？那不至于，水放了很久，已经腐坏，绝对撑不过3天。按大人的吩咐，医术的水缸已经抬过来了，全换了。如此水的隐患也解决了，虽然水火都排除了，可为了以防万一，王启年从衣食住行到吃喝拉撒，一点点的反推隐患的可能性。食物都是考生自己带的，想做手脚不容易，那就剩下上厕所这个点了。因为以前的规定，考生不能离开席位，可时间长了气味太大，严重影响考生发挥，所以就改成统一去茅房，如此茅房就成了绕不开的地方。老王赶紧跟着考生去厕所查看，果然是收获巨大。范闲当即决定新挖一个茅房，知道郭尚书会阻碍，所以直接从监察院一处调人，只是人手范闲出了，材料就得礼部提供。他请大人调礼部库房的木料和砖石，那是金丝楠，是金砖，建什么茅厕啊？夸张是夸张了些，但范闲现在也学聪明了，什么都在规则范围内。郭征只能干生气，范闲这边动作也快，邓子越带人很快就将厕所建好。你说他们多阴损啊，在这茅房里边加火油，这天黑下来，学子们拿着他们给这蜡烛，但凡一个不小心，那就是一场大火。你可能不知道，就那种地方，不光着火，它还能炸。老王听了都后怕，直言如果真的在范闲主考时发生了爆炸，那就是史书上无法洗清的污名。同时他又感叹这些背后之人对于人命的轻贱，这更加刺激范闲的决心。还有3天，无论如何我会护住他们安全，他们的命父母官不在乎，我在乎，父母官不想保，我来保。王启年感叹，明明做了很多，却无人能看到他们的负重前行，只为考生能够安心考试。好人好事不留名，还请叫我红领巾。不，大人，您刚才说什么巾？红领巾。而作为这些意外的制造者，二皇子面对范闲的细致和决心也很无奈。蜡烛和饮水都换了，连茅厕都现搭了一个。郭尚书还收买了几位考生，3日内找法子再构陷范闲就是。不用了，水火不起，终无大事。范闲这圣恩啊，没有几十条人命压不下来，让郭征收收。所以说这二皇子也不比太子好到哪去，为了压制范闲的圣恩，他就敢杀几10个考生。用他自己的话说，一场大雨过后，不会有人在意死了多少只蚂蚁，而他现在只关心是何方高手在背后帮助范闲避开了所有的险。水火计谋被识破后，二皇子也选择了收手。范闲趁着空闲的时间，还去看了一眼杨万里等人，显然石产力肚子里墨水不多，看到范闲更是卡壳，事先只好识趣而又尴尬的走开。但是来到杨万里面前，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对方完全没注意到面前有人，而且这字迹工整程度让范闲汗颜。但更让他惊讶的是文章的内容，简短的看几句便知识上座。如此平静下，3天考试也就顺利完成了。到了第3天夜里，就是胡明誊录的任务。所谓胡明誊录，就是把考生姓名盖住，同时再抄录一份，以防在自己和名字上作弊。这看起来公正，但暗箱操作依然会存在。因为范闲虽然退掉了所有的名单，但不代表其他人也会如此。比如礼部尚书郭征，因为负责胡明誊录的基本都是他手下，所以他甚至比范闲更方便作弊。范闲有了郭攸之的帮助，自然明白其中的门道，所以他干脆打开了说：我是在说呀，我要是想在这胡明抄录上做手脚，该如何行事啊？从来没见过这么公开问的，干活的都懵了。郭征赶紧假正经的解释，不存在这样的行为，实际是不愿意告知其中的手段。范闲干脆直接点破了说：我怎么听说这胡明的纸条有长有短呢？范闲刚说这话，一侧作弊之人就心虚了，赶紧撕掉带有记号的纸条，毕竟这纸条长短不一也算是标记。既然范闲懂得胡明的门道，郭征便也不敢操作了。到了抄录区，范闲同样公开作弊方式，然后抄录这边也能在纸上沾些墨迹，这样阅卷的人见了也就心领神会。范闲直接拿掉脑袋来警告，这边做手脚的就尴尬了。得到郭征的暗示后赶紧收手，然而千防万防，还是出现了问题。第2天一早，一个太监进入了存放卷子的房间，打开杨万里的试卷后，不知道做了什么样的手脚，熬了3天3夜的范闲也准备回府洗漱休息一番。他自信地认为这次春闱是干净的。这一次啊，别的不说，称得上干净公平。同福客栈那4位怎么样啊？石产力落榜了啊！大人没帮着给，公平就好。其他那3位呢？不出意外的话，那3个人应该都在榜，尤其是杨万里，文章不错。等到范闲补觉起来，老邓也送来了榜单，按照流程主考官要先过目。范闲越翻越不对劲，怎么了大人？杨万里落榜了，这上面没他名字。要换做其他人，范闲也不多想了，可杨万里的文章他见过，他甚至亲眼看到他的卷子被盖章高中的，所以此事必有蹊跷。他赶紧带着2人去礼部，亲自翻阅后，果然问题严重。卷子的内容是杨万里的，但名字改了。要个公平，这么难吗？更离谱的是，换上的盛怀元这个名字，范闲还见过。太子当日走后门递上的3人名单里，其中就有这个名字。老邓一听是太子门生，当即担心起来。毕竟范闲与二皇子交恶，如果再与太子产生嫌隙，恐怕这路要不好走了。但范闲这次是下了决心的。我这个人说的话就得算。什么话？这届春闱要干净。老邓，你带医处的人把这儿给我围了，没有我的手令，谁也不许放榜。领命。王启年，大人呢？去东宫。此时的太子正享受着自己的爱好，他本已经答应过皇后，
不再画这捂脸的女子，结果还是偷偷在画。见范闲不请自来，便赶紧让人收拾了。范闲也不墨迹，直接告知春闱冒名顶替一事。太子倒是淡定的很，他承认顶替之人是他的门生，但事情却不是他做的。范闲也相信不是他做的，毕竟如果要换，太子不可能只换一人，更不会专门针对杨万里，所以此事必然另有蹊跷。范闲来找太子，无非是知道有人挑拨，所以必须理清误会。太子认为是老二，可范闲觉得不像，毕竟手段太过明显。太子也不纠结了，提出了个折中方案。好歹是我门生，不如将错就错。这样，杨万里那边呢，我保他1年之内入仕途，怎么样？假如将来有一日，有人将此事移交圣驾之上，参殿下一个春闱舞弊，结果会如何？岂能授人以柄？还是你看得远？范闲觉得这件事不能简单处理，他打算直接闹大，所以拉着太子一起去见庆帝。此时的二皇子则是最看不懂的人，因为这事也不是他干的。我怎么觉得这一步一步是什么在把他往前推呀？谁对他？为了什么？忽受迷离，瞧不清。刀剑无情，还望尚书大人自重。我倒想看看你这刀剑怎么无情。诸位同僚，我一处经年守礼，了然人情世故，可是监察院有必要了然人情世故吗？咱们手上这把刀可不是摆设。监察院查封考院，范闲又要玩把大的了。眼看春闱就要放榜了，却被范闲发现了舞弊现象。他直接让邓子越带人查封考院，而这个决定直接震动京都。曾经的邓子越也终于满血复活了，浑浑噩噩的过了那么多年，终于等到了一个自带光芒的领导。而范闲封考场又入宫见驾的消息很快传遍街巷。为了什么？听闻是为了春闱舞弊。本届春闱，小范大人都已经把考场给围了。这种事儿你是怎么知道的？街巷满是传闻，小范大人要为天下学子求一份公道。石产力和侯继常看的表面，正为范闲的举措而兴奋时，杨万里已经看到了深层的一面。春闱舞弊何等大事，这么快街巷便有传闻，这事儿不合理啊！也许是小范大人自己做的，借民心为弊助，有道理。若不是监察院，消息哪会传这么快？这样一来，那就只能勇往直前，再无退路。而范闲这边拽上了太子与其一起入宫见驾，这次带路的居然是红烛。范闲见眼生，便多问了几句。原来简书司戴公公被打死的那天，侯公公问过谁能接替他时，戴公公感念红烛的简邪之恩，便提了他的名字，继而又被侯公公赏识，点名为其跑腿办差。而红烛的作用也从此刻开始。他一方面感谢范闲扳倒戴公公，同时故意说出范闲的处境。有没有人跟你讲过封顶说话不该这么直白？大人才华经世，如今又为天下学子毅然入宫，小人感佩至极，心绪难平。范闲立住了，就如同刚刚杨万里预料的那般，查封考院是大事，也是绝密的消息，怎么就连太监都知道了？所以红烛说这话就是告诉他，这条消息已经传遍了京都，既然他自己没散布消息，那背后就是有人在推动，而且也告知范闲，此次见驾他没有退路了。而庆帝这边，陈萍萍专程送来一盒东西，显然是庆帝让他准备的。太子因为门生关联其中，变成了范闲的代言人，讲述了春闱榜单被人动手脚一事。而陈萍萍和庆帝今天像是演双簧一般，故意在引范闲入套。庆帝过意问三人的看法，范闲果然态度坚决。春闱科举是国之命脉，臣觉得该查，那就查呗。谁来查？年轻人，你们应该多做些事，该查多深，敢查多狠。这话没人能回答。庆帝丢给他几本折子，告知这些都是近5年来举证春闱舞弊的折子，但是都没结果，因为没人敢查。毕竟这背后牵扯的人面太广，稍微遇到些阻力，便进行不下去了。言外之意，如果范闲没有决心，就不要开口。显然有些激将法的意思。范闲偏偏还真吃这一套。臣胆大妄为，你查？你要知道查出的结果，你受得了吗？臣自己接着。看好，有这许多折子，整顿吏治，义不容辞。庆帝得意的想笑，又忍住了，毕竟鱼上钩了。而所谓的舞弊，也都是出自他的手笔。他让红烛调换的名字，老二看不透的背后推手，就是庆帝自己。考院被封后，他故意散布消息，让范闲无路可退，逼着他接下这个得罪人的差事。甚至这还没结束，查处春闱舞弊只是引范闲上路，更重要的是另一只大老虎。离开庆帝办公室后，红烛拉范闲到一侧说话，结果对方直接跪了。范闲一脸问号。红烛告知自己原本姓陈，颍州人士，家中被贪官迫害，家产被夺，全族灭门，而他侥幸逃脱，又无处可去，才入宫当了太监。哪个贪官？就是如今的颍州知州。颍州知州，本宫惩贪除恶，如今这贼人依然抄家入狱，判了斩立决。范闲并不记得颍州知州，但是他能猜到是陈萍萍提交的那份贪腐名单里有这个人，所以也算是误打误撞，给红烛一族报了仇。红烛很是聪明，看得清这查贪的背后是范闲极力推动的结果，所以把这份恩情记到了他的头上。而红烛入宫的身份没有任何人知道，所以这个人是安全的。范闲意外收获顶级府。杨万里，宫试第5名，特别靠前。卫士榜单，这不分高低，都一样的，想喊就喊出来吧。
这是被称为大庆史上最公正的一次春闱，终于到了放榜的时刻。虽说是公正，可依然会是几家欢喜几家愁。而这么大的榜单也是头一回见。为了让考生看得更清楚些，王启年可是委屈大了。为了改回杨万里的名字，范闲接过近5年的春闱舞弊案后，让王启年连夜改名。谁改？这话就多余问。范闲那狗爬字怎么能写？更让老王没想到的是，说是改名，其实是重写，而且是写在一张大数倍的榜单上。这可就要命了，不仅不能写错一字，还要整齐。老王瞬间压力山大，本来就紧张的要命。损友老邓还在一旁逗乐。老邓，还是你来吧。使不得，使不得。大人是吩咐，您错了。不，你的字儿比我的字儿好。那我命也好呀，我不用做这事儿。老王气够呛，只能提笔开写。可老邓还没捉弄够。要知道早上在范府的时候，他忽悠老邓上桌吃饭，等到范闲出现时，自己飞速扔掉筷子，让范闲以为是老邓偷吃。老邓本来就脸皮薄，这下更是尴尬的抠脚。这仇怨可算是逮着机会来报了。看准了老王刚要下手，他立马就开口：按理说此事该当礼部的人动手才对。老王赶紧起来解释，至于什么内容都不重要了，因为老邓也根本不在意。等到老王第2次准备落笔时，可以用不着这么大一张吧？老王要生气了，但还得起来解释。刚解释完，酝酿好情绪，准备第3次落笔了。那既然这么重要，你给大人亲自提笔才对。你这话能不能过脑子？大人那笔字儿啊！老邓自己都忍不住笑了。王启年觉得这下没事了，准备第4次下笔。都是些陈年旧案呐，从何查起？不是，你能不能不说话呀？我这万一写错了呢？这回老邓是不说话了，可老王自己已经被吓出阴影了，还没落笔就感觉写歪了，还让老邓来看，结果看了个寂寞。这看不出来吗？委实看不出来呀。就这样的状态下，老王熬了大半夜的功夫，总算把这黄榜给抄完了。回到范府时是这个状态。哎呀，至于吗？当然至于了，那么大一张榜啊，我这一笔一画都不敢错呀。这要是有点儿哟，你给这么大一点呢，我这一下就好多了。老王瞬间一顿彩虹屁就上来了，范闲听了都不好意思。话回到正题，这一天老王不只是写金榜，更是去调查了2件事：一是红主所说的身世问题和监察院的档案基本无；二是范闲刚领受完彻查舞弊案，坊间就已经传开了。范闲听的就觉得不对劲，能做这件事的只有监察院，所以必然是陈萍萍在为庆帝办事。第2天就是放榜的日子，考院门外挤满了考生，而今年与往年又是大不相同。跳过礼部，监察院直接放榜，史无前例啊！杨万里，监察院这次放榜就是为了把他的名字加上去，本来就是他被别人给替了，小范大人觉得不公平，这才闹得这么大。这可就炸锅了，杨万里还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更真实的传言又来了。你们知道是谁亲手把杨万里的名字给加回去的？谁啊？是陛下，陛下连夜执笔亲自改的名字。无论是不是真的，金榜已经在路上，就这长度也是史无前例了。老邓让人抬到城楼上，金榜展开的这一刻，所有人的心都被牵动着，他们努力地寻找着自己的名字。杨万里在哪呢？共是第5名，特别靠前。会试榜单，这不分高低，都一样的，想喊就喊出来吧。通过传言再看杨万里的名字，都会觉得那几个字不一样，必然是庆帝的亲笔。然而结果总是有喜有愁，即便是史上最公平的一次春闱，大多数人也依然会落榜。转完了，本来说我屡试不中，我的命怎么那么苦啊！大爷，别白做了呀，大爷！至于同赴客栈的4人，就如同范闲所预料的那般，侯继长高中。从未露面的程嘉玲也在榜上，唯独那个没有回头路的施产令，在3人目光扫描了无数遍后，确认他榜上无名。再对一遍，对，再过一遍啊！当范闲接过近5年的舞弊案时，他也正式掉入了庆帝的圈套中。按理说堆积了5年的案子，范闲一个人查到猴年马月都查不完。他之所以敢接，是因为手上的那张王牌。郭攸之这个曾经的礼部尚书，也是范闲的死对头，恐怕连他自己都想不到会有一家人为范闲做事的一天。范闲拿着那批案卷离开皇宫后，就直奔监察院大牢。照之前的计划，在完成春闱后，他将郭攸之从刑部大牢转移到了监察院地牢，不仅条件好多了，下一步便可放他出去。只是没想到，郭宝坤竟然也搬到这里住了。你怎么在这儿啊？我陪我爹呀。不是，我是说一处的地牢你怎么进来的？我跟王启年说了，我回来京都算不算是暗中行事啊？那当然算。那既然是暗中行事，目的不就是不被别人发现吗？那我待在地牢岂不是很合适？居然很有道理。郭宝坤脑子灵光起来，居然还有点东西。虽说有点爹宝男的意思，但起码还是有孝心的。他直言自己来地牢住，就是想跟他爹待一起。范闲也不多说，直接进入正题。郭攸之看了这些折子后，心里大概就有数了，直言这里面不少案子他都见过，只是怀疑范闲是否有这个决心。毕竟能往春闱里塞人的就那么几个。太子、皇子、长公主、林相、陈院长，还有军部老秦家，
这几个哪个能治罪啊？放心，我不傻，没想要把这些大人物拉下来。小范大人明鉴。按照范闲的意思，背后的大佬既然动不了，那就办前面办事的。但凡是从中调停收取钱财的，都可以作为处理对象。杀一批震慑下，起码能管个几年。这对郭攸之来说简单，他可以列出办事人的名单，从他们身上开始调查会简单许多。但他又想到另一方面，因为告状就必须要有原告，所以他就想到了曾经的那些苦主，也就是当年被冒名顶替的考生们。范闲如醍醐灌顶，恰好这时大宝来监察院找他，大宝自然不会一个人前来。袁先生啊，就他一个。袁先生陪着爹放心，你现在有时间吗？爹要请你喝茶。这本来是很正常的一次请人，范闲也如约的前往。只是走到半道时，袁宏道突然说要去办事，便先行离开了。等到范闲来到相府时，果然也是为了调查春闱舞弊之事。老丈人又是来送温暖的，他直接让范闲从他开始查，毕竟做官多年，还是有些把柄可以抓的。查自己总比去得罪别人强。我提前弄几个人，到时候扔给你，一来给陛下有个交代，其次我能替你护着点。做官嘛，过于悍勇，下场堪忧。范闲直言老丈人如同蜡烛一般，燃烧自己照亮他人。两人闲聊时，才知道袁宏道的离开，并非是替林相办事。林相大概也听出问题了，只是依旧装糊涂。而袁宏道这边和范闲分开后，来见了一个陌生女子。你终于来。此时还不知道这女子是谁，但是陈萍萍和庆帝的一段对话，就有些耐人寻味了。陛下，范闲已然接了春闱旧案，证人可以随时登台。陛下以为什么时候可以安排？别影响放榜。明白，放榜之后行事。看来一切都联系到一起了。范闲那边需要原告，庆帝这边就给他准备好了。当春闱金榜公布之时，石产力就成了全剧中最悲催的人。一个宿舍4个人，其他3人都上榜了，唯独他榜上无名。这原本就足够沮丧的了，可更让他绝望的还在后头。现实的侯继常把杨万里拉到一旁，两人吃起了独食，合着没上榜连饼都不分了。侯继常一直想去拜访范闲，把门生这件事顺水推舟给做实了。金榜公布前他就提出过这个想法，只是当时被杨万以目的不纯给压下了。而此时就不一样了，他再次提出去拜会范闲，却只是和杨万里单独说起。杨万里此时也觉得合适，便同意他的提议。然而侯继常却直接绕过了石产力，显然并没有邀请他的意思。我现在就去寻嘉玲。嘉玲，你中了，唐嘉玲。而石产力自然看得懂其中的人情世故，所以他做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决定。我也同去吧，虽然未中，也该上门拜谢，那是自然。到了范府，原定的4人依旧看不到程嘉玲的影子，显然3人都很紧张。3人排练了多遍的礼仪，喊起来也是杂乱无章。见过。小范大人，你俩也不齐啊，赖我。范闲调侃，还是上次见面时轻松愉快，他更喜欢那个状态。小范大人也是人，小范大人不是人，小范大人是诗仙。产力怎么了？连着说。玩笑归玩笑，范闲询问今日来此目的。杨万里刚要开口，就被侯继常给抢着说，他以范闲监考春闱为由，所以今日特意来行拜师之礼。拜师投效，我等4人心生敬佩，愿为大人效力。 4位哦，程嘉玲看榜时被人挤伤，不能走动，他让我们代为转达对大人的尊敬之情。按照礼节，范闲确实是今年考生的作诗，所以也不拒绝这个称呼。他顺手从口袋中取出2份纸笺，上面是他理解的做官的道理。范闲想说的话也都在上面。侯杨2人如获至宝，石产力因为落榜，所以没有他的，多少有些沮丧。先生，学生告退了。学生告退，石产力，你留一下。侯杨2人出府后，打开信封，里面只有简单的8个字。 好好做人，好好做官，不愧是小范大人啊，还可以这样用词，言简意赅，意味非常。侯兄，你看这做人可是在做官之前啊。杨兄，从今日起，我等便是范府门生了。杨万里看到的是做人在做官前，而侯继常只想着成为范府门生的身份。2人走后，石产力1人反而是更紧张。大人留我，可是有什么交代？接下来什么打算？接下来这几日就打算离开京都，回家去了。你回不去了。石家镇一场火灾，全镇被烧，这是当地府衙出的报灾文书。石产力没想到等来的是这件事，没有金榜题名就算了，如今是连家都没了。范闲告诉他，这或许不是天灾。而当石产力看完文书时，贺宗伟带着命妇来访，范闲便让王启年先带走石产力，等到他忙完舞弊案后，再来见石产力时，对方已经是另一个状态，颓废的坐在石阶上，双眼通红，看样子他一直在等范闲。他看出了报告中的问题，天灾起火，总要有个源头，就算风大火急，也不可能一下子整个镇子都着了。就算镇子烧了，人也不会全遇难吧？这道理我都懂，写这个的不懂吗？石产力询问范闲，放火之人是不是位高权重？范闲想起了太子跟他说过的话，当初他的人赶到史家镇时，全镇已经被烧了个精光，一个活口都没留，而这一切不过是二皇子为了毁灭证据的手段而已。无论是太子还是二皇子，那都足够称得上位高权重。而且这一日还有另一件事，那就是告状的命妇突然撤案，让他猝不及防。他告知石产力，这个世上如果没有苦主寻找真凶，就不会有案子出现。
石产力秒懂范闲的意思。大人，我想找真凶。你会撤吗？我全家都没了，大人，我这去哪儿啊？好，你这案子我接下了。不仅如此，你这人我也接下了。从今往后，你就是我麾下门客。这案子我不能保证一时半会儿给你结果，但我答应我会一直查下去。石产力愿为大人效死。范闲要的就是这个态度。眼下他是石产力唯一的希望，所以不用怀疑对方的真诚。而这年轻人虽然落榜，却从范闲这里得到了更重要的东西。我们做臣子的最刺激的是什么？不就是跟陛下斗吗？我斗输了，接下来就该你了。原来庆帝才是6边形战士，不仅武力是4大宗师之首，就连智商权谋也同样是天花板级的。林相这般老辣的官场老油条，都能被他玩到浑然不知。一场热闹的春闱下，看似是老二与范闲直接的较量，实则是庆帝顺势布下的棋局。就连林相都没想到，庆帝这盘棋的最终目标竟是自己。当初二皇子联合叶家推荐范闲出任春闱主考官的时候，庆帝就想到了今天的这一步。他一步步地推着范闲往前走，又利用杨万里的落榜，逼着范闲接过春闱近5年的案子，再通过贺宗伟带着命妇上门，请求范闲主持公道。偏偏命妇状告的对象就是范闲的老丈人，当朝宰相林若甫。无臣啊！范闲终于明白了这个词的意义，他让严冰云帮忙，毕竟涉及到当朝宰相，需要4部和京都各部门联合办案。严冰云便护送着贺宗伟和命妇去大理寺，然而半道却遇见了袁宏道，这个林若甫多年的门客，居然公开刺杀原告，这是摆明了在给林相泼脏水。严大人，那好像是袁宏道。别好像了，就是他。这年头都把人当猪吗？虽说严冰云看穿了有人在演，但袁宏道这脏水，林若甫是洗不掉了。他到此时才明白过来，这个跟随多年的心腹，竟然是他人的卧底。至于是谁派来的，已经无关紧要了，因为庆帝的目的已经达到了。毕竟命妇是袁宏道引出的，刺杀也是他干的。很明显，如果不是庆帝派来的，就是陈萍萍的意思。而他自己则准备逃亡信阳，那可是长公主李云瑞的地盘。这袁宏道是个多面卧底，他在李云瑞那还有一层身份。回到京都这边，林相看透庆帝的布局后，知道春闱中的目标是自己，便带着范闲入宫见驾。他特意交代范闲，待会儿见驾，不论我说什么，都别搭腔，当没听见。要是能把袁宏道抓回来，让他承认是被人指使，或许还有出路。检察院真要抓人，早就把人抓回来了。林相还是看得透的，毕竟袁宏道刚上马车，黑旗就围了上来，只是迟迟没有动手。说白了，这人跟陈萍萍的关系绝对不一般，两人是越聊越深，可把侯公公给吓坏了。二位爷，老奴还在呢，私下说不好吗？他让范闲好好看接下来的戏。到了庆帝办公室后，庆帝像是知道林若甫的来意，出奇的客气，上来就称赞其劳苦功高。林若甫则也演起了戏，他假装老眼昏花的状态下，直接踢翻了庆帝赐座的凳子，整个一老年痴呆的感觉。两人一番寒暄过后，庆帝也不绕弯子，直言今天林相来此目的必定不同以往。林若甫则直接跪下，称自己年老体弱，百病缠身，请求告老还乡。庆帝没有半点意外，只是有点好奇。范闲，你觉得林相说的是实情吗？臣年纪小，看不清楚。你不是学医吗？学的是毒。范闲果然是听话的，什么都装不知道。庆帝绕了一圈，没有立即答应的缘由，便是林若甫还有东西未交接，那便是他多年经营的人脉，以及朝中的亲信和门客名单，可又不能明着要，只能暗示林若甫交上来。林相，你的门下门生众多，哪些可以堪以重任？能否列个名册，朕日后好提拔？臣为官清正，不搞这一套。林相也会这一套，是吧？不敢。什么时候动身？即刻离京。这倒是挺意外的，他甚至连范闲和婉儿的大婚都不懂啊。庆帝询问是否一人上路，大概率还是不放心，便送上一颗定心丸。臣那个儿子心智不全，千里迢迢怕他意外，所以就不带着了。他转头与范闲现场做交接，交上伙食费，让庆帝看得清清楚楚。既然不肯交名单，庆帝便也不啰嗦了。林相，朕送送这个老狐狸，临走还挖了个坑。庆帝所说的坑，自然还是那本名册。到此时，这出戏就演得差不多了。林相和范闲走出办公室后，是彻底的放松了。这次是真看明白了。他告诉范闲，春闱造假这么大的事，也不过是郭征被贬出京，算得上是不了了之。所以什么都是演戏，只有拉他这个宰相下台才是真的。其实结果只有一个，让你彻查往年舞弊，借命案送我一程。陛下的幻象之心藏得够久啊！如今林若甫通过春闱一事，看明白了庆帝幻象的心思，便主动辞职告老。为了给自己留条后路，他保留了自己的门生和人脉名单，反而把大宝留在了京都。一方面让庆帝放心，另一方面因为舞弊案，范闲得罪了林相的众多门生，所以留大宝给范闲照顾，也可以减轻门生对范闲的怨恨。这一举两得的背后，也吐露出林若甫的无奈。那个考生命案怎么办？什么命案？哪儿有命案？这还真让林相说准了。他这边辞职完成后，
侯公公就带着圣旨来找贺宗纬。陛下口谕：贺宗纬身为学子，奇才德智皆有所长，举世难得，特有恩旨，引示拔擢，任督察院御史一职，即刻上任。贺宗纬也是这场棋局的棋子之一，庆帝用他当工具人，完成任务后，继而培养成范闲的磨刀石，所以哪有什么公平？别人的10年寒窗，抵不过贺宗纬的一次阴险。而林相猜得很对，事情已过，就没有所谓的命案了。告状的命妇当场撤诉。便如贺大人所言，小女子不告了。这可把严冰云给气懵了，他坚持要送2人去大理寺走一趟，结果贺宗纬直接拿庆帝来施压，严冰云只能咬牙回去，这梁子也算是结下了。而另一边的袁宏道，来自黑旗的危机也解除了。这怎么突然就走了？说明京都谈判有结果，跟了一路，还以为要抓人呢。没谈妥，自然要抓人。那就是没事了。今天没事，未来看命。袁宏倒是走脱了，林相就没那么容易了。能不能走得脱是一方面，他还有个牵绊留在京都。在送他去范府前，林若甫反复跟这个儿子交代：这世上没有人天生应该对你好，在世上没有人天生就应该对我好，爹例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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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看来，全局里所有的爹都对儿子好，庆帝除外。在送大宝去范府后，他也悄悄上路。范闲刚回到范府，陈萍萍后脚就跟了过来，他来只为一件事，让影子送上黑旗的调动记录。黑旗归5处掌管，平时驻扎在京都之外，但辎重粮草都是由京都来调配，所以难免需要一处协调。这也顺理成章的让范闲来熟悉业务。然而陈萍萍重点提醒他2条信息：一是监察院的黑旗不受军方控制，整个庆国只有他和庆帝能调动；另一条则是林相告老还乡之事。不过最近这段时间，告老还乡的不只是林相一个人，你仔细看看。陈萍萍似乎话里有话，范闲也觉得奇怪，便连夜翻看记录，可始终看不出陈萍萍的意思。你说他有什么话为什么不能直说呢？会不会这话他就是不能直说呀？范闲还是没想透，直到第2天他来送老丈人，在大宝和婉儿磕完头后，林若甫正式上路。范闲也在婉儿的闲聊中得到了提示。你刚才说什么？黑旗调动，这可是绝密。他想到陈萍萍刻意提醒的这些话，再找老王核实一件事。最近告老还乡的重臣还有谁？京都府尹梅志礼下场如何？听说是让马匪给劫杀了。还记得那天吗？记着。看看哪天调动。 6月13呀。王启年翻到6月13这天时，果然黑旗有调动的记录，这就对上了。而且陈萍萍提醒他，黑旗不受军方控制，只有庆帝和陈萍萍能调动，所以林相大概率会成为下个梅志礼。范闲骑上王启年一路狂奔，真碰上黑旗，咱俩也拦不住啊！情况紧急，我上哪儿找兵马去？飞吧！不知道是不是运气好，范闲竟然在半道上遇到了大皇子，而且对方还带着兵马，就像是专程等他一样。你怎么在这儿啊？我不是领了宫中侍卫的铺职吗？调着禁军懈怠，带他们出来练练。在这儿练？陈院长安排的。真有他的！看来这不是巧合，都是陈萍萍安排好的。庆帝要杀林相，陈萍萍不方便直接说，就跟范闲玩了个哑谜。只要范闲能猜出来，就必然能遇到大皇子。掉脑袋的买卖，敢不敢做？你要这么说，听着可刺激啊！可能要冲黑旗，我什么都不知道，人是你拐走。时间紧迫，来不及解释了，跟着我。大皇子这人能处，有事是真上，明知是冲黑旗，还要去凑热闹，只是苦了王启年了。这么多战马，就没一匹多给他的。而黑旗这边已经到位，冲击的指令也已经发出。倘若范闲不到，林若甫下场就不好说了。所以巧合就在这时候出现，大皇子一记长枪拦住了黑旗。王启年最先赶到，同时将提司腰牌扔给黑旗统领。毕竟黑旗隶属监察院，而提司在监察院也只是一人之下。既然拦住了，下面的事就好办多了。我来介绍一下啊，这边的全是禁军，还有这一位大皇子，常年在边境领兵，好歹也是个皇子，好歹是。还有那一位王启年。大人，你说我不管用的，轻功特别好，谁也追不着。老王想多了，原来是夸自己腿脚好。范闲这么说的用意也简单，黑旗这次是秘密行事，可如今禁军和皇子都在场，还有个飞毛腿的王启年，要么黑旗今天把所有人都杀了，要么就不要动手，否则秘密必然保不住。所以范闲提出商议，双方各退一步，这件事也就当作没有了。如果上边追究，就以提司腰牌说事，所有责任范闲来担。有的商量吗？你是范闲，是我。身为黑旗，非受命不可出营。我既在这儿，便是领命来。范提司应该知道，军令如山，那就是没得谈了。氛围一下就紧张起来了。黑旗一向纪律严明，这要是空手回去，恐怕是要担责任的。就在众人做好火拼准备的时候，又反转了。你这可有点割裂啊！你不说各回各家吗？不是军令如山吗？黑旗隶属监察院5处，此次出营领的是5处之民。范提司于监察院内只在院长1人之下，你的命令高过5处，所以各回各家便是军令。多谢军令。说完大部队就撤了，只是统领还在原处。他突然下马，对着范闲暗示什么，只是不小心用力过猛，直接把面罩给甩掉了。等到范闲下马后，他又拿出一本书，
听闻提斯死讯，我连夜买的。那我谢谢您。幸好是误传，要不输钱我赔你。不用，提斯可方便，留存墨宝。原来是粉丝要签名的，这就简单多了。只是在这荒郊野岭，找个笔找剑还难，好在老丈人随身带着。古代签名真是麻烦，找完笔又找墨，急得统领都拔刀了，准备用血来写。好在老丈人准备齐全，研墨还得水，老丈人的茶水勉强凑合。对于范闲来说，最难的还是写字。贵姓啊？荆，荆棘的荆。对，好姓。名字？无名。荆无名，好名字。哎，不是无名，没有名字。这下尴尬了，都已经下笔了，字这么大，要么撕掉，要么就圆过去。职位副统领，隶属武术，还得是脑子好才行。直接把无字改成了统字，就是这字，大皇子看了都辣眼睛，那是真嫌弃了。但防伪绝对是无敌的，金统领看的都无奈。字儿不太好，你谦虚了，难怪院长说提斯落笔，鬼神一惊。氛围瞬间就欢乐了。范闲本以为对方精通诗书，却没想到签名也是因为情怀。金统领喜欢读诗？不懂，但喜欢。庆国文坛积弱已久，提斯横空出世，是乃庆国之幸。在下即便不懂诗，也敬佩你这样的人。范提斯，你活得真好。同感。庆帝一心想让范闲当孤臣，可如此情况下，还怎么可能是孤臣？作为全民偶像，即便身边的人被赶走，可这个天下想靠近范闲的人只会越来越多。而黑旗的出现，也让林若甫有了新的认识。我猜错了，陛下不是要换相，而是要废相。废相，废除宰相之制。我判断错了，所以应对也就错了。他从木匣中取出一份折子，上面是他多年来的人脉和门客，这也正是庆帝想要的。让范闲转递庆帝的同时，告知他回乡后会第一时间上折子，请求废除宰相制，这样庆帝就不用担任何舆论压力。这场春闱的闹剧到了此时才算真正结束。而黑旗来此的目的本就不是杀林若甫的，而是提醒他做完这些该做的事情。所以这又是陈萍萍和庆帝的双簧戏。虽说救下了林若甫，可阻拦黑旗却是死罪。大皇子虽然主动提出承担责任，可范闲用提司腰牌调动黑旗，这是公开的事。庆帝真要是追究起来，够他死2回的了。然而真是怕什么来什么，刚和婉儿这边聊上几句，庆帝就派人来传话了。陛下口谕，宣大殿下与范闲入宫见驾。父皇这你就推到我身上，就说是我要送你相。不行，这抗旨也扛不住他。陛下旨意让林相告老还乡，别的旨意我没听过。想想刚回京时，大皇子还准备要范闲的命，这才多少时日，就混成这样铁的关系了。范闲嘴上什么都不怕，心里还是有几分担忧的，毕竟是抗旨。入宫时等待他们的是红烛，告知是去御书房见驾。大皇子有经验，知道重罪才会去殿上，所以今天问题应该不大。等到上台阶时，红烛故意摔倒，范闲心领神会，以帮忙正骨为由，让大皇子先行一步。红烛便借机透露信息。陛下得知消息后，略有息怒之色。但方才御膳房送的糕点，陛下吃了2、3块。陛下平日动怒之时，绝不会去动糕点，这不敢说。脑袋不要了，大人恩情，小人必会忘却。到了办公室后，庆帝先见的大皇子，对于这个儿子，若不是他母亲身份的问题，妥妥的太子最佳人选。虽无缘皇位，可常年在外带兵，倒是让他性情醇厚，而这也正是庆帝最喜欢的。对于与范闲的关系，他也只是以看得顺眼，赏识他重情义来回答。他重情义，那别人呢？京都百官多是重名重利，重情者少了些。知道为什么？儿臣不懂。李成儒，你是一个忠厚，不懂为好。儿臣常年驻守边境，眼光见识，是浅薄了些。浅了好，安心守心。庆帝要的就是他没心眼，否则也不放心他去边境了。大皇子出去后，就该轮到范闲了。只是这时候范建也来了，就父子俩一起聊。范闲上来就是认罪，毕竟私自调动黑旗无法辩解，同时呈上了林相的那本名册，并转达了林若甫的意思，会亲自上奏折建议废除丞相制。而这些正是庆帝想要的。至于黑旗那些操作，都不过是演戏罢了。刚好范建来了，而且还是带着戒尺来的，解释称范闲抗旨，私自出京调动黑旗，所以是来教育小孩的。庆帝本也没想动手，干脆就成全了范建。你准备怎么处置？臣想加法伺候。准打。这就有了开头的范建跳大神，张牙舞爪的比划了半天，就是没下得去手。舍不舍得是一方面，这还是庆帝的儿子，当面打似乎也不合适。我今天一定要打死你，逆子！范建，我今天不打死你，我还哪有脸见陛下？好了，别装了。今天让你们前来，是要告诉你们一件事情。范闲，该完婚了。这话一出，就是没事了。庆帝也算是信守承诺，范闲从北齐回来，就让他和婉儿成婚。3天之后完婚。3天来得及吗？从礼部拿银子，我们在事后给他补上。陛下，这不合规矩。范建、范闲，你们听好了，这桩婚事不是你们的家事，是国事。这下父子俩也不遮掩了，欢乐的狂奔回家。接下来几天安心准备喜事就好。
这一惊一乍的做什么？爹娘，哥，咱要发财了，这是无本的买卖。什么无本的买卖？听着跟劫道似的。你成亲这档子事儿，可比劫道挣得多了。范思哲这脑子永远都是赚钱第一。范闲刚被传旨3天成婚，家里一个个都担忧操办的事，唯独他脑子里想的是怎么拿这事赚钱。想啊，宫里出钱，礼部操办，这咱家不就是没有本钱吗？皇恩浩荡，这是多大的荣耀啊！话到这个份上，家人大概就看明白了，范闲大婚必然影响巨大，朝中的文武百官们必然削尖了脑袋要来参加。毕竟庆国未来的第一权臣，加上文坛宗师的名号，谁不想沾上几分呢？所以来的人越多，礼钱也就越多，这是正常的想法。可范思哲的脑回路是反的，一度让范闲都怀疑这个弟弟是不是也是穿越过来的。到时候咱这就得大办，能办多大办多大，得让北齐都能知道。但是呢，能够进范府的机会、入席的资格越少越好，越精越好。就得是那些个京都的达官显贵要进不了咱家的门，就是臊子都出不了门。饥饿营销啊！这脑子天生做生意的，只是这样好像容易得罪人。范思哲深得范闲真传，都会玩拍卖了。咱摊开卖呀，公平公正，价高者得。就是哥发明那词儿，拍卖。咱嫂子皇家郡主够可以了吧？他要是成亲，他那几个哥哥不得来吧？太子得来吧？皇子得来吧？满朝文武都得来呀！到时候这得炒到什么价去？人脑子打成狗脑子。范思哲越说越上头，显然已经入戏了。事情还没谱呢，就开始操心持续赚钱的问题。你再多娶俩，这产业一形成，这咱马上就成庆国首富了。我这辈子可就娶马上一个，不多娶。就娶一个也可以，我也能让这产业做起来。过2年呢，你找个茬就把我嫂子给休。和离之后呢，咱们还能复合吗？成亲和离，亲离亲离，发财了！老范都忍不住了，直接拍桌子。但如今天他对范思哲也不像从前那般严肃了，多少会给点面子。只是范思哲这脑回路又该怎么解释？典型的现代人的思维。范闲和婉儿的婚事很快传遍京都，不仅范家在筹备，所有皇亲国戚都在准备。只是有一个人很特殊，那便是远在千里之外的信阳，婉儿的亲生母亲，府库的执掌人李云瑞。这次婚事对他来说是影响巨大的，不仅是因为女儿出嫁，更是因为他要按照之前的约定，将内库的财权交出。虽说信阳这个地方远离王城，可李云瑞的消息是真灵通。范闲这边刚被传旨结婚，丈母娘就收到了消息。为了给女婿一个惊喜，他立刻着手做2件事。一是他准备了一辆花车，打算从信阳出发，沿途一路撒花到京都，所以信阳的鲜花基本被他薅完了。庆帝不让他离开信阳，他偏偏准备大张旗鼓的走。第2件事便是贺礼。按照之前的旨意，范闲和婉儿完婚后就要接手内库的财权，所以李云瑞找来了全城的会计，让他们最快的速度盘清楚账目。为了赶时间，这些人连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就算是累晕了，也会被强行灌下参汤吊着。到了信阳的这一年，李云瑞是比从前更残忍了，就连从京都跑回来的袁宏道都有些不适应了。他虽是长公主安排的人，可毕竟在林若甫身边卧底多年，所以也习惯了林相府的口味。回到信阳后，对于辣味有些不适应，李云瑞的决定直接吓坏了袁宏道。哦，对了，你不能吃辣是吧？过来，把先生府里的厨子都斩了，再换一批。袁宏道都无语了，又不敢说什么，只能硬着头皮求情几句。李云瑞则告诉他人善被人欺的道理，否则自己也不可能被赶到这个地方，所以他还有更狠的地方。当袁宏道好奇内库账目乃是机密，这些账房看过账目后，怕是有泄密的隐患。李云瑞早有计划，不是说了要备好花肥吗？袁宏道听得后背发凉，自己也是替他干活的，说不定哪天也就被当作花肥用了。而李云瑞之所以这么着急算账，自然有他的算盘。隔日他的花车就从信阳出发，一路就这样撒到了京都，沿途那叫一个热闹。从信阳到京都一路撒花，都不休息吗？他们轮流撒，那得撒多少花啊？车上装得下？这一路上啊，一路薅，不知道撸秃了多少座山。他是我亲自赶出京都的，如今大张旗鼓来给我送礼。等到花车到范府门口时，李云瑞伸出手召唤女婿过去，算起来2人也有1年未见了。好久不见。陛下命你留在信阳，若无旨意，不可回京。我抗旨，就是偷偷回来的。你现在可以去告我，一告一个准。回京都是想做什么？给你的，别怕，只是我的一份贺礼。范闲看着面前的一箱册子，这便是内库的账本。丈母娘提出婚礼期间休战，一旦婚礼结束，2人依旧是你死我活的敌人。临走时李云瑞的一句话，把范闲都说懵了。该叫我一声娘了吧？范闲能叫他才怪。他第一时间把账册交给陈萍萍过眼。陈萍萍想到当年叶青梅建立内库，又用无数奇思妙想的点子，让内库成为天下第一。再看看被李云瑞经营过后的样子，如今看来，这账面上亏损了2000多万。李云瑞这个生意做就该掉脑袋。皇室的脑袋没那么好掉。你听到这个欠款就不惊讶吗？早该想到的，就算没欠，交到我手里也该欠了。范闲也不打算立马就处理账务的问题，眼下结婚是第一要务，
至于这些账册，陈萍萍意见是，既然李云瑞大张旗鼓的送来，那就不要想着藏，而是公开这个账册实情。他让范闲去找8处的人过来抄录，到时候想看到的人都能看到。果然亏空2000万的消息很快就传遍了京都，而李云瑞的心思也被皇后一眼看穿。这账本大张旗鼓的送来，该知道的都知道。天下商贾逐利而行，既然知道欠债，谁还敢跟范闲做买？这亏空只会越滚越大，半年之内若无转机，他就得把内裤吐出来。所以说李云瑞心思没那么简单，大大方方的拿出来，只要范闲无力填补亏空，这内裤的财权最后归谁还不好说呢。范闲大婚这天，京城百官是谁都没请，原本应该震动天下的盛大婚宴，被范闲给改成了家宴，仅仅是邀请了几位同龄亲友，比如大皇子和太子。至于二皇子，毕竟还在禁足期间，如果没有庆帝的点头，怕是也不方便出来，所以太子就多少有些嘚瑟了。早在内库2000万亏空公开时，他的生母皇后就建议用这2000万换范闲的点头，说白了就是只要范闲肯归属太子，就帮他把这内库亏空给填了，否则半年内亏空问题不解决，他就只能乖乖的交还回去。所以太子这趟赴宴是自信满满。然而刚到门口下车，就遇上了怪异的一幕。北齐急信，边军800里加急。北齐犯边？不是，无关战事，是北齐那边写给范大人的书信。一封私信。边军800里加急是何事吗？写信的北齐皇帝。太子无话可说了，而信件的内容居然和屋里这个人有点关系，就是拿杯子都手抖的李洪成。他这次来可不仅仅是为了贺喜，毕竟按照庆帝的意思，范闲和婉儿完婚后，就是他和若若的婚事了。他原本就对若若倾慕有加，可若若是1万个不愿意，谁想嫁一个常年去流金河的人呢？可按照常理，皇帝的指婚是无法拒绝的，再不情愿也只能服从。李洪成本以为拿定了若若，可范闲就是有自己的办法，而这封信就是答案。范闲看完后，告知是北齐小皇帝催更红楼的。还有另一件事，他让太子自己看，从太子嘴里说出来更合适。天下4大宗师苦荷要收若若当关门弟子，海棠朵朵不就是关门弟子？这上面说了，门没关严，再关一次，这也算理由。范闲让王启年直接送到宫里，让庆帝定夺。有了这个理由，李洪成就没办法。范兄，你这是怎么做到的？你觉得这婚事还能成吗？瞧在4大宗师的面上，陛下此婚恐怕会不了了之。4大宗师凌驾于王朝之上，你觉得这是好事吗？李洪成一个纯纯的公子哥，哪里懂得这些权术的东西？接下来就是正题了。太子趁老二不在，大谈他对内库亏空一事的看法，直言自己愁得直掉头发。这内库亏空这么多，咱们怎么办呀？太子这么积极，说白了就是想让范闲接话，自己好开口谈条件。谁知范闲就是不接茬，看出了范闲的无奈，大皇子赶紧出来帮忙圆场。今日范闲大婚，不提这些啊，不提了啊！再提最后一句啊，幸亏那人被禁足了，要是他来了呀，还不够添乱呢。当然，二殿下登门贺喜，真是不能念叨。本以为今天是独角戏，没想到老二被禁足还能出来。只是他一来，李洪成就得走了。曾经最要好的小跟班，如今也要选边站了。毕竟范闲曾当面提醒过他，别再跟着老二，我不希望有一天亲手拿。不高兴不只是李洪成，还有先来的太子。都在呢，见过太子殿下。哎，二哥不必多礼啊，没行礼啊。老二一出现，太子的面具就自动戴上了。二皇子来的突然，贺礼更是直接，满满1箱子的银票，50万两，多了。杯水车薪，这内库亏空2000多万，我都替你发愁。不愧是亲兄弟啊！什么？太子刚刚也替我发愁。范闲稍稍转移注意力，太子和老二就开始擦枪走火了。老二直接用50万两银票示好，同时告知会跟商铺市交打招呼，只要范闲点头，就可以用这50万两做本钱，很快让内库平账。太子自然不让步，赶紧来拆台，称商人干涉内库过多不合适。两人直接开火，新一轮的吵架开始。怎么着，太子，这钱准备你出了？这2000万两要是我能拿出，那这事儿可大了，那不等于白说吗？范兄有时间的话，可以来我府上坐一坐，办法总是有的嘛。太好了，从此以后啊，这监察院跟内库都归于太子麾下。二哥这玩笑可不能乱开啊，我可不敢像二哥一样私下结党。氛围瞬间微妙啊，好好的结婚家宴就变成了皇子争权夺利的饭局。范闲忍不了了，趁着争吵的时间，直接再次手滑，他随手取了一张银票当做随礼，剩下的返还给老二。毕竟这么多双眼睛盯着，够督察院参他大半年的了。至于太子那边，他暂时也没空去，因为他要和婉儿去度蜜月了。良辰已至喽！随着王启年的一声吆喝，范闲和婉儿的婚礼也正式开始。姨娘，你坐那儿。万万不可，我不是范家主母，礼法上做不得。礼法不认，我认。这是范闲与婉儿的大婚现场，说是大婚，嘉宾却只有寥寥数人；说是家宴，来的却又都是皇子。所以这本该是震动天下的婚礼，在范闲的要求下，简约的完成。范闲生母叶青梅过世，范家主母也已经不在，所以范闲让柳如玉做主位，与范建一起接受他和婉儿的行礼。然而作为范闲最重要的时刻，他那几位重要的长辈却没有到场。生父庆帝只是让人送来一块亲笔牌匾，祝福他和婉儿百年好合。教父陈萍萍明明送了请柬，
但依旧没有现身，反而给范闲随了一份重礼。叔父五竹自从北齐一别后，就再没有了消息，也不知他和苦荷那架打得怎么样了。但从苦荷来信要收若若为徒看，他们应该早就打完了，只是五竹不知去了何处。还有一个师傅，当初二皇子谎编费老被其抓走，实则是费老领受任务到江南追踪凶犯去了。说到费老这个事，反而和五竹有了几分关系。当初范闲还在北齐归来的路上时，江南就出现了命案，监察院多名暗探都被同一人杀害，而且凶手从江南一路杀往京都，所以陈萍萍便让费介亲自去查。然而数日前，费介飞鸽传书来报，自己居然把目标跟丢了，这问题可就大了。毕竟能摆脱费介跟踪的，绝对不是普通高手。与此同时，临近京都的郊外，监察院的另一个同僚遇害，陈萍萍让王启年亲自去查看，回来的结果和陈萍萍的猜测几乎一致。他给了王启年一份案卷报告，郊外死者伤口和这份报告上的一模一样。看到最后，王启年赫然看到林公2个字。要知道当初林公可是死在五竹手下的，所以能甩开费介的跟踪，还能一招致命，伤口又是一样的，凶手很可能就是五竹。而且陈萍萍知道五竹的记忆在逐渐消失，所以忘记谁都有可能，也随时可能对身边的人动手。而陈萍萍让王启年去调查，就是想让他慢慢的跟范闲提及此事，因为就连范闲自己都不知道五竹去了哪里，做了哪些事。所以当王启年告知他这件事的时候，他是这个态度。那这所谓的从前的这份验尸结果，死者是谁啊？林拱这个名字对范闲来说太敏感了。尽管王启年在替五竹开脱，可范闲依旧觉得和五竹有关。按照王启年的说法，这个凶手从江南一路直奔京都，现在应该已经入了城。范闲也曾多次察觉到院中有人，可每次回过头时却又不见踪影。直到这天他拜完堂，正要入洞房时，那个身影真的出现了。范闲整个人都有些恍惚，他跟婉儿打了个招呼后，便去见五竹。说这么长时间了，你去哪儿了？和苦荷打了一架，我知道，为了我。除了打架，我还问了一些当年的事，我忘了很多事，我想记起来。苦荷怎么说？小姐的事，她不愿提。范闲告知他母亲来自神庙，可五竹却对神庙的记忆丝毫回想不起来。两人寒暄了几句，五竹告知自己和苦荷一战后，便去了南方。范闲心里多少有些打补了，毕竟那名杀手就来自南方。他尝试的确认情况，我听说了，我没动手，那就不是你啊。看来五竹是知情的，但他从不说谎，说不是他干的就不会是他。可既然不是五竹，又想不出会是谁，就连五竹自己都开始怀疑自己了。可只能是我。为什么？我暗中查过死者，出手之人宗师手段，那就是4大宗师之中有人要陷害你，是不是西湖剑？杀人者没用真气，宗师手段没有真气，放眼天下，舍我其谁？真是越说越玄乎了。他明明记得自己没动手，可证据又都指向自己，因为他存在记忆丢失的情况，所以到底是不是，连他自己也分不清了。就在两人陷入迷惑中时，五竹还留了一招，可以分辨自己是否为真凶。你看清楚。看清楚什么？我看不见，这上面有血吗？没有。如果我记忆扭曲，遗忘过去，现实总该留下痕迹。我看得很仔细，这上面干干净净，没有一丝血迹。这一路上我一直没让他沾水，那就说明不是你。对于五竹来说，范闲成亲意味着长大了，所以对他也许不再有需求了。而范闲则告知，无论自己是否成亲，他这一生五竹不可缺席。五竹感动之余留下一句交代：大婚之后，你带上小姐留给你的箱子，去苍山住一段。苍山。范闲正为2000万亏空发愁的时候，陈萍萍给他指引了一条捷径。庆余堂，这是当年叶青梅开创的商号啊。王启年告诉他，叶青梅的产业虽然归了皇家，可当年跟随他创造这些商号的掌柜人都还在京都，而这庆余堂就是这些人在办。这庆余堂是个商铺，他们自己啊不开商铺，他们收那些商铺东家的钱，给这些商铺啊做掌柜的。职业经理人可以啊。王启年照旧听不懂。至于叶青梅死后，这些掌柜的和内库之间是否还有何关联，更是看不透。反正陈萍萍做事情都只做一半。王启年带着范闲来到庆余堂，开门的是一个白发老者。老王和对方显然是熟悉的，这位便是庆余堂的大掌柜，这位便是监察院提司范闲范大人。对于范闲的到来，大掌柜显然是有准备的。更怪异的是，范闲刚入院子，四周便有人围了上来。不过按照范闲的名气，有些粉丝也属正常。老王介绍后才知，这些都是庆余堂的掌柜们。他们见了大人高兴，他们这是高兴什么呢？来到大堂时，一块黑布遮住了中堂。王启年询问是否有丧事在办，大掌柜则示意范闲去揭开黑布。这时候院内的掌柜们也都一脸严肃的进来。老王雷达瞬间预警，范闲管不了那么多，直接扯下了黑布，里面竟是他母亲的灵位，看起来已经供奉很久了。叶青梅的灵位一出，随即大掌柜和身后一群人便都跪下了。小姐，少东家回来了，少东家回来了。老王一脸问号，可范闲自然明白，看起来他们等这一刻已经很久了。好了好了，我会陪少东家好好聊的。你们在这儿啊，惊着少东家了。众人一走，接下来该让老王惊掉下巴了。
叶青梅是我娘，叶青梅是你娘？这位可信吗？不，大掌柜的，咱们可是相识这么多年，咱一直……我只信少东家，信得过。既然信得过，大掌柜就开始讲故事了。按照他的说法，范闲刚来京都时，他们就知道了，只是碍于皇帝的命令，他们不能露面，只能远远的看一眼范闲，甚至连范闲这个名字都是叶青梅提前取好的。这不对啊！我还没出生呢，他怎么知道我姓范？大人，您出不出生，您爹他都姓范，那您当然就姓范了。小姐出事之前曾经说起过，她可能不久人世。如果她能活下来，那你姓什么不好说；如果她过世，那你一定就叫范闲。这就有点难理解了。毕竟叶青梅如果活着，范闲就应该姓李了。范闲关心他母亲的死因，可大掌柜也说不清楚。因为叶青梅做完这些交代后不久，商号就给了皇室，大掌柜便也再没见过他。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啊？人世间再没有如此光彩夺目之人，他是那么的完美。一提到叶青梅，大掌柜的眼睛都发光。他所看到的叶青梅，不仅经商天下第一，天文地理更是无所不精。而大掌柜最骄傲的，便是叶青梅送给他的那首诗。说来听听。眼睛瞪得像红绫，射出闪电般的精明；耳朵竖得像天线，听到一切可疑的声音。这歌词范闲太熟了，要不怎么说他娘是理科生呢？作诗都这么敷衍，也得亏他母亲不记得诗词，更不记得红楼，否则就没范闲诗仙什么事了。而范闲也从这打油诗中大概猜到母亲的性格了。闲聊过后就是正事，内库亏空一事大掌柜早有准备。按照他的计划，庆余堂掌柜遍布京都最重要的商铺，多年来积累了良好的名声，同时也深知各个商家的软肋，只要稍微要挟一番，让京都这些商户出血，这2000万的亏空也就不是大事了。但这个办法被范闲当场拒绝，一来他不想让这些掌柜们深入险境，贸然夺人钱财就有可能招惹杀身之祸；二来他觉得这些人都是崇拜他母亲的，所以自己更不能砸了这招牌。他只是让大掌柜的替他整理出京都所有商户东家的名单，其他的事自己来解决。少东家真是个善良的孩子，原来我以为小姐走那道光灭了，原来光还可以传承。内裤的事儿你还是别接了。陛下是觉得臣补不上这2000万的亏空？2000多万两，这可不是小数字啊！庆余堂你接吗？那怎么可能补得上呢？原本以为庆余堂是陈萍萍的大礼，却没想到这竟是庆帝的主意。他本想借用范闲大婚的机会，以牺牲掉庆余堂这些掌柜们多年名誉的代价，让京都的商铺共同出血，来填补内库这2000万的亏空。说白了，既可以用民间的财富无偿来填补皇家的亏空，还能借机把叶青梅留下的势力最后清扫干净。可范闲偏偏拒绝了这个办法，所以庆帝就有了开头的激将法。既然不接手庆余堂，那就干脆不要接手内库，同时又拿灾情来刺激他。且不说这激将法有没有用，范闲拿回内库是早就想明白了的，所以当场表态：内库的亏空我来补，天下的灾情我来震，陛下的旨意一个字也不能改。庆帝动不动就来激将法，范闲还每回都吃他这套。这下好了，不仅要补齐亏空，还得最快速度办好，就连庆帝都不敢相信他能完成。哪来的底气呀？也许来自于苍山，苍山？也许叶青梅给他留下了很多的金银。范闲原本只是说要去度蜜月，却并未决定去苍山，只是五竹前日临走前有过交代。大婚之后，你带上小姐留给你的箱子，去苍山住一段。范闲也不知道苍山上有什么，只是五竹这么说了，他便把蜜月的目的地改到苍山，说是度蜜月，其实也是为了补内库的亏空，钱还是得是京都的这些掌柜们出。至于怎么出，范闲早就有准备，所以他办了2件事：一是让庆余堂大掌柜提前准备好京都所有商铺掌柜名单；二是这次蜜月带上若若和范思哲。若若最近迷上了学医，所以路上摇晃颠簸的状态下，就是他练手法的好机会，只是把同车的范思哲给吓够呛。姐，这次范闲一出现，你看你现在你怎么变得这么奇怪呀？你原来是京都第一才女，你是那个写诗看书的，这干嘛呢？小刀拉蛤蟆，这叫青蛙，那不一样吗？小刀拉青蛙，你懂什么？这叫解剖。待若若是习惯，可待范思哲那就有大用处。这个经商天才的脑子，正是此时范闲所需要的。用他的话来说，苍山有银子，苍山没有银子，但是我可以想办法让银子来苍山。所以范思哲就有作用了。他第一步把名册给范思哲，让他给这些人发请帖，把所有人都请来苍山。不过范思哲也不傻，毫无目的谁乐意去呢？人家凭啥呀？果然这些个掌柜个个都门清，知道赏景是假，让他们出血填补亏空是真，所以一时间无人愿意去。但又碍于范闲新官上任，所以来了个折中处理。人可以去，礼金也可以准备，但准备多少就看命了。没错，只带礼金，其他没有。不仅如此，这个胖子还提前跟督察院打了招呼，只要范闲敢强行收钱，必然又要遭受新一轮的集体参奏。因为赖御史之死，这些人可都憋着一股劲，就等着范闲露出把柄了。贺宗纬这个大坏人，
此时却两边做好人。他偷偷给范闲递了个私信，告知督察院的动向。不过范闲也用不上，他现在最关键的是要跟范思哲培训知识点。你有没有认真思考过，什么是财富？肯定是你疯了，你了解财富，但你不了解京都。要按你这么说呀，我打赌他们肯定不会动心。所以呢？所以你就先说着，要不成呢，你就叫我帮你说。范思哲就一个要求，让范闲拖延时间，他要派人回家取样东西来。到了会场，范闲就开始销售演讲了。他的意思总结下来，就是以内库的名义发行库债，而内库又隶属大庆皇室，所以也就是用皇室的信用来销售这笔库债。为此他还特意搞了个简易版的 PPT， 就是想要更清楚地告诉这些商人，购买库债不仅可以应对风险，还能收益稳定，最主要的是这钱还能回来。这条路基本稳赚不赔。但是结果就如同范思哲所说的那般，台下的人既听不懂，也不相信，更不愿意掏钱填亏空。直到范思哲带着神器登场，情况立马就变了。范闲上半场把库债的意思讲得差不多了，所以他只需要搬出皇室做背书，让这些人通俗易懂地明白买库债的实际好处，事情就简单多了。咱往好听了说，谁买了库债，谁就是为圣上分忧。稍微说句大不敬的话，别出去传去啊！那您各位买了库债，那不就是皇上的债主子了吗？所以您各位好好想一想啊，买了库债，出去再做生意，别人会怎么想啊？同样的买卖，他是找您，还是找那个没有买库债的人？这话一出，场面可就不一样了。在这群大老粗的眼里，财富没什么概念，可如果能跟皇帝攀上关系，那是求之不得，当即连连点头。有点道理，要这么说是这个意思啊。到了这一步，目标就成功一半了，但毕竟是一笔不小的投资，所以总归要有个保障。胖子反问，这库债是范闲提出的，所谓人存证据人亡证息，万一范闲倒台了，这库债是否还有人承认？而这正是范思哲提前预料到的，所以他让人赶回京都，抬来了这块御赐牌匾。这是范闲结婚当日庆帝御笔手书的4个大字，这在大庆都是头一回，而范思哲直接把字面意思拿来用了。什么叫100年啊？100年，少1年99年都不能算是100年。这4个字就是当今圣上和小范大人之间立下的契约，也是诸位在日后能够更上一层楼的机会。等到下一次能和皇室攀上关系，可不知道是猴年马月了。兄弟俩说了半天言尽于此，开了一天的会，此时回京都已经来不及了，所以范闲建议他们在苍山住一晚。至于库债，依旧是那8个字原则，售完为止，全凭自愿。人性就是这么矛盾，求着他买，他偏偏不乐意，一旦摆出无所谓的姿态，对方反而有兴趣了。散会后，商贾们就开始飞鸽回京都，范思哲顺势拦截了一只。简单说，就是这些掌柜的背后都还有各自的靠山，所以要把山上的事情传出去，让京都的大佬们都知道，只有那些背后的人点头了，他们才能决定买不买。这样的话，又有个新问题来了。库债这个词，别说在庆国，在这个时代都是第一次出现，所以是个无法可依的东西。到底能不能买，犯不犯法？一时间在庆帝办公室吵开了。可庆帝躲清闲去了，无论范建等人如何争吵，也不会有任何结果。庆帝只是让几个人去干了会苦力，毕竟3年一次的赏菊大会要到了，所以让几个皇子和重臣干干体力。几个人是越干越不解，本以为只是对赏菊大会的重视，老二突然想到时间不对，我记得往年的赏菊大会不是这个时候，改期了啊？改到何时？就在近日。改的什么日子还要再等等。等什么？等小范大人从苍山回到京都。陛下是想提醒我们呀，赏菊大会重要，范闲更重要。有了这个态度做事情就不一样了。当天晚上，几个掌柜还信誓旦旦的在商议，谁买谁是王八。对，谁买谁王八。王八。结果第二天一早，京都的消息就传到了苍山。国内传出消息，陛下要范闲回京都共赴赏菊大会。货债的事，陛下没提，没提就是默认，而赏菊大会则是态度，说明庆帝对范闲的看重，所以意思就很明显了。这库债庆帝是默认支持的。掌柜赶紧拿上小金库，偷摸的往会场赶，还生怕被其他人知道。结果等他们赶到时，别人早就下手了，2000万的库债已经瓜分干净。你怎么也在这儿？你昨天怎么说的？这王八这个，哎，这王八他买到库债了，告辞。告辞！真是手慢无，求着买的时候一个个怕上当，这下想买都买不到。范闲在苍山的一场招商会下来，不仅成功补齐了内库的2000万亏空，更是让这位弟弟醍醐灌顶。要不说范思哲有经商天赋呢？京都上百位大掌柜对库债一脸问号的时候，他已经参透了其中的玄妙。2000万的库债卖出去，就说明这条路的成功。范闲遗憾的是，库债能卖出去，终究是庆帝推了一把，多少有些不圆满。可范思哲却不这么想，他已经悟出了门道。所以其实他们看重的不光是你，看重的是皇上，看重的是皇室的信用，是庆国的信用。不光是庆国，北齐的信用也代表了北齐的财富，所以国家的信用就是财富。国家信用是财富，是货币的基础，那这之间缺什么呢？范思哲真是一点就通，马上就想到了这中间缺少个载体，而这正是他入局的机会。只是他还需要费脑子，必须想明白这个载体究竟是什么。
范思哲这经商的天赋，就连范闲都甘拜下风。不过一个散步的时间，范思哲就想明白了。那国家信用连结着货币，那平衡这两者得需要一个铺子呀。但我从来没见过这种铺子，那这种铺子该叫什么呢？这脑子举一反三是厉害，不仅想明白了这铺子的作用，更是想到了最适合他的地方。那这个铺子如果开在庆国呀，估计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他必须开在北齐，北齐现在是大战刚败，百业待兴，正是好机会。我能抓住这个机会，这个铺子前所未有，我这是开万世之先河。往小了说啊，咱就挣点钱；要是往大了说，整个北齐的国运都在弟弟手心里攥着呢。悟到这个份上，基本就差不多了。范闲还有意引导他到名字上，便有了开头的对话。范思哲几乎就要把那俩字给吐出来了。咱这个跟钱有关系。叫钱行是有些太直白，太粗俗了。钱它不就是银子吗？所以就叫饭行。那你提银子干？银行2个字呼之欲出，可这弟弟脑回路实在看不懂。不过这也都不重要，反正范思哲是找到了人生目标了。但出门又成了问题。以前范建嫌他不着调，巴不得这小儿子出去闯闯。如今蜕变后，又不舍得他出去了，便一早带上银子，拉着全家陪范思哲推牌九，想着就这样留下小儿子。一家人从早上推到中午，弱弱的钱都输光了，只好让嫂子顶上。范思哲原本以为在这个家推牌九他是无敌的存在，结果半个时辰不到，局势就颠倒了。嫂子，您这也不像头一次玩的呀。以前生病不能出门，总是自己给自己找点东西玩。范思哲都看傻眼了，没想到家里还藏着个赌神。范闲都没想到今天这局竟然是老范提出来的。爹这是不想让思哲走啊。难怪贴银子准备的这么足，一直输一直倒。真心实意不好意思说出口，就想把人留在牌桌上。只是这种留法也只是暂时的。老范想着带足了银票，却没想到家里还有个赌神。那这样，爹，一局定胜负，我要是输了我就走。换做以前他肯定赌他赢了就走，但是今天不一样了。作为牌桌老手，一眼就看出嫂子的功力，所以在二老出局后，他走不走就取决于嫂子了。爹，我是应该输还是应该赢啊？哎，嫂子，你这不尊重对手了？你这赢跟输是你说的算了吗？这我就赢了，这我就输了。到了这个份上，也无需再赌了。天下也没有不散的赌局。范思哲在跟家人道别后，踏上了他的首富之路。前几日苍山卖库债的时候，庆帝就公开邀请范闲参加赏菊大会。在送走范思哲后，他便和王启年驾车赶往悬空庙。赏菊大会3年一次，而且当官的都能去，所以这一路也是极为拥堵。到了山脚下后，还要按官员品级来分路走。范闲官不到3品，但因为身份特殊，所以也走了 VIP 通道。只是在半路遇到了一个人，光听名字就知道足够有分量。小范大人，久仰大名，我是叶仲。且不说他京都守备一职，光叶流云这个名字就足够让人敬重3分。他不仅是叶流云的徒弟，更是他的侄子，所以范闲对他多少比其他人要慎重些。连忙下车还礼。昨日宫典带范闲上山时，曾提到过赏菊大会的安保工作就是由他的师兄叶仲负责，所以在此处遇到也不奇怪。这个叶仲看起来严肃，骨子里却是个有意思的人。他拦下范闲只为2件事，第一就是打架。我家师弟跟小范大人交过手，不算交手，就过了一招。小虐常夸小范大人身手不凡，不敢当。你跟我师弟过招，跟我女儿过招，不跟我过招，那岂不是瞧不起我？这什么逻辑啊？就一招。话音刚落，叶仲也不管范闲同不同意，直接蓄力准备出拳。作为大宗师的徒弟加侄子，叶仲也是9品上的实力，而范闲真气已经越来越不受控了，本应该好好调整才是，可现在躲是躲不过去，只能尽力去接这一拳。不错呀，不错，有9品没？能过招，真是后浪推前浪啊！撤！比武结束后，叶仲便提到第2件事，那就是悬空庙的安保问题。按照庆帝的意思，为了避免守卫影响到赏花的体验感，所以所有禁军都在山下数里位置，如此山上就空虚了。尤其是庆帝身边几乎没有几个能打的，他拜托范闲替他多照应着些。见范闲犹豫，甚至还掏出私房钱。听说小范大人欠债啊，一点心意。如果没出什么意外的话，记得还我啊！还你？那没有意外不还我吗？谢大人干这种事儿干得不多吧？头一回啊。对于叶仲来说，升官发财是次要的，忠君爱国也不至于。他之所以这么做，就为了底下的兄弟不受牵连，而且还有个形象的比喻。有句话你知道吗？叫风什么啊，清什么什么呀？这些人都是我带出的兵。如果有什么差错，最惨的还是他们。有句话叫刮大风的时候，刮倒的都是一些无名之辈。风起清平之末。哦，对，就这句不是这么用的。果然又是个讲义气的武夫。范闲就喜欢跟这样的人打交道，没什么心眼。他把那张皱巴巴的银票还给叶仲，答应替他照看。果然是怕什么来什么。2人刚走到半山腰，就遇见了火灾。范闲赶紧跃上悬空庙护驾，庆帝倒是淡定得很。陛下，有人放火。你放的吧？我是来护驾的。护驾？火呢？灭了。灭了护什么驾？臣担忧陛下安危啊！百姓进来。
不知道这火是不是庆帝自己放的。毕竟王启年在现场发现了火折子，所以大概率是人为造成的。就为了让儿子们聚齐，范闲以此处高悬崖壁最难防范为由，请求庆帝回京都暂避，但庆帝完全听不进去，甚至吹起了牛来。朕这一生什么样的风浪没经过，一把没燃起的火就给你吓成了这个样子。陛下一生遇刺43次，从未退。这是什么样的人品？每年都要被刺杀。范闲依旧坚持自己的意见，尽管大皇子也跟着附和，可庆帝丝毫没有要退的意思。见范闲如此执着，便开始不讲理了。奇怪，范建怎么教出你这么个儿子？回陛下，臣在儋州长大，无人教导，野蛮生长。庆帝指责范闲没规矩，范闲则回击他只生不养。庆帝还真被戳中了。你前半生受了不少苦，但是你自打到了京都，可谓是意气风发，所以长辈不欠你什么，陛下说了算。都是话里有话，两人都知道彼此的关系，只有吃瓜群众听不懂。庆帝也不允许范闲再说了，不能扫了他赏花的兴致，直接让人上酒，同时让范闲跟老二喝酒缓和关系。两人刚饮酒结束，刺客也就现身了。这是庆帝第44次遭遇刺杀的现场。巧合的是，今天能护卫他的，除了几个三脚猫功夫的禁军，就剩他这几位儿子了。他自己嫌禁军太多影响赏花，所以只留了几个在身边放哨。可该来的还是来了，不仅刺客现身，还一来就是3个，在场5个儿子，也只有大皇子和范闲能打，其他3个自保都够呛，别添乱就算好的。只是这几个人看着父亲遭遇刺杀，心态却是大不一样。太子一向扮猪吃老虎，每次都是动作最夸张的那位，但都是为了做给别人看的。参考庆帝被赖明成参的那次，他对自己下得很手，所以这一脚大概率是故意踩上去的。从他的角度去看，庆帝如果死了，他顺理成章的继承大业；反而如果庆帝没事，为了防止秋后算账，所以还是要做点样子的。但前提是自己一定不能死，既要有行动，又要自保，所以就有了这夸张的样子。剩下的就是躺下等结束。而老二却是截然相反，他从一开始就有种看戏的感觉，甚至有兴致偷偷喝口酒，仿佛这里所有人的生死都和他无关。用他自己的话说，他爹拿他当磨刀石，退一步就是万劫不复。太子视他为死敌，登基后第一个要杀的肯定也是他，所以还有什么好在意的？最好所有人都死，只留他一人活着，也就省去许多周折了。至于老三，毕竟才9岁，刺客来袭时他惶恐不安也很正常，只是胡乱走位，反而帮了倒忙。范闲2次救他性命，代价就是用身体挡住了影子的一剑，同时让庆帝心里有了芥蒂。同样的危险，凭什么先救皇子而不是救皇帝？至于大皇子，是唯一能帮上范闲的人，第一个出现的侍卫刺客就是大皇子解决的。如果没有他，庆帝又屁股沾凳子不肯走，加上老三的瞎走位，范闲还指不定会被影子戳几个窟窿。最后说到范闲，他是最卖力也最受伤的人，却不知道这场刺杀的背后有多少层意思。首先，这局是庆帝做的，第一个目标便是叶家。上山前叶仲就告诉过他，庆帝为了不影响赏花氛围，便让禁军在山下待命，而且宫典和洪思祥都不在，所以悬空庙上只有范闲一个能打的，所以出现了刺客。叶家第一个背锅，其次庆帝要用范闲，又猜疑他的忠心，毕竟叶青梅之死他还是心虚的，以范闲的智商说不定就能查出来，所以就有了这场刺杀试探。而陈萍萍则利用了庆帝这一想法，让影子出手。影子是9品巅峰的水平，天下最犀利的刺客，恰好这个世上除了他和费解，又没有第3个人知道影子的脸，所以既能够保证刺杀质量，又能不至于对范闲下死手。最重要的是，有机会逼迫庆帝出手。因为叶青梅的死，陈萍萍对庆帝也逐渐有了猜疑之心，尤其是否像他自己所说的那般，功力已经尽失，所以他用一个影子外加一个太监来试探这位皇帝的身手。虽然影子没能接近庆帝，可太监莫名其妙的被震死，就说明这位大宗师出手了。出手意味着暴露，这点他自己也承认了。你草率，这草率说的应该就是他自己，一个不会武功的小太监，就逼出了他隐藏多年的实力，这下干脆不装了。当庆帝选择蒸汽弹射时，就说明他不想装了，只是难为了范闲，为了护他几乎丢了性命。悬空庙的这场刺杀行动本是庆帝的安排，可被陈萍萍抓住机会，用影子担任了关键的角色，一来为范闲赢得庆帝的信任，二来是为了试探出庆帝的底线。影子虽没能靠近这位隐藏的大宗师，但庆帝大意的使用真气震死了这位刺杀的太监。既然暴露了，庆帝也干脆不装了。面对儿子们的惊讶，他也懒得解释，直接走到崖边看戏。影子作为9品顶级刺客，主打就是一个灵活犀利。范闲从悬空庙一路追逐，忽上忽下的轻功跳跃，可把老范吓坏了，直接跑到庆帝面前大呼小叫。庆帝则淡定的让他陪同赏花，说是赏花，倒不如说是看两人打架。在刺客逃走时，庆帝曾有过交代，听说四顾剑有个弟弟自幼离家出走，抓着我倒要看这兄弟2人是不是痴呆之徒。所以范闲势必紧追不舍。
两人穿过花地后，来到竹林。在赏菊大会开始前，陈萍萍特意把废戒给锁了起来，看来就是为了今天。毕竟她看过影子的脸，在场的话容易识破计划。而庆帝不认识影子，所以刚好可以利用起来。而影子作为天下九品前3名，几乎是刺客的天花板了，所以陈萍萍用它来刺杀庆帝，既可以逼其出底牌，又不会让范闲陷入死敌。两人穿过竹海后，来到一片石林。范闲的暗器都在悬空妙用完了，身上就剩下这把短刃。近卫的包围你了若指掌，为什么？因为我本不想伤你。你是四姑剑的弟弟？影子没有接话，反问范闲暗器已经用完，光靠手上的匕首，恐怕没有取胜的希望。范闲也不多讲，取下婚戒，准备拖住影子。近卫很快就到，时间来得及。按照正常逻辑，影子直接逃掉就好，但为了把戏做足，最好能让范闲带点伤，这样才会让庆帝更信任。毕竟陈萍萍安排刺杀的一个目的，就是打消庆帝对范闲的猜疑。而影子还有另一个私心，他一直想和五竹切磋，从而领悟更高的武学造诣。可五竹又没兴趣与他交手，而范闲又是五竹调教出来的，所以跟徒弟打也一样。只是可惜，今天的范闲不在最佳状态，回京都后真气就一直出问题，最近几日更是越发混乱。早上还拼尽全力的接了叶仲一拳，叶仲好歹也是9品上的实力，一天内和2个顶级9品过招，真气还不受控制。所以在这最要紧的关头，霸道真气这次不仅没能救他，反而拖了后腿。影子恐怕自己都想不到，范闲躲不开这一剑。范闲，你的真气怎么突然乱了？现在问是不是有点晚了？刀都扎进心窝了。更可怕的是，这刀上涂有剧毒，这就有说法了。影子是陈萍萍派去的，所以不会要范闲性命，所以这毒只能是为庆帝准备的。看来陈萍萍是下狠手了，只是可惜范闲背了锅。怎么样了？有些麻烦，他不就是中了一刀吗？刀上有毒，解毒啊！是什么毒还不清楚。之前呢，臣曾经去过范府，就已经发现他内息紊乱、经脉逆行的状况。臣查了不少的医书，这才判定小范大人的真气是不受控制了。这太医是有几把刷子的，他判定范闲是因为真气失控才会伤得这么重。如今外伤加上中毒，这3样随便一个都能要了范闲的命，偏偏还凑到了一起。最致命的还是真气的问题。你确定他的真气荡然无存了？臣确定。那会怎么样呢？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找一个跟他练同样真气的人，消耗真气，重整小范大人的经脉。虽然这样内人的真气会受损，但是毕竟是救了一条性命。同样真气的人，在这个世上还没有第2个。老中医不懂，庆帝自然明白，范闲练的是霸道真气，来源于他母亲留下的那本秘籍。而庆帝之所以能晋级大宗师之列，也是得益于那本霸道真气，所以他能救自己的儿子。可又纠结要不要消耗真气，他隐藏那么多年，本就是为了保存实力，可毕竟这是自己的儿子，虽然纠结，他还是伸出了手。赵若若，看你自己的命吧。从悬空庙被抬回来时，除了严重的刀伤外，范闲身上还有2处致命点，其一是真气紊乱，其二便是刀上的剧毒。真气问题被庆帝解决后，就剩下解毒了。所以范闲让若若来的同时，也喊来监察院3处的冷师兄，就是常年以身试毒的那位。我来。小师弟，冷师兄今天没服毒啊？就幸亏没服嘛，那不然耽误大事了。你知道中的什么毒吗？那匕首上用的是消食矿脉之毒，那是东一城的风格。按照冷师兄的说法，东一城用毒虽偏，但3处精通天下用毒理念，所以这不算什么难事。当即给范闲服用解毒药丸，外加研磨外敷，内外作用下势必解毒。然而用完药后，太医在把脉时，却发现毒素并未清除，还是毒入了肺腑了。侵入肺腑，这怎么着？其实做个手术就行。手术是什么东西？就是剖开伤口，清理肺腑。世上哪有这么解毒的？这开膛破腹，人不就死了？什么都不做，也是等死。按照范闲的说法，需要一个手特别稳的人。所有人目光都看向了若若。若若当初学医的目的，就是为哥哥治伤，如今还真的灵验了。可是手术这种治疗方式，在这个时代还没有出现，所以范闲必须忍着剧痛亲自来教。手术床无影灯，全面消毒，这都要开膛破肚了，最起码打扫一下卫生吧。这世上有种东西叫细菌。什么细菌？肉眼看不见的细菌。这时候也来不及解释了，他们只能按照范闲的要求，在有限的条件下整理出这个类似手术室的东西。可范闲要指挥手术，所以不能昏睡过去，因此不能用麻药，只能用让人产生幻觉的哥罗芳。主刀的自然是若若，可他以前只划过水果，比划了半天后还是下不去手，最后还得是大宗师来下手，那叫一个快准猛。因为要开肠破肚，还要清理毒素，所以这手术一做就是数个时辰。除了老二外，其他几位皇子都在殿外等着，老三等的都犯困了。他要是困，先让他回去睡吧。范闲救了他的命，他怎么能睡呢？我不困。娘，大表哥
他没事吧？不打麻药的做手术，堪比刮骨疗毒了。就看见宫女一次次的进出，送出一盆盆鲜红的血水，看得宜贵嫔都心疼。这怎么流了这么多血啊？担心的还不只是宫里几位，范建愁的嗓子都哑了，但是又不能贸然入宫去，只能让柳如玉去打听。而皇宫这边，手术进行时，从未见过开膛破肚的太监宫女几乎吐了一片。伤势如何了？已经开膛破肚了。那范闲他……小范大人在乐，说在笑也是真的，因为哥罗芳的作用下，范闲会产生幻觉，就如同吃了红伞伞一般，看谁都是外星人。笑归笑，但手术却一步不错，在范闲的指导下，只剩最后一步缝合伤口了。缝上？用什么缝？用针。那用什么线？用棉麻线？桑皮线。怎么做？用桑树根把树皮剥掉，用内部经络做成线，缝于皮肉，最终长成一体，像这样。每次刚交代完，幻觉就又上来了。图书馆，星期零啊，下课了，来哥们儿，你一会儿。范主任来了。陛下，你咋这白嘞？什么意思？不管怎么说，手术是完成了，命也保住了。说来也凑巧，在场4人扮演了现代手术室的角色。若若是外科，李太医是内科，冷师兄是麻醉师，婉儿则是护士。这种模式下的手术，也算是开旷古先河了。范小姐，此等医术可退鬼神，恕李某斗胆，恳请范小姐看在庆国百姓的份上，传赐绝学。不仅仅是太医激动，就连庆帝也是大开眼界。说来好生奇怪，如果没有如此重磅，范闲这个本事是露不出来的。随他娘！范闲手术后的第2天，陈萍萍赶早就来到了长信宫，她必须赶在所有人前面见范闲，因为有些事情是不能公开的。关于刺杀事件的布局，陈萍萍起初还想隐瞒，便以神仙局来解释，称是为有胡人血脉，因为历史原因留在了京都，后面又混入了禁军，国仇家恨下，一直在寻找机会刺杀庆帝。至于那个太监，则更神奇，说是当年叶青梅死后，陈萍萍带领黑旗复仇，一夜之间血洗王宫贵族，而这个太监就是当年王宫的后人，被仆人救出，长大后挥刀自宫当了太监，也是为了今日的刺杀。所以2人是彼此不认识的，都是无人指使各自行动。而这还不是最离谱的，四顾见弟弟的出现才是最无解的。最关键的是，这3人谁也不认识谁，彼此间没有任何牵连，没有商量，没有预谋的同时开始，反而形成了刺杀局。这是一场神仙局，无法预判，不可复制，非凡人莫属。凡人不行，您可以的。范闲的脑子比谁都清醒，更何况他已经认出影子了，所以当面揭露了真相。刺杀我的是影子，我瞧见过影子出手，他用剑时尚不好判断，弃剑之后就漏了根源。神仙局，这神仙是不是坐轮椅啊？这就是陈萍萍来这么早的原因。范闲太过聪明，果真就能看穿本质，而这是要绝对保密的。他环顾四周确认安全后，只能承认部分事实。是你吗？我只派了影子，其他2个纯属意外。你想杀我？不是我，影子一直想跟五竹交手，没有机会。你是他唯一的亲传弟子，也就凑合。那一剑是个意外。范闲很是不解，为何要派影子？既然不是杀自己，难道是杀庆帝不成？陈萍萍自然否认，他告诉范闲，这一切都是为了帮庆帝。根据他的推测，悬空庙的那场火灾就是庆帝放的。从火灾到刺杀，最终只有一个结果，那就是要有人背锅。而宫典作为大内统领，首当其冲。陛下保重，臣告退了。然而连范闲都看出来了，这么大的阵仗，自然不会只为了个宫典，所以叶仲就被牵连进来了。他作为宫典的师兄，必然会有所动作。叶仲连上8篇奏折请罪，结果跟宫典一样，昨夜已经放逐定州，发配边郡。叶家垮了，这就是陛下想要的。范闲还是有些疑问，毕竟叶流云也是叶家的人，庆帝何苦要去得罪大宗师？陈萍萍没有回答，他只是告知影子的身份，庆帝并不清楚，所以也希望范闲能够隐瞒。果然陈萍萍刚走，庆帝就过来了，上来就询问陈萍萍说的内容。范闲把除了影子身份之外的事全都说了出来，其中包括悬空庙着火一事。如此庆帝倒也就相信了，而他来则为范闲解释了另一个疑惑，那就是为何要逐出叶家，从而得罪叶流云。叶流云在江南，朕给他下了12道密旨，让他回京都，他居然置若罔闻。抗旨？对，知道为什么？因为他是大宗师，这些人现在非常人所能体。按照庆帝表面的说法，大宗师太过强势，甚至影响到了天下格局。自古见一人一剑，守东一城数十载，百万雄兵难以靠近。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都是大宗师。可实际上，叶家背靠大宗师，在庆国炙手可热。宫典和叶仲掌管京都2处兵权，二皇子与其联姻后，可谓权势滔天，所以也是借机敲打二皇子和长公主。至于大宗师的报复，庆帝早有准备。那他要是真急了，怎么收场？他叶家还有人在京都啊。叶灵儿，范闲这才想起来，自己出使北齐归来时，庆帝将叶灵儿指给二皇子，从那时起就做好了今天的布局。庆帝说了很多，却没有提到自己的另一个目的，
那就是借机试探范闲的忠心。而陈萍萍派出影子，又遇上范闲真气紊乱，最后误伤对方，这也让庆帝对范闲的信任骤增，所以他也没有追究。范闲先救老三，而不是救他。至于那个太监和侍卫，更是巧合的出现，结果影子没能试探出的庆帝底线，反而让一个小太监给逼出来了。所以说这是一场神仙局，也是每个人都打着自己的算盘，最后拼凑到了一起，各自完成各自的目的。京都大佬们做梦都没想到，睡一觉醒来天都变了，满街都是传言，堂堂的文坛诗仙，庆国未来的顶梁柱，竟然是庆帝和叶青梅的儿子，这样关系就复杂了。明面上范闲一直是范建的私生子，还在儋州生活了10几年，那范建和叶青梅是什么关系？叶青梅和庆帝虽没有领证，但谈过一阵恋爱，所以这孩子是庆帝的也说得通。可这样一来，庆帝的孩子为何自己不养，而是让范建来养？所以这三人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谁又是被绿的那位？老范一早起来人都懵了。老爷，我爱如山，您才是人间第一凤。老爷起了。起了，得去趟户部。范闲弄来的银子得用在赈灾上。这发冠换个颜色吧。老范要炸了，反问为何人人都如此古怪。柳如玉便拉他到屋里细问：范闲的亲娘是不是叶青梅？你怎么知道？就是真的呀。此事事关重大，切莫传扬。可这传闻街头巷尾都传遍了。不仅如此，就连范闲是庆帝的孩子也已经传遍京都。老范藏了20年的秘密，说公开就公开了。然而在柳如玉看来，自己的老公这是被绿了的节奏。真不是老爷您的错，陛下荒唐了。府内交代下去，以后再听到这类传闻，全当谣言处理。那当然，实在不行，我做人证，大不了说范闲是我伤的。你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呀？老爷，发冠还是换个颜色吧。而另一边，李云瑞自从来京都后，就一直躲在老二的府上。叶家出事后，他本想劝老二去杀了叶灵儿，免得自己也被卷入到这漩涡当中。可老二不仅没有照做，反而让谢必安去传话，去趟叶家，转告叶灵儿，婚约继承，休戚与共，终有一日我会让他叶家重返京都。李云瑞突然觉得这个侄子长大了，也不听话了，所以待在这已经没有意义。他让人收拾东西，准备回信阳。最关键的是，他带走了所有的名册和账本。婆婆，这名册与账本本身就是我们共有的，里面的内容但凡泄露一点，与敌国走私这罪名都算是轻的了。就是因为京都太危险，所以这些呢要姑姑替你保管。都到这局面了，姑姑还不信任我？我若是信不过你，我偷摸就搬走。说白了还是不信任，毕竟让他去杀个叶灵儿都不肯。李云瑞也真是不客气，连老二最喜欢的2本书都带走了。哎，等一下，这2本我要留着。殿下，我有要事禀。姑姑慢走，姑姑常来，我还有事儿，不送了。等一下，叔，你姑姑路上解个闷儿。真是怎么拿回来的，又怎么还回去？只是李云瑞马上就不用走了，因为谢必安带来了个炸裂的消息。殿下，不太对，城内传闻四起。什么传闻？说范闲生母就是当年的叶青梅。叶青梅？就这个名字一出，李云瑞就走不动路了。更何况这还和范闲有关，他现在可是范闲的丈母娘。然而还有更刺激的，范建和叶青梅，难怪内府会传给范闲。不是范建，范闲是陛下的儿子。这种街头传闻你也敢信？这消息传遍街头，监察院没解释没阻拦，若是假的，早该抓人了。殿下，没反应就是真的。难怪我早说过我们像。在窗外旁听的李云瑞可就绷不住了，他直接喊停了搬家，气势汹汹的回头来。再说一遍，他是谁儿子？陛下，我说他娘是叶青梅。李云瑞直接给气笑了，天道轮回，又回到了这一刻。你跟我进来。按照常理，一夜之间能传遍京都的消息，必定是监察院做的，所以范建直接来找陈萍萍，陈萍萍也不否认。陛下的意思，这种事只有陛下定。为什么？范闲舍身救驾，陛下感动，那就把他往绝路推。无论陈萍萍和庆帝出于什么目的，但在范建看来，这个儿子的安全是第一。用他的话说，范闲被雪藏了这么多年，就是为了他的安全。这个世上有多少人爱叶青梅，就会有多少人在恨他，而最恨的这个人就是李云。我要他死！公主，冷静。我很冷静。叶青梅的儿子必须要死。能让李云瑞如此狂躁的，也只有叶青梅了。被碾压支配了10多年，好不容易铲除了对方，如今他的儿子居然冒了出来，还娶走了自己的女儿。更气的是，范闲居然是情敌和他的男神生的。以范闲如今的身份，陛下不会允许有人杀他的。可这是陛下欠我的。母亲，陛下需要什么我就给他什么。他不方便做的事情是我在去做，他不愿意查的人是我在帮他查，是我，不是别人。我为陛下尽心尽力，就算他要我赶出京都，我也如他所愿。李云瑞越说越伤心，甚至在被赶出京都后，他还在秘密帮庆帝做事，比如庆帝要把林若甫拉下相位，所以他就派出了卧底袁宏道。是我这么多年，陛下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可是他现在依然要养那个女人的儿子，把内功从我手中夺走。没有这次，我不管陛下怎么想，
就是要范闲死。说来有意思，范闲受伤后需要一个干净的手术室，便选在了广信宫，随后便留在此处休养。而广信宫以前可是李云瑞的地方，这回又要气够呛了。我的广信宫，范闲住着，我走了，他却住了进去。老大，其实换个角度想，以范闲现在的身份，最慌的应该是太子。你要他死？老二这回说错了，太子并没有慌，反倒是太子的母亲皇后有些慌了。她突然来东宫找太子商议，好在今天没有偷偷画无脸相。她知道皇后来此是因为范闲的身份，可对于这件事，太子有很明确的判断：私生血脉不入宗室。母后，就他的血脉，最多只能算内库和监察院的大权，不能落入旁人之手。那我更应该跟他一路了呀。他恨二哥，我也恨，这不天生盟友吗？皇后恐怕都没想到自己这个儿子会如此清醒，但她不能接受这样的现实，毕竟当年的记忆是抹不掉的。她告诉太子，叶青梅当年就是被他的族人杀害的，虽然自己没有直接参与，可接下来的情景，皇后是终生难忘。一夜之间，全族尽灭。那这事就算是过去了呀。过去了。那一夜，黑旗满城搜捕，甚至杀进皇宫，闯入寝殿。我想拦着，但是没用，在我面前撞翻灯红，让宫女遮住我的双眼，只有至亲临死的哀嚎在我耳边回响。哪怕天那么黑，哪怕我的双眼被遮，但我还是看得见，到处都是血。这也就是为何皇后怕黑的原因了。族人杀了叶青梅，陈萍萍又屠尽了皇后的族人，本来也算是扯平了，可偏偏叶青梅还有个儿子活着，皇后心里自然不平，所以她要杀范闲。她本以为自己的儿子听完后会跟她一样的感受到切身之痛，结果她看到的是一个冷静的可怕的太子。那杀他不是您亲自下的命令吗？重要吗？那这事儿就等于跟您没关系啊。行凶者死了，往事烟消云散，那我完全可以跟范闲同仇敌忾，一起对付二哥了。皇后都看懵了，自己的家人都死了，这个儿子好像一点都不关心，完全只考虑自己的太子之位。这还没完，还有更让皇后崩溃的。可若是范闲发现了此事，和我反目成仇了怎么办呢？这怎么办呀？母后，要不然您去跟范闲认个错。太子还分析得头头是道，觉得这件事过去很多年了，行凶者又都死了，算是无厘头的案子，所以只要皇后去给范闲认个错，这件事也就算是过去了。这太子怕是没看到他母亲的面色，真是翅膀硬了，什么话都敢说。他这疯起来比老二还厉害呢。所以说太子一向扮猪吃老虎的，他看透了范闲不可能争皇位，所以不如拉来当盟友。看来他是更像他父皇的。尽管皇后暴怒，可太子依旧坚持自己的想法。他爬到母亲膝下，恳求他帮这个忙。皇后无奈，他算是看明白了。你说的全对，我很欣慰。原来你才是最像他的那一个。原来为范闲挡刀的宜贵嫔才是全剧最聪明的人。三皇子有这样的母亲，皇位想不做都不行。当太子和老二正斗得急头白脸的时候，从来没人想过年仅8岁的三皇子会对皇位构成威胁。毕竟与皇后和淑妃相比，宜贵嫔的位分也不高，所以只要太子和老二还在，三皇子继位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宜贵嫔也没想指望儿子能当皇帝，但他也是宫斗的过来人，知道在这皇宫之中要想保一辈子安宁是件极为奢侈的事，所以他早早的为老三找好了依靠。与太子和老二不同的是，他们需要范闲依附于自己，作为盟友甚至马仔。但宜贵嫔对范闲的姿态则是相反的。包月楼一事中，老三被利用，范闲带着他来见宜贵嫔时，原本只是想告知老三被利用，防止被老二挑唆关系。可宜贵嫔的态度就很明确，一方面严肃教育自己的儿子，他让这位正牌的皇子给范闲道歉，还直接上藤条，那打起来也是真打，起码让范闲看到他的态度。你先等会儿，等我打完他了。下雨天打孩子，闲着也是闲着。钓鱼是姐妹儿，我偷她也是姐妹儿。另一方面，不断拉近儿子和范闲的关系。毕竟宜贵嫔和柳如玉是堂姐妹，所以称呼上就和旁人不一样。贤儿，以后啊，你帮我多照应着。要论亲戚，这孩子还得叫您一声大表哥。刘姨别这么说，殿下是皇子，皇子也得认亲讲理啊。叫人大表哥。此时的宜贵嫔大概率是没想过皇位的，最多就是让儿子未来能有个依靠，但他不能让老三去站队太子和老二，所以既然不争皇位，也不想参与党政，就干脆安心的做一个皇子，再找一个靠谱的人来护着。所以在他眼里，范闲是比那几个哥哥更值得托付的。以后常走动吧。跟大表哥，可他还跟二哥在斗着呢。老二都禁足了，我跟你说，往后你能不能求个安稳，或许就看你这个大表哥的了。而这声大表哥很快就换来了效果。悬空庙刺杀中，范闲2次救下老三，甚至在三皇子和庆帝的2选1中选择了前者。所以当范闲在长信宫开肠破肚时，宜贵嫔带着儿子一直守在门外，等到范闲醒来后，便带着儿子来磕头谢恩，头都磕红了。别一直磕了吧，不合适。再合适不过了，你可救了他的命。那也没必要磕这么重吧。没事儿，他自己愿意。说着就真磕晕过去了。晕了。没事，歇会儿还能磕。果真亲生的就是不一样。宜贵嫔来此关心自然是少不了的，
只是谁都忍不住有一颗八卦的心。范闲身世被公开后，黎桂平也尝试的聊起这个话题。传闻是真的，我不知道。若是真的，那程平跟你的关系就更近了一些。我真不知道。我想让程平拜你为师。黎桂平每次见面都要推进两人的关系，然而这次要被一个意外打断了。宫女怪异的端来汤药，神情紧张的很。要不还是现在喝了吧。范闲一看就感觉不对劲，凑近闻了下汤药，就有了结果。干嘛非得下毒啊？宫女吓得往外跑，被当场擒住。对范闲下毒是愚蠢的方式，偏偏还真有人用，还不如这个太监来的实在。范闲此时可是动弹不得了，黎桂平本能的拦在了身前。好在大皇子及时赶到，一帮小喽啰收拾起来也不费力。怎么是你啊？宫点被贬，我临时顶一下，你安心养伤。刺客我来打，要不要叫太医？没事，他这还没磕完呢。范闲告知他身边危险，担心老三跟着自己会不安全。黎桂平反而更加坚定自己的想法。你看啊，现在这朝堂上上下下，唯一能保护他的就只有你了。这时候老三也醒了，态度还真是好，磕着磕着皇位就来了。不用接着磕了吧？拜师心一定要正，我们俩说好的，磕晕了算。刚才已经晕了，这不是醒了吗？醒了就不能算。您就不心疼自己儿子？为母则刚。既然拜了师，三皇子当晚就来上课了，只是有些话让范闲也很无奈。老师这字真好看。在五竹面前，神庙使者也不过如此。费介追查了半年的神秘人总算是露面了。他和五竹一样来自神庙，武功招式也几乎相同。他的任务是来抓五竹和范闲回神庙的。1年前五竹与苦河大战过后，便去了江南寻找记忆，而这位神庙使者便也跟去了江南。为了逼迫五竹现身，他对监察院的人下手，从江南一路杀到了京都，造成所有人都认为五竹就是杀人凶手的假象。等到范闲成婚后去苍山时，费介本已经调查出些许眉目，但同时也遭到了神庙使者的残害。好在他的心脏异于常人，才能活了下来。但自此之后就被陈萍萍锁在了监察院，一方面是怕他识破悬空庙的刺杀，另一方面也和神庙使者有关。因为费介已经推算出真相了，神庙使者追踪五竹半年未果。自从刺杀事件后，范闲就一直在宫中养伤，所以安全方面几乎不用担心，五竹自然也不会轻易露面。可今天一早，庆帝就安排范闲出城，还特意用假人与范闲做了替换。假人坐在马车上高调出城，而范闲本人则委屈在小轿子中，秘密地跟着庆帝去了一个地方。因为悬空庙刺杀一事，所以五竹自然暗中保护，而这就似乎在给神庙使者机会。费介一套推算下来，感觉后背发凉。那么这个局是给武大人准备的，但是费介还有个问题想不明白，那就是如果想抓五竹，必须要大宗师动手才行，可谁又能出手呢？对了，这么精彩的剧情必须得用好的设备观看。最近我发现转转上的二手笔记本还挺划算的，我这联想小星 Air14只要1878，比新机便宜了2000多，而且我帮你们研究过了，转转官方验的电脑都经过多轮质检，跟新机一样支持1年质保，上面苹果13也只要2500，真心推荐，买靠谱的二手就上转转。叶流云在江南，苦河并未南下，四不见，不见还在等你着。难道是宫里边那位？不对呀，宫里那位要是真动手的话，他要是重伤了，这平衡就会打破了。陛下不会冒这个风险。而且费介进一步推断发现，这个神秘人身手和兵器与五竹相似，目的应该就是引五竹现身。可到了京都后，这个人的线索也就中断了，所以只有一种可能，是庆帝抹去了他的行径。陛下愿意配合神庙使者，共同追捕神庙背叛者。陈萍萍自然是知情的，而庆帝之所以帮神庙使者，必然是想看到两败俱伤的局面。这样又有个问题来了，这种局你也配合啊？你就真忍心看着武大人送死？两败俱伤不可能，最后的结局是你要相信他。你到底站哪边啊？费介这个问题问到关键上了，按理他应该无条件站庆帝一边，这样就会希望两败俱伤的局面出现。可他说的相信他，自然是相信五竹，那意思就是站五竹一边。五竹是无条件站范闲的，而范闲又是叶青梅的儿子，所以说就复杂了。只是有一点他说的没错，虽然使者也来自神庙，是拥有和五竹一样能力的机器人，能够精准地分析出对手的破绽，他甚至能在交流中分析出自己应该已经见过叶青梅的儿子，所以今天必须拿下五竹，才可能把叶青梅的儿子也铲除干净。按照神庙使者的说法，五竹和叶青梅都不属于这个时代，凡是超越时代发展的人和事，都要被收回到神庙。叶青梅已死，那他的儿子就必须回去。你选择回神庙，腾扑并无理由，守护他是我的使命。既然谈不拢，就继续打。只是外面的悬崖上，庆帝早已安排了弓弩手，只是讽刺的是，他用范闲给他的图纸造出了高仿版的复合弓，而用它来对付五竹，也许他心里也没底吧。战况也和陈萍萍预料的差不多，五竹在交手中稍稍占据优势。就在两人打得难解难分时，悬崖对岸的弓箭无差别的射了过来，毕竟两败俱伤才是庆帝想看到的。最终的结果
也和陈萍萍预料的差不多。五竹在负伤的情况下击毙了神庙使者。此时的庆帝正一边带着范闲父子相认，一边等候着对战的结局。陛下，五竹的功力远在神庙使者之上，就算属下利剑破甲，再用新功，还是被他逃脱。五竹伤重，不知所踪。依臣所见，能击败五竹的只有大宗师。庆帝的表情很复杂，一方面他不满意五竹逃脱，另一方面又觉得神话被打破了。神庙使者非肉身凡人，那又怎么样？照样得死。等伤养好了，下趟江南去看看你娘给这个世上留下的东西。当五竹击杀了神庙使者后，一切也基本尘埃落定了。庆帝也开始了认子的流程。要知道他带范闲到此处时，试想如果五竹输了或者死了，也许就不会有这所谓的温情一刻。范闲回想自己入境的种种遭遇，想想都觉得虚假。所以有没有真情，还得先看我的表现，是不是他的儿子，先看有没有资格。说说，陛下你见的没我多，但我就问你，咱们爹会这样吗？不会。可你这样说，陛下像是在权衡利弊。但范闲也很清楚，他已经走到了现在，是不可能回头了。庆帝让他养好伤后去江南，去看看他娘给这个世界留下的奇迹。而五竹在重伤后，因为无法进宫，便来找婉儿传话：快让范闲去江南，去三大房。快让范闲去江南，去三大房。婉儿因为老二的挑唆，把他哥林拱的死因给捅了出来，正想要杀五竹复仇，可眼下范闲去江南危机重重，又离不开五竹的护佑，所以两人达成共识：你的命暂且搁放，因为他需要你。你确实值得信任。危机之后，你我之间不死不休。丞相，当范闲不再需要我的命给你。隔日的京都码头边，4个皇子齐聚送别，可依然是个有心思。太子一如既往露脸示好，也算是来看看范闲的态度。毕竟他的身份刚刚被公开，现在也算是各方最敏感的时候，总要看看范闲是如何打算的。范闲则当着4位皇子的面说出自己的想法。回来这么久了，还没进过范家祠堂，这像话吗？心里能不慌吗？临别在即，胆子也大。父亲大人，正好几位殿下都在，也帮我做个见证。等孩儿从江南回来，怎么也该进祠堂磕个头，上炷香。大皇子提醒他，一旦进了祠堂，入了族谱，范闲就只能姓范了。范闲的态度则更加肯定：我本来就姓范。差事先办完，其他的回来再说。放心，这见证啊，我替你做。多谢太子。真行，以退为进，既断后路，又换前程。二哥这是什么话呀？真心话，佩服他。老二一向懒得出门，所以今天也不是来送行的。他和太子一样来看风向，同时放点狠话。真气没了，南下要小心。真气没了，好过大势已去，别出意外，我等你回来。至于老三，他得到了庆帝的许可，跟着范闲一起下江南，而大皇子则是4个弟兄当中唯一一个真来送行的。经过小半年的相处，对范闲也是越发的够义气。有什么难处，飞鸽传书，不行我就跑一趟。你还得坐镇禁军呢，大不了一撸到底，反正也掉不了脑袋。别老想着跑，京都也需要你这样的人，照顾好陛下。是，奴才分内的事儿。老范重点叮嘱他，一定要小心江南的名家，不仅3大房在他们手中，更是江南的地头蛇。范闲也不是第一次听说名家，当初沈仲曾告诉过他，内库商铺走私数额巨大，我其实一直有所留意，但这笔钱都已经转到了你们南庆的第一大家族明家手里。明家的主子就是二皇子和李仁瑞。看来这明家与长公主是关系密切，跟老二也是有所关联的。说白了就是他们的钱袋子所在。在与老范以及婉儿道别后，范闲正式踏上了南下的路。这次范闲随从也是带得充足，不仅王启年和老三陪同，就连新收的门生石产力也跟着。然而船队刚到沙州境地，奇怪的事就开始发生了。沙州上下大小官员纷纷靠近送礼，范闲也是来者不拒，只是让王启年收的同时记下明细。然而还有更怪异的，一群年迈的老人乘船靠近后，用铁锤木棍敲打着范闲的船体，他们甚至明言告知这是在劫船。要知道劫官船可是死罪，但他们依旧不痛不痒的在干着。按照老人的说法，他们是江北的灾民，流落到此后被明家收留，给他们干活，明家管饭，但没有工钱。为此官府还给明家送了个大牌匾，表面看起来好像明家是个大善之举。而近日明家又突然发布悬赏令，招募死士来刺杀范闲，所以这些人便报了名，自己的命无所谓，钱反正都已经给到了家人手里。范闲算是看明白了，这送礼和劫船的不过都是明家用来阻碍他的方式，而这还都只是开胃菜，真正的对手还在后面。当范闲还被送礼和劫船的人群困在半道上时，二皇子已经提前赶到了明家，代价就是屁股都快颠没了。一路快船接快马，屁股都快磨破了，一坐硬了就生疼。能让老二亲自走一趟，事情自然不小。3大房本是范闲母亲的产业，生产天下奇珍物件，几乎就是聚宝盆的存在。后来归了皇家，等到李云瑞接手内库后，就成了他和二皇子敛财的工具。范闲这趟下江南，很明显就是要夺回3大房，这几乎是釜底抽薪的意思了。所以老二和李云瑞分头行事，李云瑞先行一步去见故人，希望凭借当年的人情，请叶流云出手杀范闲。二皇子则直奔明家，商议最要紧的事。范闲南下，明家打算如何应对？吃葡萄，吃葡萄？吃葡萄还真有趣儿。你不是明家家主，事情太大，
得等家母定夺。那就一块聊呗。都听了半天了，出来吧。明清达虽是明家家主，但头上的老太太才是掌权人，所以大事都不敢擅作主张。而这老太太一看就心机腹黑之人。老二虽说也算是明家的主子，但这些年从未露面。明家一向只尊李云瑞，所以即便他亮明身份，有些事情也没那么好办。明家表面上云淡风轻，就连破衣服都不舍得换。用明清达的话来说，他对钱不感兴趣。明王啊，不在意钱财。而他这位母亲也是类似的举动，上来便给儿子缝补衣服，嫣然一副母慈子孝的感觉。殿下问明家如何应对范闲，其实很简单。明家常年为长公主，也为殿下效力。殿下希望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我希望三大房留在明家手中。好，这谈妥了。殿下吩咐，明家照办。老太太看似痛快答应，实则以退为进。她借机搬出庆帝，称范闲接手内库，乃是庆帝的意思。他明家一介草民，恐无力阻拦，言外之意就想把问题丢回给老二。老二从来不按常理出牌，也更不是什么心善之人，所以答案也不好听。难呐，殿下。我都觉得难。三大房再值钱，也不必为他搭上身家性命，更何况大不了改投到范闲门下，在哪儿当狗不是狗啊，是吧？这话是真难听，可也没办法，人家是皇子，难听也只能忍着。我是不是言辞粗俗了？老太太本来也只是想试探下火候，她干脆直接反问该怎么办。不问还好，她这一问，二皇子可就不只是说话难听了。抗旨哪有明路？要有的话，我先走了，说个意思。二位啊，明路的确是没有了，万幸我给二位断了后路。这可就要命了。这对母子还不知道，老二来明家前就以明家的名义发布悬赏令，招募死士去刺杀范闲。所以范闲沿路遇到的这些劫船的老人，都是被二皇子以明家名义招来的。且不说刺杀结果如何，但这罪名算是坐实了，所以他们没有退路，必须和范闲死扛到底。遭殃的不只是明家，还有这群灾民。为了给妻儿争取活下去的机会，他们只能签着卖命的协议，几两银子就把命交给了明家。老太太也不想再谈了，便以午觉为由离开。拿皇子他是没办法，可拿捏这个儿子，他有100种方法。他以家贼难防为由，要对家主进行惩戒。他随手丢下针线包，明清达慌张地捡了起来，本以为只是简单扎针，却没想到竟是要自己戳进自己的手指中，这堪比天牢酷刑了。这老太太是真狠心，明清达也多半不是亲生的，也难怪这么听话。接下来就是3件事：一是找出家族中与老二合谋的叛徒；二是要给范闲一个交代；第三就是关于三大房的处理。三大房绝对不能交出去，不能交给谁？不能交给范闲，也不能交给李云瑞和李承泽，要让他们鹬蚌相争，我们明家才能够在夹缝中求存。要把三大房牢牢地抓在手里，这样才算完事。自己扎的针，再自己拔出来，只是这样对待儿子，想不被反噬都难。明清达出来见二皇子时，就是另一个态度了。原来他自己才是那个所谓的叛徒。这出戏也是他和二皇子演的双簧，所以接下来他只需要找个近亲来顶罪就行了。要顶罪，还得是我那几个亲兄弟。明家号称南庆第1大家族，内部却也是这般血腥残忍。而明清达的最终目标，便是那位老太太。等这事了了，明家就只有家主，没有什么老太太。这日即将到苏州时，码头早已挤满迎接的官员。得知他沿途收礼后，便人人提着自己的心意，甚至相互攀比手中的礼物价值。然而有一群人除外，他们都是空手来的。没有官事，你敢来凑热闹，这些刁民胆子越来越大。诸神大圣，这就是小蛮大人的船。和这群人模狗样的官员相比，这年轻人是显得随性的多，嫣然是被当成范闲粉丝了。你是来接小范大人的？是啊，我跟你说，听说小范大人要来，一晚上没睡着觉。你说这事闹的？你认识范闲？不认识，同伴是人也。你呢？也是啊。你不认识这位？我该认识吗？连苏州的首富都不认识，当官的立马就猜出他不是本地人，嘲讽的意味马上就来了。在下姓许，富春县任书史，一个小吏也敢来凑热闹。身为吏，当注重仪表，你如此这般，成何体统？他们也都是富春县的吗？那不是，江南各县吏员都有，你们也配凑热闹？我们是有正事儿。明清达本还想打探具体的事情，节奏被这官员全给带乱了。这回想问也来不及了，因为范闲的船已经靠岸。小范大人来了！范闲上岸后，黑旗上前开路，石产力第一次这么风光。紧跟在身后的是10几辆马车，上面堆满了各种金银财货，其中大部分都是沿途官员送的。范闲当众将箱子打开，这一箱都是珠宝，这是沙州知府姚青莲姚大人送的，还有这一车呢，都是路上官员所送的礼物，送礼官员的名字皆记录在册。范闲话说一半，也不讲明什么意思。接着他让拉上来另一辆马车，打开后竟然全是现银，这就相当于开了辆运钞车来。这一车是我从京都带来，138880两整。这些钱呢，既是路费，也是明智。老子有钱，所以有底气。至于这官员送的礼，都是罪证。官员们瞬间觉得礼物烫手。按照范闲的意思，他本打算回京都后再挨个秋后算账，
那老人的事让他改变了想法。我这13万两，再加上官员所送的礼物，算作路费，送江北灾民回家。范闲甚至当面告知，他信不过这些本地官员，所以这趟差事也不会交给他们来办。你们也别问我为什么不放心，就好像我也不会问你们怎么有精力来接船，却看不见灾民死活。咱们呀，彼此之间都留点脸面。各县吏员何在？总算明白年轻人说的正是什么事了。他还有个令人惊讶的关系。傅春燕，主死在此，应邀前来。唐安监小范大人，我家知县向您问好。你家知县是哪位啊？我家知县正是杨万里杨大人，也是大人您的学生。没想到在这里还能有杨万里的消息。石产力当属最触动的那一位，当初一个宿舍4个人，3人上榜，就他不仅落榜，而且连老家都被太子一把火烧了。好在范闲收他当了门生，日后的前途自然也差不了。如今看来，杨万里也是会用人的。这年轻人一张嘴就让人踏实。知县托我向你转告，大人教诲好好做人，好好做官，他一直未忘。如今江北灾民能有一线生机，全依托老师之恩。这下有意思了，送礼变成了捐款，礼送出去了，范闲也收了，但人情却半点没捞着，不被参就已经是万幸，更不敢谈判关系了。接下来就是按县分钱给灾民了。然而范闲正要离开时，人群后方出现了一个人，这便是明家的主人，也是范建提醒他小心的地头蛇。明家家主明清达，恭迎小范大人。在与明清达约好时间后，范闲便先回酒楼休息了。等到范闲来到酒楼时，老王早就点好了菜，只是范闲朝楼下扫了一眼后，就发现了怪异的现象。今儿来找我的高手还真不少，在哪呢？那边那2位是用剑的，这个呢，扁担里怕是藏了杆大枪。这一位看着没带兵器，走的是拳法的路，起码都得有8品。这换做以前，范闲肯定丝毫不在意，可如今真气没了，估计自身都难保。而且这其中还有一位是范闲也没能预料到的，那便是楼下这位钓鱼佬。只是他钓鱼的方式不太一样，拿着一根竹棍在水中滑动，老王都看出他的不同。这位可是9品大，而且是9品里数1数2的高人，这江南怎么会有这样的人？范闲也看出他不是在钓鱼，而是一种剑术。话音刚落，鱼竿一阵转动，鱼也就入筐了。是剑的，这天底下也没几位。那这位是云之兰4部剑的大徒弟。这放在以前，范闲打也就打了，反正天下9品他已经打得差不多了，也不差这个云之兰。可如今自己真气全无，别说这个顶级9品，就连边上的那些8品，应付起来恐怕都有问题。所以压力这边就给到老王了。要不是我真气没了，我还真想会会。大人，你说什么？真气没了？老王啊，其实一直忘了告诉咱们这一路南下最能打的就是你了。不会吧？老王压力山大。这时候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了，看这着装色调就是海棠朵朵。他直接来到云之兰身边。鱼没上钩，收什么竿啊？这谁呀？北齐圣女海棠朵朵，怪不得老师不带师娘来讲呢。老三刚闭嘴，石产力又过来凑热闹，八卦甚至比打架还有吸引力。这位姑娘是北齐圣女海棠朵朵。伸个脑袋跟那看什么呢？啊，我看这江南好风光啊！我先跟你们说清楚啊，这事儿跟我没关系。我也好奇她为什么出现在这儿。上面八卦看着，下面2位顶级9品已经过招许久了，都是大宗师的徒弟，看样子短时间内是难分胜负，长期消耗下去也不是办法。云之兰结束了真气比拼，楼上的范闲才是他的目标，毕竟杀一个完全体的范闲还是不容易的。和海棠的纠缠只会增加任务难度。北齐圣女化作庆，郊游不行吗？今日之事与你无关，让路。早就想领教一下4部剑门下绝学，要不今天？海棠也是好斗的，当初剑五竹都直接上手，只是今日他没机会了。还有个比他更喜欢打架的，那便是天下第一刺客影子大人。影子作为9品巅峰，又是一件擅长，打云之兰算是对上人了。飞那么高，9品以下都散了吧。说完海棠就上楼了，他跟范闲是自来熟，也不讲什么规矩。我来蹭个饭行吗？请坐。本来还是隔着一层楼看热闹，现在就变成了当面吃瓜群众了。你来江南办事儿，不是你让我来的吗？这话怎么说啊？你写信跟我说要交流2国功法嘛，我知道你在江南，我都给你带过来了。范闲都快忘了这事了，毕竟当初也没抱多大指望的。谁知道这位圣女不仅亲自过来，还送来了苦荷的独门秘籍——仙医道仙法，这不是北齐苦荷的不传之秘吗？范闲大赞海棠仗义，当即表态要用霸道真气来回应。这种武功上的事，吃瓜群众并不感冒，他们更喜欢听的是八卦，所以好听的马上就来了。听说你成亲了，好，就当贺礼了。太贵重了吧？这倒也没什么，毕竟这本书是叶青梅给苦荷的。如今范闲的身世天下皆知，苦荷也算是物归原主了。范闲一番感谢后，海棠朵朵继续爆料：你成亲之后过得怎么样？挺好的。那我就放心了啊，司礼里让我问的。
哦，他过得怎么样？别问，对他来说，不再问候才是最大的安慰。你还是研究一下，这是鸭肉还是鹅肉？这不是鸡吗？盐水鸡。在线吃瓜就是舒服，三人听得都不知道该怎么下筷子。有小节而无大义，说的就是明家母子。天下人都知道三大房是个聚宝盆，明家在李云瑞的授权下经营多年，结果竟出现了内库2000万的亏空。范闲虽说奇迹般的填补上巨坑，可要想彻底接手内库，三大房是首先必须收回来的。所以在庆帝的指派下，范闲一路南下到苏州，准备收回他母亲的财产。而内库被李云瑞和老二谋私多年，早已赚得盆满钵满，可依旧不肯撒手。如今庆帝旨意一下，他们是不能明抢的，所以就设法让明家把三大房留在自己的手中，好继续为他们服务。要留在明家手中，就必须做几件事：一是刺杀范闲，这件事李云瑞一早就开始做了。除了云之兰这个插曲外，他还去拜访了大宗师叶流云，准备直接给范闲来个了断。而另一方面，他必须要明家守住三大房，要守住这个聚宝盆，就要防止明家和范闲私下合作。所以老二早早以明家名义招募死士刺杀范闲，才有了那一路的波折。而这两个人也都不是善茬。老太太死忠李云瑞，家主明清达则是个多姓家奴，表面上无限忠诚于老太太，背地里和二皇子也勾勾搭搭，无论何种心思，但两人都是狠角色。刺杀范闲需要有个人出来背锅，所以他们就找了明清达的堂兄弟过继成亲兄弟，然后再由他背锅去死，从而换取家人的后半生生活。当着范闲的面玩这一套，简直是侮辱他的智商，可畏罪自杀死无对证下，他只能憋着一肚子气。而这还只是开胃菜，在三大房的归属权上，明家母子更是两面三刀。他一方面答应二皇子把三大房留在明家，继续为他和李云瑞服务，等到范闲来时，他又告知会遵守庆帝的旨意，将三大房平稳交接。可实际上，这对母子谋划的是准备搬空三大房，留一个无用的空壳给范闲。所以他做了另一手安排，一方面跟范闲哭穷，称三大房连年亏损，明家都是拿钱补窟窿，这样账目上就不存在余钱了。范闲一听就觉得搞笑，这样还能亏钱？这三大房的货物可都是独家垄断，这也能亏钱？垄断的意思就是独家所有，公益守密。老太太则有100个理由来解释为何垄断的生意也能亏钱，这都不是重点，重点是家主明清达，他借着替弟弟埋葬入土的理由，脱身去办了件大事。他提前招募了一批人，以替他们照顾家人为条件，买断了他们的性命。在这个地方能被明家照顾，那后半生基本无忧了。这碗酒之后，你们的家人就是明家的家人，别的不敢说，只要明家还在，管保他们衣食无忧。乡亲们，往生再见。这话说得漂亮，可事情却做得残忍，用大仁大义的假象来达到自己贪婪的目的。叶青梅怕是死都想不到，他为后世留下的财富被明家拿来做这样丧尽天良的事。这群人喝下毒酒后，尸体便被运往转运司。转运司是存放三大房产品的地方，相当于库房的存在。很明显，明清达还有下一步操作，他没有急着去见范闲，而是直接去了谢必安的住处。进屋后，以通风为由，第一时间打开窗户。谢必安也看不太懂，都快烦死他了，却又不知道这老头到底卖的什么药。反正就是坐在这尬聊了一下午。而老太君则在主屋陪着范闲，一直等到天黑后，他们能明显的看到远处冲天的火光。这怎么回事？恰好此时的范闲也能看到同样的景象。这桥子走水了，小太太，出大事了！我让人去看了，好像是转运司起火了。内库转运司？正是，三大房库房所有器物，代工房人员都在转运司呢。说到这，范闲大概就明白了，这种事他在电视新闻里看得多，技术工人和产品都烧没了，三大房便只剩个名字了，这还交接啥？所以明家买的那几十条人命，便是提前放进去当替死鬼的。真正的货物和工人早就被转移了，而范闲一直被留在明家，也就是为了当个人证罢了。幸好我今晚在明家，不然怕不是要怀疑明家放火呀。而这些猜测马上就得到了证明。第二天老王在火场勘察完后，一切都对得上了。我一共查了2具尸体，这喉咙深处都没有烟尘，这说明他是死后才烧的。通过老王在火场的勘察，得出尸体并非因火灾而死，而是死后被放入火场的，加上现场没有残留任何有用物件，所以范闲推断出2点：一是火灾必定是人为的，二是三大房东西被转移了，技术工人也没有被一锅烧死。好在他提前安排了老邓入局，早在下江南前1个多月，老邓就提前假扮成江北灾民，顺利的混入了明家的收留队伍中，每天帮明家干活。作为专业的卧底，老邓很快就被调入了三大房，而且得到最关键的线索。明家一早就把三大房仓库以及里面的主事和匠人全都秘密迁到了城外，真是偷梁换柱，还搭上这么多条人命。这就是仓库现在的房。城外20里对范闲来说，也就是一脚油门的事。第二天一早，范闲和老王直奔城外，明家母子这边也马上得到了消息。可老太太却并不担心，因为谢必安很肯定地告诉过他们，范闲活不过今日，大宗师要出手了，否则怎么会需要李云瑞亲自去请呢？果然，范闲刚带着黑气走到一半，消失了多日的影子又出现了。
现在马上回城。现在可不能回城啊！这眼瞅着就拿下三大房了。叶流云正直线向苏州城一路行来。大宗师听着就让人敬畏，所以范闲还是有几分心虚的。按照影子的推测，叶流云因为叶家被贬，所以才要报复皇家。范闲大脑飞速运转，一来他必须收复三大房，二来五竹不在，无人能抵挡大宗师，所以自己身后背的这把神兵就是唯一自保的机会。然而这把武器还缺一个主剑，而这主剑必须在三大房去制作，这也是五竹催促他来江南的原因。在确认叶流云距苏州城还有数个时辰后，他便果断地先去收复三大房。这回范闲算是开了眼，不愧是他母亲留下的东西，铁轨和蒸汽小火车这种未来世界的东西，这里的人已经习以为常，反而对他们这些陌生人很是诧异。范闲按照老邓的暗示，直奔三大房核心地带，一个类似矿山的地方，空间是足够的大，工人熟练地使用着矿车。黑旗随即包围了场地，还在里面的主事听讯后，便坐着火车往外赶，一副要干仗的架势。范闲还没开口，领头的胖子就开始作死。此地乃是名家私产蔬菜，尔等驾马擅入，眼里还有没有王法了？你刚才说什么？我没太听清楚。这是哪儿？这是名家的产业。就这话惹毛了范闲，他让老王拿出了小本子。此人名为萧敬，是内库转运司三大房甲房的主事。本子上记录了他从庆国元年至今所有的罪行，最严重的是庆国6年，他拖欠工人工钱，引发了暴动，最后死伤数十人，这才是万万不能容忍的。依庆律当斩，你无凭无据，怎能定罪你？这是供词和证据，自己看看。范闲可不跟他啰嗦，直接下马，接过黑旗的佩刀，上来就是一刀，根本不需要经过开堂审案这一步。监察院提司本就有论罪行刑之责，人证物证俱在，依法斩杀，无需再审。诸位，谁能再跟我说说这儿到底是哪儿啊？这里是名家私产。又一个不要命的，此人名为马雄建，是内库转运司三大房乙房的主事。这是个好色之徒，光是小妾就有12房之多。且不说他强抢民女、杀夫夺妻等罪名，当年的暴动也和他有关，所以身上也是背了不少命案。按照庆律也活不了，范闲也毫不犹豫，直接送走斩。杀一个人镇不住就杀2个，三大房主事死了2位，还剩一个丙房的主事。丙房主事胡金林，拜见小范大人。你来说说这是哪儿？此地便是内库三大房库房，转运司所有物件暂存此处。哦，原来这就是三大房啊！这就是三大房。这时候范闲直接亮明身份，本就是奉旨接管三大房，又有2个主事的死在面前，这下是没人敢吭声了。既然成功接管，范闲接下来最要紧的便是制作出神兵的主剑，毕竟大宗师已经临近了。三大房内可有专门冶炼铁器的器械？有，集中在一个库房。起身带路。好，都给我闪开，闪开！范闲几乎打遍天下顶级酒品，从未有过丝毫惬意。然而在听说叶流云要来时，他能想到的唯有这把神兵能够勉强一用，所以无论时间如何紧急，他都要在三大房赶制出配件。而作为顶级酒品的影子，最喜欢的就是打架，曾无数次想和五竹交手，然而面对实力接近的大宗师时，他的语气都变了。老大，你也跟过来？这种热闹还是要凑一下。你俩要是实在不知道说什么，咱们可以不说话。起张，总得说点什么。范闲也只能假装镇定，心里早就紧张的不行，毕竟万人敌的大宗师，他也只是听过没见过。紧接着马匹出现躁动，远处的湖面上，叶流云驾着一叶轻舟而来。范闲很清楚，如果叶流云真的要杀他，那无论如何也是躲不掉的。箱子里的神兵是他唯一的希望。然而他又想到五竹说过的话，用这个也未必动得了大宗师。没错，大宗师也是人，这超越时代的武器怎么躲？成大宗师者，已不被人间常理束缚。按照这个意思来说，这枪不一定能够杀叶流云，可一旦没有击杀成功，那范闲将必死无疑。反之，如果不动兵器，赌一把大宗师的人性，没准还有一线生机。所以范闲合上了箱子。这时叶流云也准备上岸，他突然一个轻功助力，木船在他的脚下如同飞船一般，摆脱了重力，腾空飞起。这一刻牛顿都无话可说，范闲直接看呆了，总算理解五竹所说的大宗师已不被人间常理束缚。他真该庆幸自己没拿枪。范闲，叶先生好，我欠了人情，你离开江南，我不杀你。不好意思，我这人不太听劝。刚才你看到的是什么？神兵利器。怎么不用啊？我想了想，觉得用不上。范闲来江南前，庆帝曾跟他探讨过关于对大宗师的理解。既然常理和权力无法束缚他们，那就只能寄托于他们人性的善念。所以范闲要赌叶流云不会杀他。因为您不会杀我。叶流云没有接话，而是准备耍一招给这些晚辈看看，毕竟他们都没见过大宗师的手段。他稍稍抬手，影子的佩剑便自动出鞘。范闲正好在其路线上，且不说范闲勉强避让，影子可是天下第一刺客，在叶流云面前，连自己的武器都掌控不了。叶流云反问范闲，为何赌自己不杀他？范闲则抛出叶家这个牵绊，虽说被贬出京，可叶家终究还存在。倘若他范闲今日被杀，那叶家就真的是灰飞烟灭了。先生是天上的流云，潇洒之气，但这么多年终归留了条线在人间。有线在人间，那便还是人。既然是人，终究有情。谁告诉你我在乎叶家？
话音刚落，大宗师还是出手了。他朝着范闲用真气挥出一道剑锋，三人勉强闪躲，剑锋劈向远处的酒楼，所有人都被这冲击给镇住，然而又似乎没有任何变化，唯独范闲的一簇发丝缓缓掉落。难道这就是大宗师的警告？叶先生，是我赌赢了。您是大宗师，但依旧是人。赌性够大，够疯的，仅此一次，下不为例。事情到此时也算结束了。叶流云终究是人，所以对亲人还有牵绊。范闲戳穿了他的软肋，便也放过了范闲一马。范闲刚得以自己对人性的判断，叶流云就给了他一份沉重的提醒：我是人，并不代表其他大宗师还认为自己是人。叶流云口中的其他，想必指的就是庆帝吧？那位皇帝早已把自己当成了神，所以他不问苍生。范闲看得出叶流云对京都的不满，所以朝他劈出了那一剑。那一刻他都觉得自己要死了，只是他想不明白，为何最后只斩了一段头发。然而答案很快就来了。叶流云刚走远，地面竟出现裂缝，沿途的牌楼，再到远处的酒楼，一条线上整齐的一分为二。一剑斩楼，这就是大宗师的手段。大宗师真不是人。哎，你说咱们会有这么一天吗？我可能会，那我呢？这要等你真气恢复了再说。话音刚落，范闲隐约察觉到手间的异常，想必是天一道心法的作用，真气在慢慢恢复中。而庆余年第2部也到此结束了，感谢各位观看，咱们下部剧再见。